这个男人居然因为游戏漏洞被困新手村整整20年，只因每当他攻破了第100层后，都会被系统传送回第1层。被困的这20年，他面对的怪物也从新手咸鱼变成了能够毁灭一切的炎魔。经过数千次的通关，让他的各项能力已经达到了巅峰。塔里的怪物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一点威胁。为了寻找一点乐子，他曾扮演过为新手指路的 NPC 角色，也扮演过训练玩家能力的教官。可每次眼睁睁看着其他人走了出去后，他想回家的情感都会更加强烈一分。可就在今天，系统突然提示解除任务模式，完成攻塔任务即可通关。20年的漏洞在此刻突然修复。只见金咸鱼慢慢起身，向上方一跃而起，高喊着真是太酷了。在拥有小型 BOSS 的60层关卡中，独眼巨人突然发现大地开始了晃动，下一秒一个人影就出现在眼前，向顶层直撞而去，直到了99层后才停了下来。看向这号称新手收割机的炎魔君主，金咸鱼仅凭一击就将塔顶轰穿。与此同时的江南区域内，传送出口突然开启，各部门迅速下令记录生存者名单。金咸鱼一人从洞口走出，看向眼前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忍不住的大笑了出来。一旁的负责人慢慢靠近，恭敬的说着您辛苦了。对此金咸鱼立马转头望去，确认了自己是真的离开了魔塔后，再次控制不住的高呼着我金咸鱼终于回来。但负责人却在18代攻略名单中并未找到金咸鱼的名字，直到翻了很久后，最后在第1代的教学者名单中看见了排在首位的正是金咸鱼3字。要知道第1代教学者从进塔到现在可是已经过了整整20年了。随着老古董金咸鱼的出现，3大公会的会长同时出现在休息室中，这3人曾经都是金咸鱼的小弟，此次前来就是看看传闻是否真实。消失20年的猎人如今卷土重来，实力是否已经变得无人能敌了？此时的等级评价中心处，一位级猎人正在前方指挥，为18代攻略者以及金咸鱼讲解规则。身后这所占万平迷宫里拥有着各种各样的陷阱，所有人出来的时间决定了猎人的实力等级。紧接着游戏开始倒计时正式开始，每个人都全副武装做好准备，时间一到全都争分夺秒的冲进迷宫之中。而金咸鱼却在一旁不慌不忙的问道，是不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通关就行了对吧？闻言教官不屑的看去，只见面前这人穿双拖鞋，就连防护服都没穿上一件，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让教官恼羞成怒，直言表示你拿考试当儿戏吗？对此金咸鱼只是淡淡说道，就这玩意给我20秒就能通关，要不我们立下1000万的赌约玩玩。上头的教官哪能受这气，立马接了下来，表示1000万不过是我这个级猎人1天的工资罢了。说完，金咸鱼来到迷宫墙壁上，单手扶墙蓄满全力，忽然一阵蓝光亮起，迷宫从头一路破到尾，随着灰尘散去，金咸鱼站在破碎的出口前，仰头说着这才是出口呢。殊不知这一幕正在全球直播，休息室的3人也傻在了原地，没想到20年后的他已经变成了比魔王还恐怖的存在。在18代的训练兵中，一位名叫李江玄的选手最为特殊，在这天才横溢的时代，他仅凭一剑就斩获了全球剑术冠军，所有人都称呼他为当代最强猎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位男人的出现毁掉了他原有的一切，就连准备在迷宫中大展身手的这天，也被这男人抢光了风头。可现实往往就是这般无奈，总会有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横空出世，让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一瞬间就拱手让人。可从小就一直第一的李江玄怎可能轻易认输，决定在怪物考核中找回丢失的面子。只要在短时间内击败足够的数量，就能获得各大公会的热情邀约。随着一股雷电之力赋予剑身，让整个大厅的观众都张大了嘴巴。这种刚出塔的训练兵竟能使出魔力的情况，在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在1分钟的怪物考核中，李江玄击杀了80只怪物，刷新了纪录。这个成绩吓傻了在外的其他选手。可金咸鱼对此只是感觉无聊，双手插兜来到考核场后，只见怪物逐渐出现在四周，没多久就将金咸鱼团团包围。随着怪物挥锤的这一瞬间，考核也正式开始。金咸鱼一脚迅速爆头，只见数个身影同时出现在现场，在外所有人只看见了怪物的头瞬间全部消失，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休息室的3大会长立马施展魔力放慢100倍后，才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发现金咸鱼只是走到怪物面前，一拳结束之后换一个目标继续刚才的动作，可速度实在太快，从肉眼上看才感觉怪物是自己倒下的。以前他们也听说过塔里有个很强的 NPC， 现在都一致认为那家伙就是金咸鱼假扮的。直到考核结束的通知出现的时候，系统通知金咸鱼击败了250只怪物，是第一的3倍之多。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李江玄的手机也自动弹出金咸鱼的话题消息，让自己刚刚打破的记录在1分后又被刷新。李江玄此时无比气愤，想不通到底这是为什么。自己为了成为最强猎人，从出生就开始准备，这一切都是为了想获得所有人的关注。可老古董的出现让他感觉自己就像小丑一般。此时的猎人大厅内，各个工会已经向金咸鱼抛出了橄榄枝，表示自己是全国情报部部长，直言到想让金咸鱼加入自己的工会，大家一起去剿灭魔物拿到奖励，而且光是签约金就有足足100亿，如果合同签订成功还会有200亿的补偿。对此金咸鱼确实十分惊讶，没想到20年过去了，猎人已经这么赚钱了。虽说如此，金咸鱼还是拒绝了对方，因为出来后自己曾听说过有佣兵猎人的出现，有权自己一个人去攻略迷宫独享奖励，并且自己想去就去，不去完全可以在家躺平摆烂，不用听从工会的任务派遣。确认了自己的立场后，金咸鱼来到了一个寿司店，对面坐着的正是3大工会的会长，这些人在先前可都是自己的手下，让金咸鱼不禁感叹石原哥现在变成了大叔，胆小鬼金史贤也变得如此帅气，这舒颜更是不得了，一个爱哭鬼居然成为了巅峰会长。认清了眼前的人后，金咸鱼指着史贤说，我记得在攻略 BOSS 时你以前一直躲在我身后，还有舒颜你在14层被怪物吓尿到处跑那一幕，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值得回忆的。众人表示之所以这次来这样聚餐的原因，就是因为20年前你嚷嚷着要吃生鱼片，当时你居然将怪物做成了美食，并且类似的传闻而且20年里一直都有。其实你假扮游戏 NPC 的事在电视台里一直有人报告，这句话让金咸鱼顿时慌了起来，要知道自己可做过不少见不得
得人的事。如果将那件事也曝光过，自己岂不是要牢底坐穿？他是一个99级的新手玩家，因为系统漏洞让他被困新手村整整20年，使他的属性全部升到了顶级。闲鱼之时，他就假扮 NPC， 没事就当教官玩弄其他玩家，甚至还自创隐藏任务，假冒隐退千年的绝世高手，为陷入困境的玩家带来希望，将他们收入门下，成为自己戏耍的弟子。利用以前看小说的经验，不断的折磨弟子，激发身体潜力。可如今漏洞已经修复，金贤宇成功的走出了训练营。可现在如果被弟子撞见的话，那自己也是玩家的事就会暴露，必定会被对方100倍暴露。但这些都是后面的事，目前最关键的是系统又给了3个任务，只有完成后才能进行未知的下一阶段。为了找到目的地，金贤宇与拥有60%的牢控制权的阿瑞斯公会见了面。可令金贤宇没想到的是，对方刚见面就嚣张跋扈的说道：“如果不加入我们的话，一个人以后的意外说不定会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我们肯定会重点培养。”为了给金贤宇一个下马威，对方这次带来的保镖是一位握力千斤的一级猎人，想借此强迫金贤宇加入自己的公会。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金贤宇对此只是拿起了拖鞋，表示你们好像还没有睡醒，让我来教教你们什么叫做礼仪。闻言，保镖迅速冲到面前，只见下一秒拖鞋飞在脸上，随后直撞身后的石墙之上。等领导回头望去后，看见的只有一个半身在外的一级猎人。既然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金贤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起还剩半边的拖鞋，说着下次见面记得还我一双，不然我就没武器扇你。得知金贤宇将阿瑞斯高层教训了一顿后，史贤对此也头疼不已，因为金贤宇的任务之一阿多隆地下城就是阿瑞斯旗下的，现在想要买票进去根本不可能。思来想去，只剩下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真男人的正面对决。第二天 C 级地牢阿多隆的门口处，一位女猎手祈求对方让自己进去刷怪，可看守者对此并不买账，表示想进去就得买票，实在不行陪我出去玩3分钟也行。就在这时，金贤宇的出现打破了这场闹剧，歪头表示地牢明明是公共资源，凭什么你们阿瑞斯占领了就要买票进去？如果不继续教训你们这些小辈的话，是不是明天就要左脚蹬右脚上天去了？说完挥着拖鞋表示对方过来一下，紧接着瞬间打在守卫脸上，同伴还没反应过来，等回过头看去的时候，守卫已经躺在了铁围栏上面。这时金贤宇的笑声从身后传来，表示将你的鞋脱下给我，你也不想另一只拖鞋在你脸上穿上了对方的铁鞋后，金贤宇无比开心，发现这鞋好像施加过魔法，十分轻便。看对方满脸委屈的样子，也不忍心让对方光脚站立，便扔出了自己的拖鞋，表示你就将就用算了，自己则一人前去这 C 级地牢来挑战这里的最终 BOSS。与此同时，在地牢深处传来了一声恐怖嘶哑的笑声，他便是地牢的最终怪物。在他身后，3人正在盯着他，他们也是来攻击地牢的，可惜他们3个实力都不强，一直在犹豫是否要进攻。这时小金出现了，他大摇大摆走到怪物的身前。BOSS 活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没等怪物发怒，小金就一拳砸了上去，地牢 BOSS 直接当场去世。不出意外，第一项地牢任务顺利完成。3个人看完目瞪口呆。不久后，此次事件彻底激怒了战神公会，战神公会准备彻底铲除这个老古董，找到了公会管理部经理。他看了看资料，没想到一个刚出塔的新人居然有2个一级属性。虽然他很有潜力，但既然他是战神公会的敌人，他可不会手软。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更强的敌人，就是名为霸道的新公会。成立短短2年半，已经垄断了 C 国52%的地下城，而他们的会长仅从塔里出来4年，就将霸道发展为大型公会，而他率领的成员全都是怪物一般的强者，所以备受外界关注。另一边，小金回到住所后非常惊讶，12年前的 BB 机居然变成了这样，而这部手机是世贤为了方便联系特地买给他的。世贤虽然知道他被关12年，但还是很无语，一个手机而已，要不要这么惊讶？随后，小金玩了3个小时的手机游戏，这让金世贤有些头疼，便跟他说起森林部落的信息。虽然这个地牢由他的公会管理，但里面已经没有 BOSS。闻听此言，他的笑容逐渐消失，没有 BOSS， 那就没办法完成任务。正常情况下，塔里的所有怪兽每天都会重新刷新，而现实会有区别。普通怪物的刷新时间虽然跟新手塔一样，但 BOSS 就不是死亡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复活，而且不同地牢时间还不一样，比如森林部落就需要1个月。不过距离上次杀死 BOSS 已经是4周前的事。闻言，小金松了一口气，便问起最后一个沼泽地牢的情况，可那又是阿瑞斯公会的地牢，没有透露过一点消息。随后世贤问他猎人协会注册的事，在得知注册成功有钱拿，小金顿时来了兴趣。而世贤作为1级全职猎人，每月可领700个 W。作为一个财迷，第2天不出意外，小金来到了猎人协会大厅，而门口的工作人员看他骨骼惊奇，便问他是不是12年前的老古董。得知他就是老古董后，便有些不爽，不就是测试成绩好了点，有必要这么多人来打听他的消息吗？信息确认无误后，便开始了测试。这是探索者之眼，只要用手抓住便能显示自身的等级。随着等级分析开始，管理员心中暗想，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最高也就 B 级。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倒吸一大口凉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几个小时后，老古董再次登上热搜榜。不仅如此，前3名热搜全都跟他有关。就因为老古董除了没有魔力，其他属性评级都是1级，这让小金心生郁闷。这世界到底怎么了？自己出去遛个弯，现在阿猫阿狗都知道。世贤倒是见怪不怪，况且你作为热门人物上个热搜再正常不过。尤其是因为阿多隆研究所地牢的事，所有人都在关注你与战神公会的关系。相信现在阿瑞斯公会已经知道今天测试的结果。看着这个漫不经心的家伙，世贤觉得自己有些杞人忧天了。此时的阿瑞斯公会内，有人在为老
老古董的事情发愁。一旁的黄毛见状开解道：“只不过是一个小杂碎，而且处理他的人已经选好了，这人就是马上要成为 S 级猎人的升天将。”这让他有些吃惊。A 级巅峰对战 A 级新人，看样子他死定了。几天后，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小金来到了森林部落地牢，准备刷榜。为了安全，事先给了他一份地图，毕竟在森林部落内迷路的人他见的太多。小金定睛一看，却发现这地图完全看不懂，于是他毫不犹豫将地图丢掉，这可把事先愁坏了。到了森林中央，面前的大树便是开启 BOSS 关卡的钥匙。小金开始蓄力，只见一股能量汇聚于拳中，紧接着朝着前方倾泻出去，所过之处寸草不生。随着前方的障碍物被清扫干净，森林部落的双头食人魔赫然出现在面前。面对上百米高的食人魔，小金他踩着拖鞋蓄力一跳，便落至食人魔身上，随着他一脚踢中，双头食人魔含恨去世。升天将虽然有把握杀他，可他此次是来收集情报的，所以并未动手。回到工会后，他开始汇报情况。这个老古董确实是个变态，在没有魔力的情况下，仅靠身体力量就能踢爆的老鸨。但同时他也发现小金的致命弱点，准备在下个地牢消失的沼泽杀死他。另一边，小金处理完食人魔后与舒言见了一面，舒言见面便开口询问他为何一定要去阿瑞斯公会的地牢。要知道阿瑞斯公会这个地头蛇可不好对付，但碍于系统任务比较特殊，加上时机未到，小金便找了个借口应付了过去。虽然舒言早已听说小金哥哥的能力值非凡，但他还是莫名担心哥哥的安危。见劝说无果，舒言只好嘱咐小金记得速战速决，最好不要和阿瑞斯的人起冲突。他见舒言这么担心，也不好多说什么，就算他答应了不搞事，但听话是不可能的。第二天，小金来到最后一关的地牢门口，为了动起手来更加顺理成章，他这次并没有直接动手，而是辱骂看守的人。不出意外，他被小金的嘴上功夫气坏了，提着大刀就冲了过去。一阵巨大轰鸣声过后，世界又恢复了寂静。小金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他刚来到了一处小溪，便被水里的大家伙盯上。这只巨型鳄鱼便是沼泽地牢的 BOSS。小金顿时回想起舒言昨晚说过的话，沼泽地牢 BOSS 全身的皮甲可谓是刀枪不入，但这些都无所谓，他只记住了一条信息，那就是鳄鱼的躯体很值钱。废话不多，小金上去就是一脚，赶紧打完回去卖钱。这只鳄鱼皮糙肉厚，并没有当场去世，转身便要逃离此地。见状，小金兴奋不已，总算遇到个能打的，一把便抓住了鳄鱼的双马尾，来了个托马斯大回旋，再将它甩到岩壁上。等烟雾散去，本以为他会就此昏迷过去，谁知他竟痛得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下一秒竟解锁了暴走形态。就在他向小金发动猛扑时，躲在暗处的升天将开始了行动，一条魔力锁链把他双腿困住，这让他心里暗叫不妙。好在他及时用手撑地，成功躲避了鳄鱼的攻击。鳄鱼则因为刹不住车，一头栽进了水里。就在小金疑惑这是什么东西时，躲在暗处的升天将名牌跳了出来，就让你死个明白吧，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魔力锁链。见此情况，他也清楚这是阿瑞斯公会派来杀自己的刺客。敌人见小金坐着不动，看样子是放弃了，便告诉他，虽然你力量属性值很强，但这是专门克制你的魔力链。出于好奇，小金双手用力想要扯断锁链，却发现无法挣脱出来。而这魔力链顾名思义需要拥有比施法者更高的魔力才能逃脱，而小金因为没有一点魔力值，自然没办法扯断魔力链。可小金觉得有危险的人并不是自己，这让敌人有些生气，死到临头还不自知。接着掏出背上的魔力匕首，便准备将他碎尸万段。小金见状却并未躲避，只是抬手挡下剑刃。眼看僵持不下，升天将便发动了剧毒技能。随着一阵巨响过后，他胸有成竹地笑了起来。这么猛烈的攻击，就算是他自己也活不下来。可他发现小金居然跟没事人一样，还坐在那里发呆，这让老身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不自觉地朝后方走去。这家伙绝对是个怪物。下一秒，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出现在他面前，他便倒飞撞进了树里。小金见他还活着，便走到他的身前。随着敌人身受重伤，魔力链也开始失效消失。随后小金一脚踢出，便将枯树折断开。只见他将枯树抬起后，便来到河边找到了鳄鱼宝贝。随着枯木砸下水面，掀起大量浪花，而两位不出意外就这么嗝屁了。同时，由于鳄鱼 BOSS 的死亡，小金成功完成任务并获得最低权限能力。回到家后的小金躺在沙发上紧张不已。没过多久，信息栏自己弹了出来，他除了获得未知的最低权限，还多出一个临时卫士的头衔。接着提示2个半小时后收到系统邀请。等待2个半小时后，世界忽然漆黑一片。再睁开眼，小金便来到一个奇怪的房间，面前赫然坐着一位陌生女子。很高兴见到您，临时卫士，我是您的助手，从今天起我们会经常见面。闻言，小金不禁喜笑颜开，这个人或许可以解答我的所有疑问。究竟是谁把我困在塔里这么久？二人便沉默地对视了好一会儿。他见妹子不说话，便询问她就没有什么要告诉自己的吗？可妹子一脸茫然回道：需要告诉你什么？闻言，小金顿时坐不住了。此时妹子继续说到自己可以回答提问的问题，这一下子小金十分无语，这你不早点说？随后他便询问究竟是谁把他关进塔里30年。闻言，对方愣了愣，接着表示您的权限太低，所以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随后小金连续问了许多问题，可无一例外都是权限过低无法回答。小金直接就是一拳揍了上去。你把我叫过来就是当个谜语人的吗？这个玩笑可不好笑。妹子大怒拍桌子道：是你自己不行，关我什么事？可小金才不管这些。妹子为了缓和气氛，便告诉他，只有你升职为正式卫士，想知道的东西才会更加详细。这么说的话还有点搞头。
你有什么更重要的信息吗？比如说怎么成为正式卫士？这时妹子缓缓说道：5天后，这座城市会开启冰河之系，在其最深处会有一把钥匙出现，只要成功获取钥匙，你便能成为正式卫士。随后小金的状态框又多了一条任务信息，虽然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眼下也只能按照提示去做。第二天，为了对冰河之系有更多的了解，小金找到了3位会长，这才得知冰河之系是指地面出现巨大裂口，从中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怪物，所以它还有着另一个名字叫地狱入口。回想起阿布轻描淡写的口吻，他真想再给他一拳，这可是伤亡惨重的灾难。随后小金若无其事地说道：如果冰河之系出现在我们国家，你们能够守住吗？抵挡肯定没问题，但就算是 C 级的冰河之系出现的城市也会寸草不生，而且在那时阿瑞斯公会肯定不会配合，只会派出一群小鱼小虾。看样子这个阿瑞斯公会总有一天会消失在世界。旋即小金表示大家好好休息4天，到时候会需要大家的帮忙。4天后的鹿港机场，9级大地震说来就来，一阵地动山摇过后，地面迅速出现一条大裂口。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圆桌会议室，黑衣人正在汇报第9层的情况。那个人已经成功觉醒出塔了，虽然没有完全觉醒，但不久之后他应该会拥有自己的职位。此处的首领听完十分期待这个家伙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希望你能通过这次的考验。冰河之系的出现使得路口机场变成了人间炼狱。尽管国家已经派出大量猎人支援，但不断涌出的怪物使得事态反而越来越严重。这里的怪物越杀越多，在场的不少猎人已经面如死灰。这种灾难怎么可能胜利？这位靓仔更是被吓得叫妈妈。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被成功救了下来。队友很快将怪物杀死，但这改变不了什么，怪物仍在不停地涌出。无休止的猎杀让老猎人都感到绝望。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必死无疑。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的身后出现一只带有8株魂骨的巨型骷髅兵。只见巨型骷髅举起大棒锤便冲了出去，队长想用盾牌挡下这一击，而这重一击直接让他倒飞出去，重地砸在了车上。尽管如此，骷髅怪并不打算放过他。粗大的棒槌呼啸而来的同时，小金穿着招牌运动服出现，一脚便将骷髅怪秒杀。黑白条纹拖鞋加上黑白的运动衣，众人瞬间认出最近很出名的老古董小金。随后小金站在原地好一会儿，可是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样子这蠢货并不是钥匙，于是他准备前往机场更深处的裂缝看看。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这些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但后面的怪物可有很多，因为怪物实在太多，他便准备出手相助。只见小金扛起木棍，轻轻地甩出，直接砸死了一大片怪物。队长顿时非常激动，有老古董小金在，来再多怪物也不怕。只不过接下来的事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小金就跟没事人一样跑掉了，这他喵的就是个坑货。而剩下的怪物也不是他们能对付。眼看队长就要领取盒饭，怪物却瞬间被秒杀。只见来者手握武士刀，原来是小金的兄弟世贤来了，以及他身后的工会成员。除此之外，了舒言也带着他的工会成员来到这里。不等他们高兴，盾之勇者石原哥也来了。东张西望的舒言发现小金那家伙居然不在，得知他已经前往冰河之系深处，众人便决定进去看看这家伙到底有多强。他虽然只有一双黑白拖鞋，但对于此次灾难一点不虚。在这里果然有条缝隙，怪物正是从中源源不断的涌出来。但悬崖边的车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很快车门便被小金拆了下来。做好安全措施后，便跳进了缝里，几个呼吸间就顺路击飞了大量的怪物。很快他便来到最底部，而底部布满了一路上撞下来的怪物尸体。小金环顾四周后，发现此地貌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突然，一个红色的怪物从前方缓缓走近，而此怪物则是名为红色攀登者。当小金看到他腰间的钥匙后，他确定自己来对了地方，毫不犹豫就冲上去想要一拳了结他。可一拳挥出，却被怪物轻松躲开了。小金顿时意识到这绝不是普通的怪物。不仅如此，这只怪物甚至对自己发动了还击，身体顿时倒飞出去。自认为无敌的小金呆住，不等他多想，怪物已冲至身前。小金微微侧身躲过，后仰撑地用力撑起一脚踢出，紧接着一拳挥出，把红皮怪揍的人仰马翻。他爬起来后便指着小金破口大骂，虽然听不懂，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抓住这个机会，小金瞬间贴到怪物面前，然而全力一拳却被轻松接了下来。不信邪的小金再次打出一拳，可还是被怪物挡了下来。怪物见他吓傻了，一拳将他击飞后，抬起右腿便将小金踢了出去。被灰尘呛到的小金不停咳嗽起来，看来这次是真遇到对手了。这只怪物比炎魔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而且这一脚成功让他回忆起疼痛的感觉。为了保险起见，他打算拿出压箱底的绝招。小金缓缓站起身，指着怪物大声喊道：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闻言，机关头一脸懵逼，这家伙在说啥？只见小金双腿弯曲，双手瞬时真化圈，这招就是他压箱底的绝招。曾经他被困在塔里时偶然创造出这一招，当时他躺在地上努力思考出去的办法，脑海中突然闪过的武侠小说让他想到了什么，于是他猛地站起身，大笑着跑了出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疯了。在接下来的日子，他模仿武侠小说剧情开始练体，每天进行木桩训练，击打巨石，希望借此突破极限从塔里出去。可最初的招式完全不行，就连一只小喽啰都打不过，就这样被打飞了不知道多少次。终于在某次进攻下，
他成功了，瞬间便将小怪的头颅打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被困在塔里上千次的通关，他的属性值早已发生质变，哪怕是三脚猫功夫也成为了真正的绝招。本不想大开杀戒，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面对怪物的袭击，小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即将接触的瞬间，小金抬起手，摊开的手掌顺势握起，口中大喝道：“蓄意轰拳！”怪物的头颅直接被打得稀巴烂。不仅如此，溢散出来的能量炸得碎尸横飞，这让他感到有些许尴尬。在塔里养成了习惯，他每次施展这招都会不由自主地喊。随着他拿起钥匙，身旁顿时响起任务完成的声音，而系统将在2天半后再次召唤小金。而天空中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一架小型无人机已经拍摄下小金战斗的全过程。此时的阿瑞斯工会会议室内，高层领导正在观看直播，而小金所展现的实力让众人都感到意外。会长缓缓开口：“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级吗？可这并不能怪他们，这份资料是猎人协会公布出来的，但会长可不管这些。你们口中的1级猎人都快骑到我头上拉屎。”他甚至还没有开启魔力属性，就穿着一双拖鞋。调整好心态后，他便让刘经理把资料拿出来，毕竟对付一个人不一定非要用武力。当听见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会长顿时信心倍增，他已经能够想象出小金崩溃的画面。地球竟是宇宙的第9重空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天魔降临，给地球带来毁灭性打击。可当小金独自一人解决地狱级灾难后，却被世人污蔑为杀人凶手。就在刚刚，小金身穿运动套装参加了颁奖仪式，领导走上前后便准备给他颁奖。他随意瞟了一眼，发现小金不是一般的随意，于是他调侃说道：“看样子我得给惊险与猎人买几身衣服。”然而强者从不遮遮掩掩，小金微笑回道：“不用您瞎操心。”此话一出，直播间炸开了锅，颁奖典礼愣是变成了吃瓜现场。虽然很生气，领导还是把奖章给了他。小金接过勋章便离开了此地。这波操作让对方青筋暴起，你当真来这遛弯了？见此情况可把他们愁坏了。与此同时的霸道工会据点，一名女子正在泡澡，只见她背部露出骷髅纹身，边看小金的战斗录像边洗澡。当看到熟悉的姿势时，会长惊讶地站起身，指着屏幕询问此人的名字。当得知他是刚从教学塔出来的老股东小金，他顿时预感这个人可能就是他的师傅，于是他立刻吩咐手下好好调查一番此人，不要遗漏一丝一毫。随后副会长走了进来，开始汇报地牢的占领情况。虽然已成功占领南方的所有地牢，但在与阿瑞斯工会战斗的过程中，被对方绑架了一名队长。闻言，会长缓缓穿好衣服，真是太让人失望了。一个没能力活着回来的人不配待在霸道工会，我创建的工会可不想培养一群废物，争取早日统一工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曾经许下的承诺。另一边，小金再次收到系统的邀请，随着光柱的出现，眨眼间小金便来到了系统空间。由于击杀了低级攀登者，您的最低权限已升至低权限，这让小金脸色一黑。合着搞了老半天，你是在耍我？妹子见他火气这么大，连忙安抚他，自己只不过是个传话。他稍稍冷静后询问自己的权限能知道些什么。当得知浏览信息没有太大区别，这让他差点暴走。阿布立刻表示，虽然权限变化不大，但你现在已经成为正式卫士，而卫士的职责就是阻止攀登者登塔。可他在塔里待了12年都没听过攀登者，而这攀登者所指并不是进入新手塔。原来整个宇宙共有12级，地球在宇宙中属于第9重空间，而小金作为地球的正式卫士，需要对付攀登者，也就是登上第9重空间的人。我只想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根本不想多出这么多的责任。莫名其妙被困30年，现在还变成了地球守护者。看着这个蛮横无理的家伙，阿布作为第9级系统的管理者之一，不论怎样都应该是对自己这个系统拥有者毕恭毕敬才对。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于是阿布决定再忍一下，接着告诉小金，打败攀登者不仅可以升级权限，还会有丰厚的报酬。思考片刻后，小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要获得把我关在塔里那家伙的信息，需要多大的权限？最少也要高级权限。那我要杀死多少攀登者才能升到高级？阿布沉思后回答道：攀登者也存在着等级，至少要击败5名高级攀登者才可以升到高级权限，而你之前击败的红皮怪属于低级攀登者。了解完情况后，他便回到住所，看着眼前的提示，小金只能无奈的接受。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守护世界的卫士。没过多久，舒言打来电话，电话刚一接通，就听见出大事了，快点看电视的新闻。新闻标题赫然写着小金蓄意杀害阿瑞斯工会成员，小金却十分淡定，杀只狗而已，非要弄得人尽皆知。随着舆论的发酵，小金的3名好友甚至也遭到了网暴，只有小金本人十分高兴自己竟然上热搜了。当时闲为这件事发愁时，只听见小金开口，记得半小时后来参加记者会。二人闻听此言十分惊讶，一根筋的老古董什么时候会用脑呢？连忙劝说他不要用暴力对待记者。没想到在两人心目中自己如此的无脑，这次记者会我当然是有计划才会召开。另一边的阿瑞斯工会得知此事的会长并不觉得能翻出多大的浪花，在这一边倒的舆论下说再多也是徒劳。很快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面对记者的犀利问题，小金毫不遮掩地表示自己的心情如同吃屎一样。这个答案连记者都没想到。接着小金直接承认自己杀了人，场下众人顿时陷入震惊。下一秒小金直接掏出了录音，而这段录音就是申天江承认自己是阿瑞斯工会杀手的录音。场下众人顿时沸腾起来，这反转来得太快。经过小金详细的陈述和证据，此事总算告一段落。到了夜里，小金走在回家的
的路上，周围却忽然冒出一群蒙面杀手。为首的刺客走上前，便命令老古董跟自己走一趟。可小金并未立刻出手，转身走到菜园拔了几根蒜，意思非常明显，这群刺客在小金看来连蒜都不如。见状，阿瑞斯的王牌杀手气得浑身颤抖，接着声势浩大的冲了过来。虽然气势惊人，但事实证明确实还不如几根葱。2分半后，周围的杀手只剩下一个活口。在导游的带领下，小金很快找到了敌人的大本营。只见小金来到大本营的下方，你们真是给脸不要脸，蹬鼻子上脸。与此同时的地堡深处，几名大汉正在拷问霸道工会的成员。可数小时过去，他们都没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正当敌人准备下杀手时，只听一阵爆炸声传来，小金出现在门口。你们不是想见我吗？我来了。见状，会长惊讶万分。要知道地堡内最差的猎人也是 B 级，大多是爱加级，其中被派去找他的猎人都是半步 S 级的高手，但却没有一人能扛住小金的一拳。现在看来，小金绝对是高等 S 级。这时小金给了他2个选择，一是揍到死，二是聊聊赔偿损失。被武力震慑的会长选择跟他聊一聊。小金开口就是100亿赔偿金，附加几个初级地牢就行。如此狮子大开口，在实力压制之下，会长只能无奈答应。办完事的小金很快回到了家，沙发上的世贤却一脸惊讶地看着小金。只见小金竟然背着一名红发女子回到这里。另一边的次元空间中，一名黑衣男子踏步其中，望着眼前的建筑，男子松了口气，这里就是第9层空间了吗？男人只是出门逛了一圈，就捡回来一个红发妹子。正当小金思考妹子的来历时，身边弹出一个提示窗口，新的攀登者已在路上，因为事情紧急，系统也对他发出邀请。下一秒，小金出现在阿布面前，见他来了，阿布立马睁大眼睛，然后把刚才这个通知一字不差的念了一遍。轰的一声，小金质问道：“你把我拉进来，就为了重复一遍消息，连对方是什么人、什么时间到都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阿布连忙解释道：“此次前来另有要事，这次的攀登者可不好对付，在他到之前，你必须尽快领悟魔力，不然的话恐有性命之忧。”闻言，小金莫名兴奋起来，不会是高级攀登者吧？为了觉醒魔力，老古董借用了舒颜妹子的魔法阵，这是做能帮助普通人100%觉醒魔力的阵法。可4天过去了，他却没有任何反应。作为资深法师的舒颜也从未遇到这种情况。就在2人头疼的时候，世贤缓缓走了过来：“你们这么多天都没有成功，不如去找人疏通魔力。听说在小日子国的娜美会长擅长疏通穴道，打通魔力。”与此同时的小日子国，娜美会长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一道雷刃顷刻间从地底发出。他作为高级 S 级还能勉强躲避，可身后的2名小弟可就没这么幸运，瞬间便化作了灰烬。只见敌人手握长剑缓缓走出地底，会长好奇地询问起对方的身份，原来他就是攀登者，不过他更喜欢一个名字——天魔，一个喜欢杀戮的天魔。此时老古董忽然收到紧急通知，攀登者出现在小日子国。小金立刻催促金世贤开车带自己过去，因为天魔的出现，小日子国彻底乱了套。2个半小时后，小金到达了地底，不等小金开口询问，敌人便挥舞起刀刃，数道罡风飞向老古董。小金见状，立马跳至上空，快速移动至身后，发出全力一拳，但这却被攀登者一剑挡了下来。同时后撤再次挥出一剑，小金险之又险地躲了过去。而这看似一剑的攻击，实则是无数攻击合在一起的一击。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小金选择了近身肉搏，而这一拳直接将他剑匣打碎，天魔瞬间倒飞撞在墙上。老古董见状选择乘胜追击，却被一道雷电挡住了去路。敌人也被彻底激发了斗志，在前几层空间中没有人能做他的对手，今天却被没有魔力的新手打伤了。随着攀登者施展起魔力，小金只有逃跑的份。这他们又是什么逆天的技能？闻言，敌人顿时露出不屑的神色。我所施展的雷刃，围绕周身的雷弓以及手中的天魔神剑，全是我辛苦修炼出来的能力，没有一个是来自所谓的技能的垃圾系统的力量。此时小金避无可避，一头撞了上去。趁此机会，小金立马跑至身前，再次使出了最强绝招蓄意轰拳。本以为至少可以重伤他，可敌人居然毫发无损，接着愤怒的在身后凝练出小型黑洞，这股能量顿时注入剑锋之中。小金这回无处可逃，最强一剑天雷剑气发出，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却没有受伤，反而因此觉醒了最强魔力天赋。面对踏破虚空穿越来的强大天魔，小金丝毫不慌。在他还没走出新手村之前，小金特别热衷于武侠小说的天魔神功，于是被关30年里，他不断模仿小说里的天魔神功，想要成为天下第一人。可因为没有内功，也不知道如何打通穴道，所以始终没有丝毫进展。可在雷电的帮助下，他貌似摸到了一点门道，身体瞬间被强制净化，开启魔力。只见小金身后也凝聚出魔力黑洞，开始模仿敌人的招式，一记天弹脚就踢了上去。一阵巨响过后，直播的无人机也被余波冲击，直直的砸在了地上。等到硝烟散去，小金站在爆炸中央，耳畔传来系统提示：成功抓住攀登者，信息全线提升。随后收到10天后的系统邀请。与此同时的霸道城内，霸道工会会长正观看着现场直播。当看到小金的招牌必杀时，他确定这个穿着拖鞋的家伙就是传授他武功的师傅。还记得多年前的教学塔内，他因为队友背叛遭到了一群怪物围攻，在他最绝望的时刻，小金的出现拯救了他的生命。从那时起，他便对小金一见钟情。而为
为了完成对师傅的诺言，他计划在1个月内占领东部地牢。殊不知这只是一个中二时期的误会。而累了一天的小金终于回到了家里，只见屋内出来一个人，正是之前昏迷不醒的妹子。知道自己被老古董救了，便鞠躬感谢起来，顺带介绍自己叫红玲，是霸道公会的副会长。老古董沉默片刻后问起他肩上的纹身到底是什么。这个纹身是我们公会的象征，代表所有人都在一人之下，在那人之上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天。闻言，小金尴尬地握紧了拳头。为什么我最想忘记的话会出现在他的口中？在被困的30年里，他一直生活在黑暗与孤独中，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中二病。而这些黑历史现在居然被某人做成纹身到处传播。他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一定是这个男徒弟，而他竟然成了霸道公会会长，这是老古董没想到，于是便嘱咐起红玲，告诉你们会长千万不要来找自己，绝对不要。几天后，红玲回到了公会，转告会长小金的嘱咐。会长闻言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师傅肯定是想说在我实现诺言之前不要去找他。为了早日见到师傅，看来我得加快速度。这个男人拥有一个神奇的能力，在他眼中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弹幕，上面写着他们的性格信息。原来这是小金击败天魔后获得的新能力。于是小金开始借此招聘合适的手下。不到3秒，第1位面试的猎人遭到了淘汰。对方身为资深猎人，十分不满这个结果，生气的大叫起来。只因小金一眼便看见对方是个利己主义者，明明只有D级实力，却谎称是 C 级猎人。小金生气的把对方赶出了房间。下个面试者是个红发妹子，这见风使舵的性格让他有些犹豫，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另外2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2人的性格都十分符合小金的胃口。既然你们3人是一起来的，一看就十分团结，你们合格了。最终花了2个半小时，在1000个人中招到了21人。世贤见状十分无语，哪有人面试这么快就结束的？老古董随口答道：“我选的虽然实力差了点，但都是大好人。有一点比较奇怪，1000个人里居然没有1个人是 S 级。”世贤开始科普，要知道地球上一共就5000个 S 级，而世贤也不过位于前200名。石原哥是175名，舒言是161名，在200名以内的人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小金摸了摸头，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名人。但我发现排行榜上有许多 S 级猎人名字被划掉，是为什么呢？世贤严肃回道：绝大多数人都死了，每个猎人能提升的等级都是有限的。如果出塔后的初始等级是 C 级，后天努力最多能提升3个等级。想要打破这个禁锢，就必须到达 S 级的迷宫深处拿到神级道具。当然，也有人另辟蹊径，选择抢别人的神级道具。毕竟许多猎人已经拥有道具，这种行为自然是明令禁止。杀人者会被除名移除 S 级名单，比如之前偷袭小金的阿瑞斯公会成员便是这种。很快，小金到达了目的地，看不见的沼泽。小金计划来此收集 BOSS 材料，然而一名风衣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不死心的阿瑞斯公会竟又派人暗杀，对方更是出动了5名不在 S 级猎人名单里的 S 级猎人，他们来自传说中的伏魔殿，是一个由排名前100名的 S 级猎人组成的高级佣兵团体。只要钱到位，神也能杀给你看，暗杀成功率高达100%。而现在来的4人，在被排行榜除名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威名赫赫之人，而其中的女魔法师更是排名第1的魔法系猎人。战斗刚开始，小金便被魔法禁锢起来，然而小金淡然地聊起了天，你魔法这么好，一定会修魔法阵了。在了解状况之后，小金眼神微明，你们的死期到了。阴冷的气势下的法师松开了魔法杖，画面一转，舒言惊讶地看着面前的银玉。小金拎着法师回到公司，我把能帮你修复法阵的人带回来。说着再问了一遍对方会不会修法阵，女孩眼泪汪汪地表示我会，接着默默地修复起地上的法阵。没想到排名第1的魔法师却是个胆小鬼，小金只是略微吓唬了下对方，他就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小金不要杀他。在解决完琐事后，小金转身就要去外面一趟，他先是去了一趟超市，不一会拎了个大袋子走了出来，带着谢礼朝着阿瑞斯公会走去。一进门就遭到了保安的呵斥，快点滚出这里，穿拖鞋者不允许入内。小金却不慌不忙地掏出了充气锤子，用这个打人应该不会出事吧？这是一柄传承上千年的充气锤子，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小金的普通玩具，小金却兴奋地扛着锤子来到了敌人嘴处。第2天头条新闻便报道了顶级公会竟败在气锤之下。此时的第8层空间内，白发魔女已经彻底攻占这层空间，按照约定，这层空间归我。仅存的一名战士发出愤怒的吼声，挣扎着要继续战斗。魔女轻轻踏出一步，世界便开始震动。随着第2步落下，周围的建筑瞬间化为飞灰。第5步落下之后，魔女身边瞬间爆发冲天的气势，她沉浸在世界崩塌的哀嚎之中，望着化作废墟的第8层空间，魔女惋惜地叹了口气。才第5步就结束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让我使出全力的对手。接着回头召集自己的手下，带着众多怪物朝着第9层空间开始进军。与此同时，正在打猎的小金也收到了提醒，新的攀登者出现，4小时后抵达第9层空间。在一阵亮光之后，他再次来到了系统内部。这次来的敌人比天魔更加强大。小金微微皱眉，口中喃喃道：更强大吗？旋即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这次抓住他应该可以提高信息权限了。再回到现实世界后，他来到了自己的公会，随手踢开大门后便遭到了舒言的呵斥：你就不能轻点吗？小金进门后便直勾勾地盯着新来的手下。在得知魔法阵已经修复完毕后，小金便分配给他新的任务。你不是说你的技
能是瞬间移动吗？那你肯定可以布下瞬间移动法阵吧。闻言，舒言露出惊讶的目光，你能瞬间移动，为什么还会被抓回来？因为这个技能需要在魔法阵的帮助下才能使用，要不是没这个机会，他早就逃走。而小金想要布置这个魔法阵，自然是为了快速到达攀登者入侵的位置。此时的巨国中央广场裂开一道缝隙，魔女正在与巨国最强猎人对峙。看见冰河之缝中就出现一人，巨国会长出声威胁起来：“投降可以饶你一命。”魔女被对方的盲目自信逗乐，那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投降者可以死得快些。说罢，身后的巨无便冲天而起，转眼间此地的新闻便登上了热搜第一。魔女则是提出了更加猖狂的要求：“我们打个赌吧，规则很简单，只要有人能在2个半小时内击败我，我就老老实实的退回去。但是每当一个人败给我，我就会破坏一个城市。”由于敌人过于强大，巨国很快向小金发送了求救信息。巨国部长正在为此事头痛不已。根据目前的伤亡情况来看，目前已有超过2万人死亡，其中49位 S 级猎人，81位级猎人全部牺牲。就在这时，白衣男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激动不已，那位在杀死天魔的顶级猎人小金来了。中央广场附近一道暗紫色光柱冲天而起，随着光柱的逐渐消散，小金赫然出现在其中。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只迈出一只狱卒就毁灭了一个世界，更是扬言要1天内灭绝地球。热爱和平的小金很快便传送到了此地，看着面前忽然出现的人类，6臂巨人疑惑地挠了挠头，发出滋啦滋啦的刺耳声音，吵得小金一脚踹了上去。还以为你有多强，下次不要制造噪音扰民。接着就轮到旁边的小蜈蚣，小金一个正义铁拳就砸了上去，巨齿天蜈瞬间被击飞数百米。为了活命，小蜈蚣立刻把自己知道的信息都告诉了小金。另一边的魔女正无聊地坐在废墟上等待下一位挑战者。小金的出现顿时吸引了无数网民的关注。魔女翘着2郎腿，嘴角上扬：“小兄弟，你是来挑战我的吗？谁是小兄弟？我看你一把年纪都长在了嘴上，身子一点没长，把这座城市搞得这么乱，你负责修吗？”魔女顿时被气得咬牙切齿，还从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随着魔女缓缓踏出2步，小金周围重力顿时翻了10倍。在第5步迈出之后，小金只能勉强维持站立姿态。见状，小金也不再隐藏实力，召唤出能量黑洞与之对抗。可在魔女踏出第7步后，小金感到自己的魔力开始不受控制的膨胀，整个身体仿佛要被撕碎一般的疼痛。他强忍疼痛，迅速冲了上去，要阻止魔女继续行动。然而战无不胜的怪神脚在此刻却失去了效果，被魔女一只手便轻松扛了下来。虽然暂时阻挡住了敌人的步伐，可很快魔女连续踏出3步，10步叠加之下，连空间都抵挡不住，开始碎裂。站在中心的小金更是浑身颤抖，每分每秒都是煎熬。不知道过了多久，能量逐渐散去，小金的招牌运动服都变得破烂不堪。不一会，他重整旗鼓指向敌人：“你的按摩服务效果不错，不过你的死期到了。”魔女见他如此顽强，于是决定使出全力送他上路。单手朝天，浑身散发出惊人的气势，就让你尝尝我的全部实力。在黄色的能量笼罩之下，空气变得更加沉重，小金再次陷入剧烈的冲击中。就在这时，小金忽然感觉压力一减，原来在持续的对抗之中，他的魔力等级竟得到了晋升。紧接着接连不断的提示声出现在他面前，周围的束缚感迅速减退，这让小金又回想起曾经在塔里的修行时光。尽管只是靠想象瞎练看过的小说招式，但确实让自己的实力有些许提升。想到这，小金的背后能量不停翻涌，魔力形态再次进化，竟转变成了阿修罗形态。见状，魔女暗道不妙，想要赶紧结束这场战斗。可下一秒，她的脚腕就被一只大手抓住，动弹不得。正是远处的小金伸出的能量手臂。魔女立刻用力踢开手臂，可不等迈出第2步，再次被一只大手抓住玉足。接着，小金身后的黑洞射出无数能量莲花，将魔女击退数10步，眼看无法使出天龙步。魔女气得青筋暴起，就这也想阻挡我？接着竟把10步化作1步踏了出来，10步融合的能量顿时叠加在小金头顶。没等魔女高兴多久，她的玉足便被一只黑色拖鞋踩了上去。不知何时，小金竟闪现到了她的面前。如果你的实力就这么多，现在该我表演了。只见6只手臂叠加，形成一朵巨大莲花浮现空中。下一秒，一股猛烈的能量变成手心释放，径直的命中魔女的胸口，迅速贯穿了魔女的心脏。在敌人死亡后不久，小金收到系统邀请，再次进入系统空间。他的权限终于得到了提升，变成了中低级，并且所处的空间也大了至少10倍。除此之外，阿布还拿出一个房间遥控器，只要握在手中，脑海想象所在的地方，房间就会变成同样的状态。这个遥控器被系统珍藏千年，只要握着它，同时想象周围的环境，房间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见状，系统化身发出一声惊叹，原来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人类的房间，平时他只知道使用方法，却无法使用，更是从被制造出之后就一直在这里，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闻言，小金露出同情的目光，这家伙怎么忽然看上去这么可怜？随后，阿布为他介绍了新解锁的能力，从今天起，他每天都有一次进出这里的机会。这时，小金提出了疑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总感觉我的能力要比标出来的能力强很多？
由于小金的权限提升，他能稍微透露一点消息。原来当初创造塔的人给所有人都上了锁，但是这是系统层面的上锁，所以小金的能力值才与系统不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小金的身体无视了锁，一直在成长。既然是这样，那我的实际能力值与标出来的相差多少？阿布顿时闭口不言，您的等级太低，无知晓权限。另一边的霸道工会攻城战中，会长轻轻松松就解决了排名17的 S 级猎人，在随手甩飞敌人之后，属下带着小金的最新战斗视频前来汇报。刚刚还霸气侧漏的会长此时竟娇羞了起来。当看见小金发出大招华丽的结束战斗时，会长低头傻笑起来。师傅果然一直要比我想象中的强大。而经过这么久的努力，霸道工会已经占领本国的一大半地牢，其余的都是臣服于霸道工会的地。还记得当年对师傅许下的诺言，只要师傅从塔里出去，他一定会为他准备好合适的位置。他出塔后花了数十年完成了约定，现在也是时候去见师傅。几天后，老古董收到了纪国的补偿清单，而这补偿内容不得了，便让众人看看有没有坑。不仅有补偿金和怪力乱神掉落的装备，还免费提供纪国的房子和车，以及提供工会办公场所。而这个条件可比这国的还要夸张。石原哥顺带问起那把天魔剑他怎么处理了，老古董因为不用剑便给了金世贤，这让舒颜非常嫉妒。只见他淡淡说道：“那个更好的魔法阵，还有安亚的 S 级装备，不是都给你了吗？”闻听此言，就连满脸笑容的石原哥也幽怨起来。有的人一辈子都住不上别墅和法拉利，他因为杀死怪物，国家直接送别墅和法拉利，简直爽的不要不要。舒颜好奇问道：“为什么要满世界去阻止冰河之系？总不可能是为了这些补偿吧？”而这个问题，他好早之前就想知道了。就连一向不吃瓜的石原哥也感到有些好奇。他见状敷衍说道：“自己就是想要教训那些装厉害又爱嘚瑟的怪物。”对于这个答案，众人明显是不买账的。吃饱喝足，他便独自站在玻璃窗前，而远处的教学塔让他想起被关12年的往事，看着自己的队友以及徒弟离开教学塔，但只有他被关了整整12年，这是他不能接受和理解的，也是他猎杀攀登者的原因。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结完账，三人便提醒老古董该走了。而这一天的到来，又将要等多久？10天后，又是了解猎人综艺的开播时间。因为纪国冰河之系的缘故，只有老古董一个嘉宾。此次节目邀请他前来，就是想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固有技能是怎样的。可他无奈表示，别说固有技能了，就连普通技能都没有。他在冰河之系用的招式，都是自己练习的武术。而电视台早有耳闻，便准备了2位武术界达人与老古董探讨1、2。只见2位大师立马装模作样起来，一副天下无敌的姿态。老古董见状也明白，最近拿着自己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可不少，于是他一脚踏下，抢过老者手中的普通太刀。原本普通的太刀因为魔力注入，强化了不知道多少级。只见他摆出与老者一毛一样的姿势，要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武有风险，拜师需谨慎。而这一招是从最近一本武侠小说中学到的，这一招的名字就叫做蛟蛇化龙之青龙闪。此招一出，可把导演吓坏了，直接将现场屋顶的天灵盖都掀飞了。这可真是邀请了个祖宗。老古董最后补充道：“招式不强，强的只是我而已。”看样子吃瓜群众又有瓜可吃了。综艺结束，老古董回到了工会，而蓝衣小姐姐老古董差点没认出来，这就是安亚杀手，完全是大变样。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古董的调教，他现在可听话了，一个不字都不敢说。老古董则提醒道：“如果敢逃跑，后果可不只是将他提起来这么简单。”仔细看这个女生，你敢信她以前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现在却像小猫一样温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男人，因为持续的调教，才使得她性情大变。更可怕的是，她居然喜欢上被调教的感觉，并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此时的传真机有了反应，而上面的内容是阿瑞斯工会转让地牢完成的凭据。同一时间 ，L 市的机场内，阿瑞斯工会的贺善宇刚下飞机，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买通霸道工会会长，替自己铲除老古董。因为地牢的转让，他的垄断体制土崩瓦解，现在的他就如同随时会被抛弃的棋子，只有杀死老古董，拿回地牢，他才能让自己活过来。而他的筹码非常多，钱、股份、阿提特道具，总有一样能让对方心动。此时的恩师有个男人非常恼怒，他就是阿瑞斯工会的最初创始人马顿布莱德。恼怒的缘由正是贺善宇丢失地牢的事。他处理失败者的方法非常简单，那便是杀掉即可，顺带把地牢拿回来。眼看霸道城近在咫尺，他却开始犹豫了。不管怎么说，阿瑞斯与霸道工会可是死敌，但他还是进来了。随着大门打开，眼前的一幕让他不敢相信，霸道工会美玲居然是个小姑娘。突然的安静让他害怕极了，于是美玲率先开口询问他所杀之人是谁。于是他大喊道：“就是在纪国除掉怪力乱神的金贤宇，如果能杀死他，阿瑞斯工会将把20%的地牢赠与霸道工会，并支付800亿。”没等贺善宇说完，
他便站了起来。让他没想到的是，阿瑞斯公会居然对师傅不利，这把他气的屋顶都被掀了。他打屋顶不是因为准头不够，相反，他是害怕自己一不小心把他秒了。当贺善宇得知老古董是他的师傅时，他赶忙分析到，老古董是 K 国人，而美玲却不是。大家都知道，世界共有158座塔 ，K 国的塔只会召唤在 K 国的人。他的意思很明显，两人不可能在塔里遇到过。他听完直接上手了，不仅想杀师傅，还想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美玲当时就在 K 国。闻听此言，他知道自己已经凉透了。即使他戴着面具，他也清楚自己不可能认错。而他现在的一切，比如旗袍、及腰的长发、背上的骷髅，甚至是他的名字，都是根据师傅的期望才做出的改变。对于这种否定师傅的垃圾，他准备慢慢折磨死他。如果让你养个女儿，你愿意吗？就比如这么可爱的，虽然有些粘人的样子，而这一切皆因出入功能。他现在只要有空，都会进来陪她，给她变些不一样的地方。还有这些玩具，好端端的系统空间，画风突变为养成游戏。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些事，而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回到现实后，他在跟3人一起吃炸鸡，但因为阿布说的是让他时不时会发起呆，在他所生活的地球，可能还存在没有被杀死的攀登者。因为在他出塔前，一共出现了3次冰河之系，直到目前为止，其中2条的冰河之系都没有消失。石原哥看他一直心不在焉，便问他什么时候去纪国。可老古董表示自己3天后去纪国拿完补偿就回来，这让石原哥有些扫兴。原本以为老古董会待几天，这样就可以一起去旅游了。闻听此言，他觉得更没必要了。一片废墟有什么好逛的？舒言则立马纠正道：这种程度的破坏，魔法师修复起来很快的。建筑魔法师的存在，能让10年的工程缩短至1年，所以就算出现冰河之系，也没有完全寸草不生的城市。当然，除了旅游，他们还打算去第2天的拍卖会。而这个拍卖会，金史贤更加清楚些。根据国际猎人协会消息，本次拍卖会在纪国举行。如果老古董能玩几天，他们的来回机票都省了，还能多玩1天时间。他见大家意愿这么强烈，便答应跟他们一起旅游。他答应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会猎人协会。因为猎人协会对外声称，冰河之系是否留存与等级有关，说不定那2名攀登者已经混在人群之中。虽然他可以查看信息栏排除攀登者，但一个个查实在太慢。除此之外，他还要变得更强，不管是天魔还是怪力乱神，都让他差点丧命。如果出现的是高级攀登者，说不定他早都嘎了。3天后不出意外，他们来到了拍卖会现场。4人当中，还是舒言得劲。再看看这家伙，不看也罢。此时的某处办公室，有人正在销毁转让地牢的资料，这人就是于晨明。由于贺善宇迟迟没有回来，他已经猜到这家伙铁定出事了。就在他准备开门跑路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右手突然没感觉了，随后剧烈的疼痛让他疼得跪地不起。他转头望去，发现彻底完蛋了。这个人乍一看以为是个坏人，而他不仅是坏人，还是大型公会的顶级杀手，隶属于阿瑞斯公会的骑士团，所有成员都是排名前40的强者。对于公会的叛徒和敌人，他们没有任何手软。除了这名叛徒，还有1名叛徒需要解决。只不过听说贺善宇以命丧霸到公会总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老古董。已经有4名杀手前往猎杀。只见他调侃道：一个人而已，何必派4个杀手？凭借阿提特加持，他们早就非常强了。而这属于公会机密，是严禁讨论的。此时的拍卖会现场，老古董如坐针毡，随时想睡。没过多久，拍卖会正式开始。石原哥看他起来，便调侃他：你不会结婚都穿运动服吧？对此情况，金史贤也是同样态度，多少穿点像样的衣服出来。老古董则无所谓，反正只要不是裸体，穿什么衣服都一样。金史贤见他如此，也不纠结了。毕竟昨天纪国的表彰仪式上，没有任何一条新闻是有关老古董穿着的。舒言倒没纠结服装问题，而是认真翻看拍卖列表，发现并没有 S 加级装备。说到 S 加级装备，他倒想了起来，怪力乱神掉落的装备正是 S 加级，只不过这个精髓属性和技能是一个没有，而且因为权限问题，装备介绍的重要内容全部看不到。因为好奇想卖又舍不得，而他在拍卖会也没闲着，查看起所有拍品的属性面板，只不过无一例外重要部分全看不到，这让他有些郁闷，便出来散散步。只不过刚出来，他就遭遇不测，被人从暗中偷袭。而攻击老古董的人就是阿瑞斯骑士团，因为阿提特装备加持，杀手的攻击还算不错。老古董见状面不改色，问起他们的来历，而4位杀手表示不装了，纷纷跑了出来，并掏出各自的阿提特道具，准备好好介绍一番。老古董见他们要说废话，拿起小石块就丢了过去。同一时间，阿瑞斯创始人得知于陈明已死，贺善宇可能被霸道公会杀死，便问起老古董那都派了哪些骑士团。得知是哪4名杀手后，他便知道了结果。毕竟他也没想过仅凭4人就杀死老古董，而他派去杀手只不过是为了确认一件事：圆桌会议室内有人正在等候消息。得知有2名攀登者被阻拦，让他有些意外。不管是天魔还是怪力乱神，他原本觉得第9级塔必死无疑，没想到还活着，这让他有些期待下一个攀登者出现是否还能这样幸运。
你们应该没看过这样的人，别人都是 S 加级神装装备，而他运动套装加身，拖鞋上脚，硬生生把顶级杀手干废了。因为杀手后台足够硬，连监控都被施加了阻碍魔法，不仅后台硬，嘴更硬，居然咬舌自尽了。但最重要的是，他出手实在太重，而且从现场来看，完全就是老古董单方面屠杀。金史贤见他没事，起身去买纪念品便离开了，只剩他独自一人。于是他翻出阿提特，这些都是杀手身上的阿提特装备。他打开装备属性栏，发现这些装备的名字非常奇怪，都是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更奇怪的是，名字前5个字母都一样，连起来的意思是说谎者、骗子。这跟他以前见过的迷宫装备都不一样，属性说明也很奇怪。最重要的是，完全查询不到制作相关信息，这让他怀疑，难不成他们的阿提特都是人造的？而且从他们的行事风格来看，怎么看都像阿瑞斯的尿性。于是，在第2天，他来到了阿瑞斯公会，把楼内的手下打得那叫一个惨。老古董还以为他不想说，便威胁他，可他是真不知道贺善宇去哪了，出走4天就没回来，而他只知道贺善宇去了 C 国 B 市。他听完脸颊一抽，贺善宇居然去了霸道公会。一无所获的老古董很快便回到了金史贤家里，还好奇问起霸道公会目前的相关信息。根据国际消息，霸道公会已经垄断了 C 国所有地牢，这让老古董更好奇了。他记得上次才说50%，才过了1个月左右，居然就100%，而且 C 国的地牢完全是靠实力占领，只要你实力够强，抢到就是你的。这让老古董有些意外，没想到 C 国这么乱。可一开始的时候 ，C 国地牢的转让程序也非常复杂。而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从3、4年前开始的，刚好是霸道公会的创立时间。那时的制度刚修改好，霸道公会就疯狂扩张，就像是蓄谋已久的一样。他听到这里沉默了，自己的徒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难不成自己脑抽，说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他会这么想也不无道理，因为不堪回首，所以现在的他已经记不清当时说过的话。不过当时老古董为了让他变强，可没少花心思。等他学有所成，送他出去时，他确实说过一些话，可不管怎样，他都记不起说了些什么，这可伤脑筋了。既然想不起来，他只好站起身，亲自前往 C 国问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真是一段孽缘。眼前的女子是一位土豪千金，而在他的印象中，钱能买到一切。可因为教学塔的出现，他才发现自己多么软弱无力。就在他要被杀死时，一个男人的出现让他知道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他虽然出生于豪门，但豪门也不见得好。从小感到孤独的他，第一次与一个人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今天的他又是一个不眠夜，不知不觉又歪歪了一晚上，便提醒自己赶紧睡觉去。在阿瑞斯公会这边，因为4个杀手阵亡，这2个倒霉蛋非常幸运，获得了本次任务。2人得知非常头疼，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任务并没有限定时间，所以说在旁边边缘 OB 他不香吗？稍作思考后，他越发觉得不对劲，4个人都干不过，还让他们去送死，这创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派遣31至3号的杀手，不是更容易得手吗？想到这，房间突然一阵晃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队友便被击飞出去，身后的动静吓得他赶忙抽刀，于是他极快转身挡了下来，可又没完全挡住，很快他便被对方一招制服。这个头戴骷髅的人便是霸道公会的干部。他原本是受益来拿于陈明的首级，可阿瑞斯杀手的出现使他无头可拿，所以他不得不有个其他交代拿回去。第2天，在阿郎公会的训练室内，他准备使用魔法阵去往 C 国的霸道公会。他原本是不想去的，可霸道公会新闻的出现让他没得选，这是要把他黑历史播种世界的节奏。虽然老古董到目前都没吃过什么亏，但舒言的右眼皮跳得非常快，总感觉要出大事。传送阵另一边，眼前的场景把他吓了一跳。看到这个牌匾，他用屁股想都知道这里就是霸道公会大门。因为老古董的突然出现，成功吸引一大波徒子徒孙，对于他们的不敬，他并未理会，而是跳至屋檐之上，因为他的目标是这块该死的牌匾。随后他便朝着公会内部冲去，却被徒子徒孙阻拦去路。而且他发现霸道公会所用的招式就是他的武术，只不过徒子徒孙的表现有点差强人意，居然用的这么垃圾，还真是有辱师门。趁此机会，他便准备露一手，只见他原地消失，极快来到他们身前，紧接着一道能量瞬间炸裂开来，而这里的动静早就吸引了一个人过来。只见他呆呆望着，没想到他先来了。眼前的男人让他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是一段关于徒弟与师傅之间的孽缘。眼前这位女子是非常强大公会的会长，也是世界强者排行榜第5名的霸龙。只见她双膝跪地，对眼前的男人俯首称臣。他就是美玲的师傅，也是他喜欢的人。眼前这 24K 纯黄金王座是从4年前为见师傅而准备的。这把老古董吓了一跳，这确定不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美玲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都崩溃了：如果师傅不喜欢，我就把制造椅子的家伙全都杀了。闻听此言，
言，他连忙称赞。于是他就这样来到黄金椅前，这时的他才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就坐上来了，而且美玲的表现让他压力巨大，于是他决定说点什么，但又没完全说，总感觉自己不管说什么他都很开心的样子。几番挣扎后，他查看起美玲的属性值界面，从属性等级来看，战斗能力还算不错，但这个奉献主义一看就知道他不怎么正常。于是他直接问起美玲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贺善宇的家伙。只见一条蠕虫爬了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被折磨了几天几夜的贺善宇。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便夸起美玲，而这一夸让美玲兴奋极了。当老古董走上前后，贺善宇如同看到了上帝，祈求老古董饶他一命。这女徒弟就是个疯子，话刚说完把他吓了一跳，女疯子就在后面，可老古董并没看到什么女疯子，只有一个唯唯诺诺的徒弟。老古董看他如此可怜，不准备继续折磨他，只不过前提是他能解释清楚纪国4个杀手的事。在恩市郊外的地下堡垒中，阿瑞斯创始人正在一处密室内，3位杀手见状并没有给他好脸色，好不容易刚解决一件事，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可这次跟以往不同，只要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就能获得 SST 加级阿提特，这让众人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从未听过有这么高等级的阿提特，如果是真的，意味着他们能够提升2个等级。他见众人不太相信的样子，便提前给他们展示一下。此时 K 国的高领工会内，3位会长正在讨论什么时候再去迷宫探险。舒言见他这么想获得阿提特道具，便调侃表示，你之前获得的阿提特不是一个都没出售吗？而他想获得阿提特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提升自己的实力。他们3人虽然是最早出塔的，可如今的排名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更重要的是老古董如今的实力让他们望而却步，在强者身边待久了，确实有种自己是废物的感觉。谁又能拒绝一个萝莉对自己撒娇呢？仔细看，这2个人是世界顶级杀手，可如今却被这个女生逼疯了。唯一还清醒的贺善宇便问老古董能否饶过自己，他已经把知道的全交代了，可他并不打算立马放了他，而是把他丢进一个10人属副本，只要耐力等级在 C 加级以上就不会被咬死，但会一直遭受撕咬之痛。只见美玲开口道，这个监狱关过不少人，效果都非常好。闻听此言，老古董决定将他关进去1个月再放了。就在贺善宇被拖走后，他发现贺善宇掉了个东西，居然是戒指形态的阿提特戒指，而且这名字跟4个杀手的阿提特完全一样，这下实锤了。于是他转过身便准备离开霸道公会，这让他大惊失色，赶忙询问引领自己的事。可老古董并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并表示以后再说，还敷衍他等自己解决完阿瑞斯公会后再跟他谈这件事。随后的大殿之下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思考片刻，他唤出了自己的贴身杀手，冷冷说道，以后只要发现阿瑞斯公会的人一律杀无赦。老古董离开后第一时间来到阿布房间，问他知不知道这个阿提特的来历，他则明确表示这绝对不是阿提特，所谓的阿提特是其他级别的塔制造出来的物品，通过神话等各种要素来评出等级，赋予技能和修正值之后，再放入其他层塔的迷宫当中，就成为其他层级塔的阿提特道具。老古董旋即问道，如果把其他层的物品带走，丢失物品的那一层会怎样？不出意外的话，那一层会被毁灭，因为攀登者想要离开那层塔，就必须毁灭那一层。而这个阿提特算是做得很好的仿制品，极大的可能是攀登者制造出来的，能得到那么多信息，实属好事一桩。但他实在忍不下去了，这满地的垃圾，沙发上的冰激凌，这女儿也太不让人省心了。为了给他的教训，把垃圾清除的同时，游戏机也清除掉了，这让阿布欲哭无泪，立马保证道，以后再也不会乱丢垃圾，房间绝对干干净净的。他见老古董要走，直接秒变嘤嘤怪，他急了，真的急了。此时的霸道公会外有一名杀手正虎视眈眈，他找准时机便溜进霸道公会内部，可他不知道自己能够进来是某人故意放他进来的。后方的美玲猜到，你是阿瑞斯的人吧？这把杀手吓了一跳，自己居然丝毫没有察觉。没等他说话，美玲便来到其身前，既然师傅讨厌阿瑞斯，那么阿瑞斯的人没有活着的必要。此时的老古董刚哄完阿布，可把他累坏了。可回到住所发现客厅内还多了2个人。大家都知道，穿着拖鞋的广东人看似屌丝一个，实际可能是个大佬。而今天这位拖鞋大佬在家中遇到了2位顶级杀手，2人见他穿着拖鞋，便开始嘲讽起来。没想到要杀的人居然是这样的屌丝。老古董听闻没有生气，反而非常开心。杀手主动送上门来，可省了不少事。3人在家中火拼了一阵后，便很快打到了室外。2个杀手找准空档，便召唤出自己的阿提特道具。只见他重重抛出长矛，便朝着老古董疾驰而过。可这点小伎俩他并没有放在眼里，接过长矛，老古董便准备还给他，可他发现手中
中的长矛居然消失不见。在他疑惑之际，杀手拿着长矛过来了。只见杀手重重挥出，老古董吃了个满大。只见老古董不慌不忙查看起阿提特的属性值界面，怪不得长矛会消失，原来是触发了归还技能。此时的天空出现了一张张白纸，随后柔软易烂的纸张变得锋利无比，而这些魔法是前魔法系猎人排名最高的魔道师施展。另一名杀手见状立马出手，虽说杀手是比之前的更强，但还是不够快。就在他出拳之际，纸刀疯狂朝他射去，虽被老古董躲过，但已经足够了。所有纸片瞬间炸裂开来，同时扬起大量白烟。另一名杀手则寻找老古董的空档，随时发起致命一击，即便被挡下也没关系。悬浮于天空的魔道师也会随时进行偷袭补刀，还真是要命。这要换一个普通人，早死10000次了。他调整好呼吸，便消失在原地，而这一招叫做移形换影。因为老古董的突然出现，魔道师完全来不及躲闪，可这一下并未让他受伤，因为他早就给自己施加了守护魔法。而移形换影是老古董新练的技能，弄得他气血有点混乱。经过几番僵持下，老古董并没有占太大优势。不得不说，这两人配合得非常完美，想要一下子干掉他们，还真要费点时间。虽说移形换影还有一段时间就能使用了，他也有足够把握一击必杀，但他可不想等。只见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让长矛杀手有些迟疑，难不成有诈？可他还是上了。这么好的机会放过可就没了。只见老古董吃了个满大，只不过这是老古董故意让他的，因为 S++ 级的耐力属性，别说是肾了，他全身上下硬气得很。可杀手就不一定了，这一砸没几个月怕是好不了。杀手人傻了，这阿瑞斯创始人也没说过这家伙会有这么硬。你有见过这么损的朋友吗？好心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只不过出去了一晚上，家就没了，就这损坏程度，跟废墟没啥区别。不愧是真正的损友，直接拆家一条龙，让他久久回不过神。没过多久，舒颜妹子赶了过来。所幸的是，两名杀手已被老古董制服。更重要的是，这次战斗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因为动静实在太大。战斗视频早已霸占热搜榜第一。只见老古董抓着杀手一路冲上公寓楼顶，他见高度足够，便俯身朝下。所以说，不要轻易嘲讽穿拖鞋的家伙。后续的视频更不用说了，看舒颜表情就知道有多惨。惨归惨，但却是一件好事。吃瓜群众表示一阵好评，因为之前机场的事，现在所有记者都以为金史贤是老古董的随身助理，他刚换的手机号码又被各路神仙挖了出来。老古董见他这么委屈，便安慰他，还丢给金史贤一个东西。金史贤接过这小东西，并没有立马查看，这么小的东西能是什么好东西？随后老古董便准备前往阿郎公会的魔法阵，还提醒道：“你手里的家伙可是好东西。”他看完吓了一跳，这居然是 ST+ 级的阿提特装备。随后金史贤大喊道：“老哥，我这还有好几套房子，你什么时候过来砸一下？”而老古董使用魔法阵究竟要去哪？从这两个杀手中，他终于问出有用信息，害他们来杀老古董的人就是阿瑞斯公会的创始人马顿布莱德。现在录音也有了，不怕他们不认。经过通宵熬夜，安亚终于把传送阵画好。老古董走之前还交代他一件重要的事，把这部有录音的手机拿给舒颜保管。安亚见此情况有些吃惊，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原来自己已经被认可了。老古董则挠头表示，这怎么突然就跟打鸡血似的，这么有活力。他的此次目标便是前往阿瑞斯公会的总部，可这幽暗的洞穴是个什么鬼地方？难不成安亚反水了？不等他多想，身后走出来一个人，正是阿瑞斯创始人马顿布莱德。只见他淡淡说道：“骑士团只不过是诱饵罢了，重点是为了确认老古董身份。”经过观察，他非常确认一件事，老古董就是第9层塔的守护者。此时的老古董开启查询功能，确认过眼神，这家伙就是要毁灭世界的攀登者。让他没想到的是，阿瑞斯公会居然是攀登者创建的。还有就是老古董传送的位置并没有错，是他特地将总部设置在这个坐标上，还大言不惭表示这里就是老古董的目的。看给他惯的，老古董第一个表示不服，他一拳挥出后发现他周身有道看不见的屏障，而这可不是那群杀手的低级魔法技能。随后他朝着后方快速移动，因为此时此刻攀登者的头顶出现了大量武器装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他的能力就是仿造阿提特道具，所以他被大家称为伪造者。因为仿造阿提特的攻击，他很难靠近攀登者。虽然他能够使用移形换影过去，但那个屏障的存在，他只有一次攻击机会，所以他只好直接开大了。虽然破坏王的修罗无滑击会更强，但这需要蓄力时间。他使用完移形幻影后，便来到攀登者身前，将能量汇聚于拖鞋之上，一脚就踢爆了高级守护魔法。
然后再一次汇聚能量，朝着他面门踢去。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全身的魔力直接消失，这没有魔力的一脚，当然没有任何威力。只见他拳头紧握，朝着老古董腹部狠狠砸去，将他打飞数米之远。可这都没什么，最奇怪的是，他无法再使用魔力。他则提醒老古董不要浪费力气，这个洞穴已经触发魔力冻结状态。他派出骑士团，除了确认身份，他还发现老古董的弱点就是他的大部分技能都需要和魔力一起使用。虽然这样做他自己也无法使用魔力，但他还能使用仿造阿提特，这可把老古董愁坏了。现在连移形换影都用不出，在密集的攻击下，老古董很快就被击中。不愧是 S 加等级以上的阿提特，居然破开了他的防御。他逃了一会儿，发现根本找不到出口，于是他观察起攀登者，看能不能找到限制魔力的开关。经过多方面观察，他还真找到一件可疑装备，虽然不能使用魔力，但这个魔法罩还没有强到无法穿透。只见他高高跃起，躲避阿提特的同时，来到了天花顶部，双腿一阵蓄力后重重踏出。他本就是 S 级力量，在重力与速度的加持下，他成功破除了防御结界，但这只是前提，能不能得手还不一定。老古董好不容易突破防御，却被攀登者一棍子扫开。他堪堪躲过多次攻击，便与攀登者拉开距离。虽然两人是敌对关系，但他还是不由得佩服老古董，居然能在没有魔力的情况下将高级守护魔法打破。但只是这样的话，已必死无疑。只见他掏出一把短剑，这便是勇士阿斯库兰的圣剑。虽然也是仿制品，但他因为神话特殊，拥有的技能也非常特殊，那就是能借用其他武器的技能。只见他属性全开，一下子增幅了几十个状态加成，而增幅状态下，他的速度快到让老古董都感到惊讶。虽然他肉眼能看清攻击，但就是躲不开。随后所有的阿提特都毫不留情从他身上划过。还是第一次见老古董被打吐血，他见老古董已是强弩之末，并不打算继续玩下去。只见他拿出一把长剑，而这把剑是他唯一的真家伙，也是最厉害的阿提特，名叫巨剑西干托马基亚。果然是剑如其名，长得离谱。面对这一剑，他不知道能否扛住，但现在的他也只能硬扛试试。这一剑爆发出的威力让他都有些惊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挺意外，这家伙的耐力属性可真高，这样都没死。老古董见他再次出手，赶紧打断问道：“你究竟为什么要杀我？”而他的理由与其他攀登者一样，都是为了坐上宝座，这让他有些好奇，攀登者所获得的宝座奖励究竟是什么东西。反应过来的攀登者不再多说，杀掉他才是正事，只不过已经晚了。他拖延这几秒钟时间，就是为了使用权限。随着老古董被蓝色光芒完全吞没，他来到了阿布的房间，还好有这个出入技能，不然就死在外面了。这样的变数使他破口大骂，煮熟的鸭子在面前就这样飞走了。可他抬起头发现，这魔力线并没有消失，如果是瞬移通道，魔力线应该是消失才对，现在没有消失，也就意味着他躲进了亚空间。他因为比较敏感，所以能够发现魔力线。亚空间因为局限性，从哪里进去就从哪里出来，他倒要看看地球卫士能够躲多久。老古董找到阿布，第一时间调为教学塔。只见老古董站在一处，开始了技能感悟，而他只有6个小时，因为时间紧迫和药品缺乏，只对他进行了简单包扎。就在剩下20分钟时，老古董停了下来，因为他的修炼提前完成，便准备出去大干一场。对于阿布的担心，他摸了摸脑袋道：“刚才只不过是让他的，现在就出去打烂他。”刚才还被打得半死不活，只不过过去6个小时，他便无所畏惧。他看着满脸笑容的攀登者，不由觉得好笑。看来你还不知道，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攀登者就没见过这么逞能的，以为过了6个小时就能上天不成。而他这么嚣张，并不是装的。他在塔里的12年，研究过许多武术，可有一招，不管他怎么练，都没有任何效果，更没有师傅答疑解惑。最终他放弃了。可通过不断的实战中的不断突破，他终于在6个小时修炼中感悟了此招的敲门砖，这便是移花接木。只见所有的阿提特攻击都被他推向其他地方，眼前这一切把他吓坏了。这6个小时到底做了什么？地球卫士居然更换了一个人，他承认这是他目前为止遇到最匪夷所思的卫士。只见他冲了过去，准备一招干掉老古董。他缓缓抬手后，他手中的剑便被打飞出去。与此同时，他使出了霸王镜，将攀登者狠狠打飞出去，紧接着双手紧握，把他重重砸向地面。就在他准备再次出手时，身后的阿提特及时赶来，让他不得不避其锋芒。他站起身便不再保留，因为这家伙极度危险。只见他全身萦绕蓝色光芒，只不过不是魔力，而是巨剑西干托马基亚的附加状态。提高所有武器的修正值后，便把所有武器能量集中于托马基亚。因为能量过于巨大，他挥剑的同时身体还在喷血，这是要一刀斩的节奏。只见40米大刀朝着老古董无情砍下，他
他虽然有把握接下，但还是有点小害怕。攀登者见状，原本还怕老古董躲不功亏一篑，现在反倒放心不少。可接下来的操作他看不懂了，自己的全力一击被他单手接住。不仅如此，他还在吸收阿提特的能量，吸收的差不多，他便来到攀登者面前，准备把吸收的能量还给他。而这就是移花接木第一式反击千击，他怎么都想不到，居然会被自己的能量杀死。攀登者的死亡让他的魔力得以解除，并将信息权限提升为中下级。随后攀登者开始消散，就连他仿造的阿提特也不能幸免，真是可惜。就在这时，他发现这个袋子居然没有消失，还是个 S++ 级储物空间袋，虽然只能装15个装备，但也算不错了。毕竟这把40米的大砍刀不需要扛着回去了。就在他思考如何出去时，一个大冤种出现，而他原本是来找会长的，却发现一个上身裸体男，还要求他把衣服脱了。老古董解决完伪造攀登者后，便在3天后开展筹备新闻发布会。不愧是长在热搜上的男人，这热搜从开始就没停过。对于老古董的运动装穿着更是习以为常。而此次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对阿瑞斯工会的指证，为了工会利益，屡次派杀手对自己进行暗杀。当大家听到是马顿布莱德派出的杀手，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这可是阿瑞斯创始人，因为老古董的证据实在太多，没有一个媒体敢提出质疑。老古董旋即说道，希望阿瑞斯能够给自己这样的弱势群体一个合理的解释。3天后，记者将老古董住所直接堵了，因为他们发现本国的贺善宇不见了，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是否跟老古董有关。此时客厅内的老古董刚说完自己的秘密，这让3人一时间缓不过来。原来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是第9级塔，更难以置信的是，老古董还是什么地球卫士，所以他才会满世界找攀登者，保证地球的安全。见此情况，他长叹一口气，虽然早就想过会这样，毕竟颠覆了常规认知，需要时间去接受。不过3人能够确定老古董应该是地球卫士，不然就他的尿性怎么可能满世界跑？缓过来的舒言问道，前几天使用魔法阵是不是去消灭攀登者了？老古董听闻淡淡回道，只是去处理了一下阿瑞斯，不过他并没有进攻阿瑞斯，只是把他们工会创始人杀了。碰巧这个创始人还是个攀登者。就在他准备说细节时，外面实在是太吵，金史贤见状，这样也不是个事，便准备起身赶走他们。可老古董表示自己想出去活动活动，他下楼后便朝着门口直走去。可他发现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美玲居然跑了过来，还开着豪车过来，是要闹哪样？只见他缓缓开口，声称自己是来接他的。随后他便被老古董带了回去。3人懵了，前脚刚出去，后脚又不知哪拐来一个妹子，身后的4名杀手是美玲替师傅精挑细选的贴身保镖。因为实在太碍眼，老古董便让他支走他们。反应过来的石原哥表示，这不会是霸道工会会长 S 级排行第5的霸龙吧？美玲听闻没有开口，只是点头认同。老古董也懵了，这徒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毕竟当时他除了教美玲霸王式，并没有教过其他的。你会拒绝一个开着超长款跑车，并且颜值还在线的徒弟来接你吗？反正他是1万个拒绝，但对于这个徒弟，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居然找到自己家里来，他到底想做什么？只见他跪地不起，表示自己没有完成师傅嘱托，把天的宗旨发扬光大。老古董见他又要提这事，赶忙给他一手，表示不要继续说下去。虽然有点痛，但他感到异常兴奋，师傅又碰自己了。更重要的是，师傅居然原谅了自己。搞不清楚状况的金史贤问起老古董，这个美玲究竟是……话还没说完，他便警告金史贤，美玲这个名字只有师傅能叫。另外2人见事情不是一般的复杂，便起身离开回去工作。老古董见状摸头嘱咐道，不要对谁都怀有这么大杀意，这让金史贤一时间无法接受。世界排名第5的霸龙居然是老古董的徒弟，甚至让他怀疑自己现在是不是在做梦。这信息量属实有点爆炸。就在这时，他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看完信息后，他知道鱼已经上钩了，便起身准备离开，前往城心区见个人。而他要见的人就是阿瑞斯工会的家伙。此时的他已来到约定地点，对面坐着的家伙就是阿瑞斯工会副会长卡沃德。因为会长凭空消失，他只好亲自出马。根据老古董在发布会的表现以及他提供的各种证明，会长很可能不是消失，而是被他干掉了。而且因为会长消失，阿瑞斯内部越来越混乱，所以当务之急必须立马解决老古董的控诉。而他这次要的是阿瑞斯彻底离开 K 国，把地牢垄断权交给他。副会长听完急了，这已经不是狮子大开口，简直是内裤都不给留。他则淡淡回道，多亏那几个杀手，
他还知道了不少事，而这些事都是阿瑞斯不能见光的事。他看副会长这么为难，便只要40%的地牢。虽然还是不情愿，但他别无选择。条件都谈妥后，老古董便离开了这里。躲在一旁的美玲这时跳了出来，因为师傅不喜欢保镖，他便让杀手哪凉快待哪去。还有就是，只见他伸手朝着师傅身上抓了一下，便把手背到后面，并表示没什么。老古董没有纠结他手里的东西，而是对这辆豪车来了兴致。不得不说，这辆车是真不错。美玲则转过头望向阿瑞斯工会副会长，因为窃听器的存在，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当美玲得知师傅被暗杀，赔偿还磨磨唧唧时，她心中不快喷涌而出，便命令杀手组把阿瑞斯副会长抓起来。这种情况免不了一阵折磨，她实在想不通，霸道工会会长的直属部队怎么会出现在这？眼看折磨的差不多，她便提醒阿瑞斯副会长，只要不听老古董的话，他们还会再来。在阿布这边，因为教学塔的环境太冷，他感冒了。好在老古董处理完事情后来探望他，及时发现。而卫士进出一次系统房间，阿布会有5天的召唤冷却时间，所以他只能干等着。老古董此次进来是想问问中下级的权限都有哪些新奖励。这次除了敏捷属性提升为 S 减级，原先的性格查询功能现在也升级了。升级后的性格说明会更容易理解。老古董见他不说了，便问他还有吗？可现实就是你想多了，需要升到中级才能解锁更多东西。老古董往后一躺，表示啥时候才能升到高级，获取自己被关塔里的信息。阿布看他对自己挺不错的，便开口提醒他，有些事不一定要解锁等级才能知道，攀登者说不定能够解答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些攀登者会在通关12层塔后选择从第1层重新攀登，这就叫反复攀登者。他听完一下来了精神，这要是遇到必须吊起来好好问问。还有就是攀登者的来历和宝座奖励，有机会的话也得向攀登者问个清楚。老古董见事情问的差不多，便准备离开系统房间，可阿布急了，你的事情是解决了，可我的事情还没解决。老古董无奈了，一个破游戏机而已，居然比自己还重要。第2天天气晴朗，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个盖房的好日子。眼前这栋别墅就是美玲在 K 国专门为师傅建造的。金史贤见状，赶忙掏出手机查询起来。K 国还有这种地方吗？他看完直呼好家伙，直接把新城市臣民包了下来。这把老古董吓得不轻，赶忙问道：“这到底花了多少钱？”可他只字不提，反倒说这都是应该的，真是造孽。他彻底想不通了。虽说自己救了他，还虐待了他，可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难不成他……大家思考一下，女生在什么情况下会给一个男人买别墅？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当事人的想法。因为美玲对他实在太好，他便开启性格查询功能。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绝对现身主义对象居然是自己。于是老古董认真问道：“你不会是个变态吧？”金史贤听完不淡定了，这么明显的事居然还想不到。回到家后，他还是想不明白，他送别墅到底图什么。就在这时，那个变态美玲，你还不回国吗？这让美玲有些沮丧，还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让师傅感到不舒服。老古董则委婉说道：“你是霸道工会会长，当然应该回去。”可美玲不愿意，还说师傅身边才是他该待的地方。好不容易支走美玲，金史贤恰好过来看到了什么，便好奇问老古董：“你是不是对霸龙做了什么？不然他刚才为什么在傻笑？”老古董听闻尴尬道：“你就当没看见吧。”而他这次过来是问老古董什么时候前往 A 国，因为新闻上说国际猎人协会正在找他。金史贤对此猜测到，可能是他实力为 S 级，所以世界排名审查组想让他去注册排名。可老古董并不想去，毕竟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可每一个排得上号的，没有一个人会缺钱，大家去注册排名都是为了荣誉而已。既然如此，他便答应前往 A 国看看。几天后，除了金史贤，还有美玲也跟来了。金史贤面前这位便是国际猎人协会最高成员之一的连姆 L 奥尔，毕竟是前辈，老古董还是非常有礼貌的。可美玲就不一定了，除了师傅的手，他谁都不会握。金史贤好奇问道：“这测试一般没有接待员，他怎么还亲自接待？”而这当然是因为他是老古董的老粉丝。不久后，他们便来到测试的地方，眼前的球体就是 S 级猎人专用测试仪，只要把手放在上面，就会比较所有猎人信息进行强弱排名。这让老古董感到可惜，本以为还要揍几个人，没想到这么简单。不过也好，这样倒是省了不少事。他将手放在测试仪上，反倒让3人心跳加速。这个成天惹事的家伙究竟会是多少？只不过测试成绩出来后，不仅2人吓了一跳，就连他本人都惊出一身汗。回到老古董测试前几天，在阿郎工会会议上，金史贤扭扭捏捏说道：“女生一般喜欢什么礼物？”这让舒言意识到，这小子难道恋爱了？在阿瑞斯工会这边，由于马顿·布莱德凭空消失，股价直接一泻千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古董的出现。此时进来一个人，就在他准备破口大骂时，
他发现是国际猎人协会的人最高要员之一的梅森。他声称与马顿布莱德关系很好，所以才会出现在这里，还声称自己是来帮助阿瑞斯渡过难关。梅森拍拍肩膀道：“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阿瑞斯一定起死回生。”在老古董测试现场，他正一脸茫然盯着显示器，无法测定是个什么鬼。连姆见此情况也懵了，因为从未发生这样的情况。为了排除机器损坏情况，金史贤便准备再测一次。这一测不得了，他发现自己巅峰赛段位掉了。就在大家想不明白时，一旁的美玲站了出来，眼看丢人要丢到国外，老古董赶忙让他住嘴。为了让老古董不虚此行，连姆赶忙安抚道：“等下就是国际猎人协会的成立纪念会，保证能吃到不少好吃的，说不定年会还能找到其他测试办法。”来到年会现场，老古董不仅吃了不少好东西，就连餐盘都被舔得发亮。美玲则在一旁记录他的喜好，像极了恋爱最初的样子。连姆见时机成熟，准备脱口出世，身后传来不速之客的声音。这便是以坦克著称、世界排名第3的特拉罗猎人。他让众人谈风色变的原因，是他利用猎人的力量，明目张胆做非法之事。由于没有杀人记录，所以他才没有被除名。对于他的不礼貌行为，老古董立马反客为主。坦克作为人见人怕的存在，什么时候被当众嘲讽？只见重重一拳被老古董随意躲过，世界第3也不过如此。老古董挺直腰，毫不犹豫使用霸王劲，这种人就是欠揍。可坦克猎人拥有固有技能金刚不坏，攻击过后是一点事没有。他抓起碎石便朝着老古董狠狠丢去。老古董见状并未躲避，一拳就把碎石打得粉碎。坦克则借此机会绕至老古董身后，一拳朝着背部打去，只不过被老古董双手挡住倒飞出去。吃瓜群众见此情况四下逃窜，连姆虽冒冷汗，但他并未离开，反倒上前劝阻坦克收手。只不过未等连姆开口，老古董率先嘲讽起来，这一点攻击连挠痒痒都不配。此刻他抬起小手，一拳就将他打飞。还未等他反应过来，老古董已出现至身后。美玲则掏出手机记录老古董的每分每秒。没过多久，坦克便瘫倒在地，臣服在他的拖鞋之下。随后他反应过来，现在自己岂不是排名第3？可惜排名第1没来。这样的女生大家会喜欢吗？不仅送喜欢的人跑车，送别墅，还送大把大把的钞票。此时某处荒郊野岭外，有个人正盘坐于地上修炼绝世武功。由于修炼大成，他站起身便准备离开这，开始自己的计划。而他就是 S 级世界排名第1的猎人武神。在纪念会上，老古董荣登榜3的事，才没几分钟就传遍了全世界。虽然是件好事，但总感觉会出事。仔细回想起来，老古董出塔后就没干过一件正常的事，直接把猎人圈子搅个天翻地覆。舒言没有继续说他，而是提起金史贤，因为他发现这个精神小伙貌似有了女朋友。由于老古董在纪念会上与坦克发生战斗，并成功登上榜单第3，连姆便安排他住在协会里。究其原因是他有事情需要帮忙，于是今天他邀请老古董出去聊一聊。身后的美玲则有样学样，双手插都跟了出去。可老古董不让，嘱咐他就在房间，这让美玲怒目相对，可把连姆愁坏了。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他只好满脸幽怨地走回房间。这情况让金史贤感到害怕，场面更是一度尴尬。为了缓解尴尬，金史贤率先开口，问他是如何认识的老古董。只见他哼哼唧唧道：“想知道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说出老古董喜欢什么。”这可把他难倒了，因为老古董貌似没有特别喜欢的物品。就在这时，金史贤不由自主说出一个字：钱。美玲听完赶忙站了起来，一下子就冲了出去，搞钱要紧。看到他这么亢奋，金史贤都不好解释自己是瞎说的。此刻的会议室内不仅备有好茶，还有茶后甜点。老古董见此情况，便让他有话快说，有屁就麻溜的放。而他要拜托的是事关猎人协会最高要员的梅森，他的背后因为有强力猎人支持，最近已蠢蠢欲动，而他也需要有新的底牌应对突发状况。老古董回来后，递给金史贤一袋饼干的同时，发现这是要送给谁的礼物吗？这一问让他立马紧张起来，这只不过是纪念品而已。很快，金史贤得知老古董答应了连姆的条件。老古董虽然看似什么也不用做，但他的加入以及背后言听计从的霸龙，使得他在无形之中有着巨大的威慑力。而他答应的条件除了物质外，还有就是能随意使用瞬间移动魔法阵。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2周后参加世界排名前50强年会。此刻的阿瑞斯公会，梅森已经解决他们的分裂问题。虽然这明显是一件好事，但他更加害怕梅森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做到的。而这起死回生的秘密，全在手中这颗黑色的东西里。可要想知道答案，就必须替他做点事。你有见过这么狂的家伙吗？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别人的头颅捏碎。在2周后的阿郎公会，老古董又来使用魔法阵了。对于老古董的不请自来，这让舒言有些反感。老古董见此情况，决定换个地方，而这意味着他得重新画，而且还得加班2周才能画到现在这个程度。此时身后的动静引起他的注意，这让舒言想了起来。老古董之前抓到的阿瑞斯杀手，现在还关在里面。
书颜刚打开，一个脑袋就伸了出来，这把他吓得赶忙关上。老古董见此情况，便打算亲自解决。由于被关在小黑屋太久，他现在只相信光，并声称自己有问必答。既然如此，那当然得好好问问。此刻的纪念会上，这完全就是一场单方面屠杀。为了减少伤亡，连姆一直在疏散现场。即便如此，还是死了不少猎人，其中不乏连姆的支持者。坦克的出现让连姆背后一凉。就在这时，连姆的支持者出手挡下，而他的另一名支持者已经被梅森的人制服，就连拿着巨剑的家伙也被坦克打倒在地。这让连姆嘶吼道：“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而他做这些是为了让世界灭亡。话音未落，老古董已出现至身后。对于他们滥杀无辜的行为，让老古董有些不爽。他走上前便问连姆什么情况。连姆还未开口，对面草帽男反倒自我介绍起来，表示自己是武神，而这个武神就是世界排名第1的家伙。老古董不认识没关系，但武神知道老古董，因为他的计划是灯塔，所以老古董是他必须要杀的。还未等老古董反应，武神率先出手，他则抬手接下，这可省了不少事。2个遗漏攀登者都出来了。可奇怪的是，眼前这个家伙居然能查到属性值，甚至还能查看技能，难道是个特殊攀登者？武神此时摘去草帽，便冲至老古董身前，率先发起攻击。老古董赶忙后仰躲了过去，顺势撑地，一脚踢在武神面门，可惜被他格挡挡住。只见他瞳孔瞬间放大，把老古董直接丢了出去。美玲见状，准备过去帮忙，却被一个大汉拦住去路。可如果抛去上半身，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此时的楼外，武神已经进入狂暴状态，这种压迫感让老古董有些生气，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攀登者，但这压迫感和攻击力度跟攀登者毫无差别。别的主角都是要死才开打，而他刚上来就马力全开，幻化出4臂3莲花。他原本并不在意，可他发现他现在居然不能动了。而这一招他早就进行了优化，灵感正是来源于怪力乱神，短暂膨胀周围魔力的同时，蓄力修罗无滑击，这样就能100%命中。眼见蓄力完毕，一道光束疾驰而出。虽然这一招威力惊人，但他愣住了。因为这一招他抬手就接了下来，一根毛都没少。而接下来轮到武神发起攻击，只见他一拳挥出，重重打在老古董后脑勺。武神见他踉跄倒地，撅起屁股，朝着屁股就是一脚，看着都疼。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太差，武神还冷言相对，不过是一个没有丹田、单纯只会释放魔力的废物，如果就这点实力，是不可能打败习武100年的我。他听完愣住了，习武100年怎么可能？突然，他想起武神的固有技能回归。由于回归技能，他修行了数十个武术，并且每种武术他最少都修炼了几十年。既然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武神便摆好姿势，准备送老古董上路。速度之快，让他完全反应不过来。而这天魔掌直接打在腰上，巨大的能量把他狠狠砸向地面。只见他捂着腰，有点难受。这腰如果被打坏了，美玲绝对要暴怒。老古董此时背后一凉，还真是没完了。只见武神使出青龙角腿法，并在过程当中轮番切换不同武技，让他完全处于被动当中。一波攻击后，老古董还未战败，他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确实耐打。老古董原本打算进入系统空间避一避，但如果这样做，其他人就会非常危险，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也只能硬撑下去。在这时，熟悉的环节再次出现，他的耐力等级再一次升级。老古董怕不是属蟑螂的，怎么打都不死。武神此刻并未意识到严重性，还在悠闲搓着大招。只见一条黑龙迸发而出，可这一击打在老古董的虚影之中，因为他已经来到武神身前，并且成功学会了天魔拳，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控制魔力，而且他除了天魔拳，还把他使用的其他招数都模仿。这一下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老古董之所以能学会，是因为在一开始他就把大量魔力集中到眼睛，观察武神如何引导魔力激活全身穴位。千万不要小看女人，说不定下一秒她就会把你压在下面。这个牛高马大的男人慌了，这女人也太可怕了，居然这么快。美玲为了师傅能够安心对决，便打算将2人杀了。此时外面的老古董正在班门弄斧，完全模仿武神的招式，而现在反倒是武神招架不住了，这让他暗自心惊，这家伙就是怪物。自己花费数百年才修炼好的武术，他居然在看完一遍过就能融会贯通。大家都知道，变强的常规操作下，那就是变身。武神的终极能力便是魔神附体，可变身谁不会？只见他全身魔力喷涌而出，随着魔力苏醒，暗红色的魔力化身为一道道天雷，而他施展的这招正是天魔的雷令神功。而这番景象让美玲赶忙走了过来，不愧是师傅，身体越来越强了。战斗开始，2人便疯狂输出，可打了好一会儿，不管是老古董还是武神都没有占到任何优势。由于魔神附体过于强势，他并不能维持太久，于是他调动体内所有能量，凝练最强一招。只见黑褐色的死气喷涌而出，正中老古董腹部，可他一点事没有，死气被他身前的雷电全部抵消。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刚才那招，并在极短时间内对这招进行改良
加强。只见莲花盛开，3道巨大雷光发射出去，巨大光亮照亮漆黑的夜。系统面板的弹出，他知道武神已经死了，信息权限还成功升至中级。看完最后一条信息，他便瘫倒在地，同时发现打败武神居然掉落了装备，是一件叫恶天之源的 S 加级装备，而这迷宫石指数和预备攀登者，老古董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他见美玲赶到后，终于放下心来，倒头就睡。而刚才的战斗貌似被某人记录了下来。此刻的圆桌会议上，黑斗篷的家伙正在汇报老古董战斗的情况，得知预备攀登者都被击败，他不由夸赞起来。只不过目前为止，老古董都没遇到高级攀登者，而就神作已经到达8级塔，他应该蹦跶不了多久。由于纪念会的屠杀以及世界第一武神被他们会场杀死，现在世界乱套了。虽然这是件非常悲哀的事，但他们作为老古董公会的成员感到非常兴奋。没想到会场这么强，老古董的名字更是霸占各国榜首。可在这场战斗中，各国的猎人死伤惨重，侥幸存活下来的好多都已经残疾，这让所有国家的战斗力聚集，可不是一件好事。他是地表最强、桃花运最好的男人。由于老古董身负重伤，舒颜来看望他，好在还能醒过来，没有变成植物人躺1年。查看完老古董伤势，他便转身去办住院手续。此时的他非常虚弱，只见他抬起手，手就一个劲的发抖，简直虚得不行。他此刻有些苦恼，好不容易遇到一位武术指导，却被自己弄死。突然他想到了什么，2天后他来到阿布房间，询问这迷宫石究竟是什么。随后阿布掐指一算，还真找到了。这个答案就在迷宫当中，因为攀登者前往下一层都是通过迷宫。他随后问起有没其他奖励，阿布便让他打开属性面板，发现几乎所有指标都上升了1级，并且多了一个心理技能，1天2次能够读取别人30秒的想法，但这个技能对攀登者无效。还有就是通知权限，现在能够准确提示攀登者出现的时间和位置。除了奖励，阿布还根据现有数据推测出一个可能性。老古董走出系统房间，便把美玲叫了过来，因为他想知道徒弟都在想些什么，差点没把他呛死。这徒弟果然不正常。美玲见状问道：“是不是楼下记者太吵了？要不要下去解决他们？”他朝窗户望了望，这种事还得自己解决才行。嘴上是这么说，但真要下来，确实挺烦人。话筒直接怼脸上，老古董无奈挥舞起小拳拳，一个不小心撞在记者的胸口上。而这名记者没挂比他还狂，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于是他大吼道：“听说金贤与猎人借用年会屠杀猎人，这是真的吗？”老古董虽不知道哪里招惹了他，但就这个问题，可没给他好脸色。躲在一旁的美玲见此情况，叫出杀手，准备给这位记者大人一堆颜色看看。几天后，全世界都在说老古董的好话，这可真不正常。娱乐圈的水真深，前天还在骂人，现在却一下子洗白了。随后，金史贤好奇他为什么一定要跟自己去迷宫，而这是因为他的工会没有地图。美玲此时主动出击，悄悄坐在他的旁边。老古董非常自然抬起手抚摸美玲的秀发，这让美玲脸颊通红，大庭广众这么亲密不太好吧？他转过头，对于此情此景想起了二徒弟，也不知道这家伙现在过得怎样了。在塔内送走美玲后，又出现了一个女生，并主动要求训练他。贤弟见他又在发呆，便低头看起手机，发现前几天骂最凶的记者居然离职了，并在离职后失踪。他看了看老古董，也不像这样的人，但如果是这家伙，还真不好说。以后还是好好对贤宇哥吧。如果有个人送你别墅敢住吗？反正他是真不敢。由于纪念会屠杀猎人的事情传到全国，梅森已经成为眼中钉，每个国家都在虎视眈眈。连姆更是因为老古董存在，掌握了猎人协会大权。眼看老古董如期来到阿瑞斯，让他非常无奈。这情况直接触发孤立无援，可惜他不是杰克。老古董怕他动歪脑筋，特地拿来一粒定心丸，而这段录音就是6号杀手的。这让他意识到，之前那些家伙惹了个狠角色，却让自己擦屁股。此时的别墅区，美玲正在听取最近工会的情况，国内已经占领100%的地牢，只不过他并没有认真听，而是在思春。此时赶来另一名杀手，是来汇报记者的事，而这名记者并非美玲所为，在动手之前就已失踪，这让他有些恼怒，自己要处理的人居然被捷足先登，并且现场只留下这个标志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为了更好陪在师傅身边，美玲把工会交由他去打理，可把他高兴坏了。没想到会长如此信任自己。到了晚上，金史贤看不懂了，有别墅不住，为啥跑自己这来？可他不好再说些什么，便问他白天去阿瑞斯的事。由于心理技能，他确实发现一些事，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跟梅森还有关。既然事情做到现在这样，老古董也不好辜负他们计划这么久。几天后，在议政地区 A 级地牢内，有一个人正在偷偷摸摸，而他是阿瑞斯管理部吴硕轩，因为他有固有技能隐身，所以被派来地牢投毒。只要他把这个埋进老古董的地牢，他就能升为部长。只不过这种人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没过多久，他便把这个小偷带到了阿瑞斯工会，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绝望。他拿起石头朝他头顶就砸了过去，老古董毫不客气，只要他不说实话，就直接敲烂他的头。这哪里是来谈条件的，完
完全就没得选。这个黑色的东西叫隐性，只要埋在地牢当中，就能引发怪兽波，而这怪兽波是教学塔出现之初最常见的灾难之一。由于当时猎人稀少，有些地牢还无法攻下，当地牢的怪物没有清除，怪物数量超过地牢承受极限时，就会出现怪物涌出地牢的现象，这就是怪兽波。而这块隐性魔晶石能够人为引发怪兽波，到时候就可以用疏于管理罪名，让老古董交出所有地牢。可奇怪的是，他与梅森并没有过节，何必联合阿瑞斯做这种事？难不成有其他目的？地球上会有外星人吗？会不会像这里说的一样，来到地球后便慢慢融入社会，并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机构，为的就是在时机恰当之时瞬间毁灭整个世界？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外来人，说不定早已被渗透很深，步步为营，获取地球绝对的权力和资源，成为世界的最高首脑。原计划是武神屠杀猎人作为开端，再利用隐性引发世界怪物潮，可老古董的出现让棋局瞬间崩盘，这可是他苦心经营数年才有的结果。虽然很气，但好在还有 B 计划，不至于没有机会。在开始之初，他被地里培养了一支神秘组织，只不过武神的培养让他暂时放置了。他现在回过头发现，这支队伍比武神更加强大，只要投掷好隐性就能够扳回一城。可身后突然出现的老古董差点把他吓傻，而他会找到这都归功于阿布。根据阿布收集到的资料，梅森与第一次冰河之喜完全吻合，是突然出现的家伙。从那以后，他就插手世界各种大小事宜，而且武神是他的人，一个既不是攀登者又不是卫士的人是不可能知道世界的真实情况，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身边有攀登者。而根据事实来看，也确实如此。既然已经确认无误，老古董便不再留手。梅森此刻气得青筋暴起，就没见过这么粗暴的人。为了赶快回去吃饭，他便开始凝聚魔力，争取秒杀。只见他轻轻喊道：“住手！”老古董听完发现，身体不听使唤的同时，也停止了魔力运行。由于身体动作停止，他自己倒了下去。梅森则一怒之下将他踢了出去。他原本还想着让神秘组织出手，但他没想到老古董会自己送上门。他的总部经过数年打造，已建造出近乎完美的全域，虽然范围只有200米，但从老古董出现的那一刻，梅森就知道他跑不掉了。只见他淡定问道：“攀登者还有几名？”他见此情况，也想让老古董死个明白，可遗憾的是，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废，便问他知不知道反复攀登者。而这反复攀登者是指失去权限和宝座被迫退位，为了重新获得这些再次攀登的人，这类人被称为救神座。既然该问的都问完了，那么刚才那一脚也该好好算算了。都说反派死于话多，可他死于话少。既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那就没必要躺下去了。这把他吓了一跳，这逼怎么突然能动？正所谓事在人为，他不信这次还能动，于是命令他自己掐自己脖子。就这，真的啥也不是。这一招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他只知道整个穴道充满魔力的同时，来抵抗外部魔力的侵入不是难事。当时的武神抵挡修罗无滑击用的就是这招。此刻他高高跃起，直接使出全力一击，画面略显残暴。上一秒还豪华城堡，现在变成了材质上等的豪华废墟。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收到消除攀登者的成功通知，所以他无奈找到连姆要人，把梅森是灾难怪物的事告诉他。虽一开始不敢相信，但听完录音后，连姆不得不重视起来。还有就是报告他去梅森总部杀梅森的事，替自己控制好舆论方向。非常可惜的是，并没有将梅森杀死。从现场情况来看，很大可能使用魔法逃走了。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跳出的通知面板让他完全看不懂。在某处，梅森通过传送技能成功逃脱，而这里就是 B 计划神秘组织的总部，并且这支队伍已经成功吞掉整个一周。这支部队的首领更是他的得意之作。迎面走来的首领就是老古董的二徒弟。此刻的梅森还未发现事情的异常，我只有一手凉凉送给他。他此时发现身体突然剧烈疼痛，这老古董真是个怪物。当他低头望去，自己的胸膛早被穿透，凉得不能再凉。尽管他极力挣扎，但没有任何卵用。伊鲁米蒂全体上下无人在乎他的死活，因为这个组织的本身就不是为他建造的，而是为了师傅。梅林可谓是死不瞑目，而他永远是老古董最坚硬的后盾。因为事出突然，老古董便来到阿布房间，经过确认，这条系统信息确实没错，攀登者已经死亡。可这时间差有点长，总不能流血身亡了吧？他思考片刻，不再多想，反正死了就行。阿布见他没事了，便说起自己的事。这个 VR 眼镜说不定能提高工作效率。老古董没想到几天不见，这家伙脸皮见长了。既然攀登者已经死亡，他刚好能够赶上，那便是前往迷宫找迷宫石。你能想象一个直男歪打正着说了句情话吗？他此刻有些疑惑，为什么不带多点人？可老古董的回答是：有你就够了。这把美玲激动坏了，看样子师傅并不是块木头，还是有温度的。老古董翻阅新闻发现，连姆的效率还挺高，才几个小时就搞定了。而接下来只要搞清楚乐天之源的作用就行。此时的迷宫内，老古董抬手就是一群哥布林大妖，3位会长则在一旁观摩，时不时还喊起666。其实他们3人也可以抓这么多。
而区别就是他们不会像老古董这么轻松。当然，除了实力外，老古董的人气也不差，那绝对是顶流的存在。他这又赚了不少。随后，老古董便准备离开迷宫，因为迷宫时指数已刷至100%。老古董原本以为有多难，没想到击杀怪物就能获取，简直跟喝水一样简单。可经史贤想起，老古董貌似看不懂地图，而美玲尴尬表示自己也看不懂，不愧是师徒，连知识盲区都一样。这时，他表示自己跟他们一块出去，反正直播赚的钱都够买套房了。在罗林之城，这个记者被绑架了，绑架他的人就是二徒弟，他衣领处的标志就是伊鲁米蒂的象征，这让他想起了什么。在前几天的一次交谈中，他的同僚劝解他不要报道对老古董名誉受损的事，而他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标志，而他作为徒弟，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老古董回到住所，便准备使用乐天之源，能够将使用者带到指定攀登者装备的使用人身边。在走之前，他嘱咐美玲好好看着地牢，自己则去见个人。随着乐天之源发动，他来到另一方世界，而他要找的人此刻就站在他的身后，没错，就是天魔。老古董的出现吓了他一跳，杀死自己的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老古董见状懵了，这怎么跟阿布说的不太一样？明明是回到装备使用者的过去，然后他就可以拜师了。可天魔现在的反应明显不是回到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挠挠头，不再深究，反正天魔在就行，因为他来这就是为了学习武术，解答自己的疑问。只见天魔一脸嫌弃，并让他赶快滚。在8级塔中就神作美猴王，正在清理8级塔的卫士，简直轻轻松松。废话不多说，他直接掏出如意金箍棒，毕竟他赶时间。都说撒娇男人最好命，他为了学习武功，连面子都不要了。对方看完直接吐了，并骂他傻叉。他闻听此言不装了，果然还是拳头好用。可他毫无波澜，现在的我，你完全不是对手。老古董是来学武的没错，但如果嚣张，他不介意再杀一次。但结果就是，仅是轻轻一掌，他就被打飞出去。而在后续攻击当中，老古董一次都打不中他。反观天魔，都是一招解决。这让他想不通了，差距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如此巨大。天魔则告诉老古董，他之前身陷桎梏，所以无法发挥全部实力。他由于成就过低，被划分为中级攀登者，所以实力受到限制。而他的真实实力早就媲美高级攀登者，因为这里是虚拟空间，所以实力不会被限制。在这里待得太久，确实无聊，于是他答应老古董可以教他武术，但前提是杀他一次。还顺带提醒一句，即便在这里死亡，也不会真的死去，因为虚拟空间内系统抹去了生与死，在这里你连死亡的权利都没有。此刻金史贤家中，美玲极度不开心。金史贤见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每次老古董不在，他就会这个样子，看上去就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除此之外，脾气还非常暴躁，还有这些贴墙杀手，真是哪都有他们。他现在的想法非常简单，公寓建好，马上离开这，实在太危险了。而在这段时间里，美玲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这个袋子会说话，里面总会传出声音，而且她还发现，貌似除了她别人都听不到。虽然很好奇，但这是师傅的东西，她不能随便乱动。此刻袋口又传出声音，表示自己能给他一部分利益，而他是魑魅魍魉的主人，名叫怪力乱神。画面回到虚拟空间，他们的打斗一刻都未停止。老古董此刻已经被杀100次，而每次死亡过后，伤势会很快恢复如初。虽然不会真的死亡，但这口气完全咽不下。这家伙就是在羞辱人，但是天魔真的很强。不过这都没什么，只要继续打下去，总会有打败他的一天。于是他集中所有注意力，只为一件事而生，那就是战胜天魔。可结果没有任何改变，天魔还是一刀接着一刀，想要摧毁老古董的武道之心。在此期间，他试了所有办法，但都撑不过3秒。他所谓的绝招更是不堪一击，而他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坚持。你知道男人需要具备哪些优点？如果我告诉你，你做这件事会失败上万次，你会继续做吗？而他即便死上1000次还在坚持，因为老古董心想，只要能杀天魔1次，他就会传授武术。可他一开始并不打算教老古董，只是随口一说，毕竟被这样的垃圾杀过1次，他便借此机会杀他100次出气。可到后来，他开始对老古董充满敬畏，但他越不放弃，天魔内心越发不爽。于是天魔打算一刀一刀的摧毁他，让他完全失去信心。但是他每次都能站起来，看不到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可他不幸有这样的人，就这样的废物，明明几招都撑不过，他到底哪来的勇气，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直到他杀死老古董第2900次时，他才想起来，这种感觉他以前也有过，而这种感觉就是危机感。但成为攀登者后，他再也没有过危机感。不可否认，人在弱小时会不顾一切的变强，而当初弱小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变得无比强大。老古董死亡第2995次后，战局开始出现转机。美猴王此刻席地而坐，毕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他转头发现，终于有人回来了，这是他的同伴，名叫青狮。美猴王一上来就开始抱怨，因为这头蜥蜴他3个月前就杀死了。除了青狮，这2名也是美猴王的同伴，上面的是大鹏，下面的姐姐叫白象。虽然他们已经成功清理第8级塔，但是没啥可炫耀的。毕竟他们都曾登上过宝座，却用了5个月消灭第8级塔。那么接下来就是前往第9级塔，而这次他打算制定一个计划，那便是每人负责一个方向，美猴王负责清除南边，争取2个月内消灭第9级塔。此刻金史贤在家中，而电话那头传来非常急促的声音，问他老古董在哪。经过猎人协会设备侦查，国内会在3小时后出现大型冰河之气，可老古董在哪，他们是一点都不清楚，他们只知道老古董可能在这把剑。大家都知道，变强的道路会失去很多。他此时已在虚拟空间被杀了5000次，他们早已忘记时间，唯一能够衡量时间的就是天魔杀死他的次数。但是这个疯子斗志反而一点没有减少，还在持续上升。他这种行为无异于以卵击石，可他却坚持了5000次。同时，他还是一条疯狗，只要被他盯上的猎物就会一直死死咬住，所以他开始有了敬畏感，确实是个男人。到目前为止，天魔也攀登过不少地方，看过各式各样的人，但是老古董这样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那就勉为其难，教他点有用的。于是，在接下来的战斗，天魔都会有意无意的指导他。对于突如其来的指导，他照做了，并告诉老古董，雷令神功的真正奥义可不是模仿一下就能真正学会的。终于在死了8000多次后，他的雷令神功已经初具雏形。在他死亡第14242次后，他终于明白什么叫雷令神功，魔力应该怎样融入每个穴道当中，怎样用最少的魔力让雷令神功一直保持最强状态。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是老古董确实已经掌握了雷令神功，而他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使用雷令神功创造属于自己的武功。在国际猎人协会内，每个人都非常忙。10分钟后，他们将迎来严峻考验，因为这次灾难在不同位置出现了4个，即便有老古董也没办法同时处理4个。由于大屠杀的关系，猎人实力短期内无法恢复，这让连母头疼坏了。更糟糕的是，他联系不上老古董，可连母并不担心他所在的国家，毕竟以前也经常联系不上。可实际情况是，老古董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们并没有通告老古董失踪1个月的消息，所以这次灾难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以及霸龙在虚拟空间内，他已经死亡了14242次。不一样的是，死亡次数不再增加，因为他再也不会死在天魔手中。他此刻已经脱胎换骨，不再任由他人抹杀。老古董原本魔力就很庞大，加上现在的合理运用以及自己的武功，他已经成功出师了。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击败了天魔，眼看终于能杀天魔一次，他也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老古董却一脚踢了空气，只见他挠挠头表示，徒弟怎么能杀师傅？可他并没有领情，并让他赶紧滚蛋。尽管天魔的嘴很臭，老古董还是感谢他的教导，一个令人讨厌的师傅。虽然老古董是个疯子，但有徒弟的感觉还真不赖。天穹之上出现一个可怕虫洞，下方的各国军队已等待多时，因为在这个虫洞内会出现毁灭世界的怪物。刚伸出一只脚，他被下令开火。怪物见状毫不理会，任由导弹打在身上。可低级文明的武器对怪物身体造不成任何伤害，连挠痒痒都不够。而这个怪物就是美猴王。就在他准备下令实行 B 计划时，猴哥便一把抢过通讯器，高高跃起的同时，挥动手中如意金箍棒，准备速战速决。而在 T 国的大鹏，因为比悟空更快到达地球，早将此处变成一片废墟，这让他有些意外。没想到第9级塔这么不堪一击。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这让他感到意外，居然还有人过来送死，并且问他是哪来的杂毛鸟。他听完直接发动技能，准备送他一个火焰大礼包。还没等他送出去，老古董率先出手，一阵噼里啪啦过后，大鹏被电得连根毛都不剩。随后系统传来提示，是他杀死大鹏的通知面板。但是这位置说明让他感到不可置信，自己什么时候来的 T 国？难道传送位置是随机的吗？在 K 国，舒颜妹子和石原哥早已倒地不起，金史贤也相继败下阵来。青狮见状，赶忙走上前，准备进行最后武刀。只不过还有一条漏网之鱼在奋力反抗，虽然比其他人实力更强一些，但是也就那样。只见青狮抬手一拳狠狠砸在美玲腹部，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要是师傅在的话就好了。为了了解目前情况，他来到阿布房间，得知这次共有4个攀登者，让他都不由出其冷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之中出现了对者。由于自身成就高，能够带领其他攀登者同时攀登，所以这一次很有可能是高级攀登者。就在他烦恼先杀哪个攀登者时，
阿布告诉他，杀死 A 国的队长，说不定其他攀登者也会消失。虽说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是他非常担心本国能不能撑住，而美林的实力对付攀登者会非常吃力。就在这时，弹出了一条通知面板，而上面的信息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以往都活在强者的保护伞当中，当强者不在时，他们简直不堪一击，这让金世贤绝望了。美林都败了，自己这样的垃圾又能挽救什么？可一旁的美玲还没有放弃，这要是被打败，就再也见不到师傅了。可即便站起来，也不能弥补实力上的差距。就在这时，他想起了师傅的话：霸王流非常厉害，如果无法击败敌人，一定是你太弱。美玲从没觉得自己很强，只不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日子过久了，让她不自觉地原地踏步。可等她发现时，为时已晚。只见青狮缓缓张开嘴，准备施展他的最强一击狮吼功。而美玲腰间的空间带此刻又说话了：只要你接受我的力量，我就能够帮助你。美玲却不愿意，因为师傅说过，突然获得的力量都是有代价的。眼看青狮技能就要完成，怪力乱神直接急了：你不想要也得要！正所谓挂从天上来，拦都拦不住。美玲乌黑的秀发转眼间变成苍苍的白发，除此之外，额头还长出一对角，满口锋利的小尖牙。只见他微微一笑，青狮便无法行动，就连嘴也无法继续张开。金世贤见状，莫名感到害怕起来。好在美玲还是自己人，随着4步踏出，巨大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紧接着第5步、第6步，趁此机会，金世贤带着舒颜和石原哥跑路了。可他也不想，毕竟实力摆在这，只能如此。7步之后，青狮不甘道：如果自己的成就被全部认可，你必败无疑。怪力乱神闻听此言，表示不装了。如果自己的成就都被认可，那就不仅仅是怪力乱神。说罢，10步之后，青狮当场灰飞烟灭。此时的 M 国白象已经毁掉了 M 市，就在他准备前往下一个城市，身体却不能行动。而这一切都是老古董的2徒弟所为。他原本还愁找不到实验对象，这好巧不巧就来了一个。此时的白象极力挣扎，可没有一点反应。2徒弟此时说了句谢谢，因为白象替他干掉了不少 M 国的阻碍，并且还亲自当他的实验对象。他的从容淡定让白象彻底绷不住了，还问他到底是谁。可他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说着，因为这个魔法他还有好多功能需要测试，而现在他要开始测试严令的忠诚度功能。这个姐姐刚经历一场畅汗淋漓的大战，由于体力不支，她被送进了医院。醒来后，她突然大叫起来，自己怎么会在医院？从石原哥口中得知，攀登者已经被消除，是金世贤将他们背到医院的。而他头铁拿着一块抹布就出去了。这小伙子真不让人省心，吓得舒颜老妹拿起电话就打了出去。而金世贤此刻正在天台冷静，每每想到自己是废物，他就非常懊恼，自己身为男人，到头来还要靠女人掩护。就在这时，他身后的门被推开，迎面走来的人全身发黑，而这个看不到脸的黑人究竟会是谁？此时的 A 国 M 州战斗一刻都未停止，全城炮火轰鸣，火光四射，没有一座楼是完整的。当然，除了这座信号塔，有个人正坐在杆上，这人就是美猴王。他此刻正在思考，第9级塔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人？就在刚刚，他的300个分身被瞬间毁掉一半，而他的每个分身都有低级攀登者的实力。第9级塔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人？不等他多想，身后有个人在向他问好，这让他猛地睁大双眼。这家伙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跑到自己身后的？当然，美猴王作为高级攀登者，怎么可能会被秒杀？只见老古董双手抓住金箍棒，用力一撑，便把美猴王整个踢飞出去。正所谓有烟无伤。此刻烟雾中有人正手握擎天柱，随着一声便大擎天柱喊出，又粗又长的金箍棒便朝着老古董顶去。这点一下不得了，一栋楼直接没了。这让老古董感到意外，没想到还能这么猛。更意外的还是猴哥，能跟他打上几回合的家伙可不多，便聊起他的名字。老古董见他还算礼貌，就调侃说自己叫饲养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喂猴子吃香蕉。这不聊还好，聊起来是真要命，这家伙差点没把猴哥气死。老古董原本打算先回国的，可因为另外2名攀登者莫名其妙死亡，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里。随后老古董便拿美猴王测试训练成果，而神器如易金箍棒的存在让猴哥略占上风，而后一个不小心便让猴哥找到了机会，便大把如意棒。原本还算祥和的废墟，因为一根又粗又长的铁棒打破了无声的夜。你们知道可以变长变短，又能变粗变细，还特别硬的东西是什么？那当然是美猴王的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此时的猴哥正经历完一场大战，他看眼前的废墟没有动静，便放松了警惕。
谁料废墟之中，他居然还活着。老古董抓起猴哥的脚，便朝地面狠狠砸去，这一砸有够呛。随后又朝着远处墙面砸去，而老古董毫发无损的出来了。猴哥见状，直接啐了一口老痰，一旁的老古董则不以为然，这高级攀登者貌似只有嘴上功夫。猴哥听闻，直接爬了起来，就没见过这么耍猴的，抡起如意金箍棒就冲了过去，并骂了一句国粹。他此时回想起第一次登塔时，明明非常顺利，并在成功登塔后获得了孙悟空成就，在攀登时应该会更容易才对，现在反而登不上去了。经过几番深思熟虑，他还是决定用那一招。只见他双眼泛起金光，身后显现复杂深邃的阵符，一道道金色气息扑面而来。这金色气息慢慢聚集于头顶，凝聚成金箍，而这就是齐天大圣美猴王成就的真正威力。他将金箍棒插入地面后，便让它无限延伸。这一顶不得了，把天都捅了个窟窿，并从洞内降下数道天雷。看着疾驰而来的天雷，老古董并未躲避，甚至有点好笑。就这小小电流，老古董还真不放在眼里。随着雷令神功打出，猴哥的雷电完全不够看，这使他非常惊讶，这真的是第9级塔吗？这家伙确定不是系统的私生子。在国际猎人协会内，众人已被此番景象所折服，别的猎人连1秒都撑不过，而他却将猴哥打得节节败退。老古董见他不跑了，便出言嘲讽起来：如果你觉得一直逃跑能够打败我，那你就继续跑下去吧。而猴哥确实打算逃跑，但是老古董的雷电让他无处可躲。趁着他抵挡雷电的空档，老古董还不断发起攻击，将他一次又一次打入废墟之中。当他这次反应过来，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老古董此刻动了杀心，将周围魔力膨胀的同时，发动修罗无华击。只见一道死光射出，将猴哥整个身体吞没，所过之处满目疮痍。此刻废墟之中，猴哥扶着金箍棒一瘸一拐出来了，这可真是头一遭，败给了另一只猴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美猴王都暴跳如雷？只见金箍线，他此刻非常认真，就算不能成功登塔，他也要杀死这家伙。而他现在所要施展的就是72变之影分身术。老古董见状，并未打断他，而是调侃道：你这招要是用在马戏团，一定是猴界的顶流。废话不多说，猴哥只想弄死这傻叉。看着四面八方冲来的分身，他一点都不慌，甚至还有点想笑。而这些分身的作用就是敢死队，上去直接就玩起自爆。随着爆炸消失，废墟现在更废了。就在美猴王以为将它除掉时，废墟之中出现了一双翅膀，用力拍打后便从废墟飞出，同时那对黑色羽翼正在疯狂凝聚大量魔力，让老古董的速度暴涨，瞬间出现在猴哥身前。在虚拟空间的对打当中，老古董已经知道雷令神功，奥义是在于使用者内部，所有能力使用都要全面控制计算，直到最后能控制本心时，雷令神功就能触摸极致门槛。而这控制本心，他貌似感受到了，这一招就叫他灭机吧。此招一出，火光冲天，爆炸的同时发出巨大轰鸣声。不一会儿，这里变成了真废墟，一栋楼都看不到。而老古董此刻在爆炸中心呆呆站着。由于杀死齐天大圣孙悟空，他的终极权限升级为中上级。看完通知的他松了一口气，这次使用全力一击比他想象的结果要好一些。之前使用完还有2到3天的后遗症，现在不仅能动，魔力也正常运转，看来跟天魔的修炼还是非常有用。除此之外，还掉落了如意棒装备，而这变大变小变长变短的功能让他有了个大胆想法。只见他把如意棒撑地，双手紧握棒身，对准国际猎人协会总部的方向，便让如意棒无限变长。此时的国际猎人协会非常平静，毕竟这里不是攀登者降临地点。可某人的突然出现把连母吓了一跳，还以为攀登者找过来了，毕竟刚才那样的战斗，派出去的无人机都被毁坏。老古董来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跟连母借一套运动服，虽然还是运动服，但这套黑白条起码比纯黑好看一些，让老古董略感满意。经过一番战报了解，老古董所在国家受损程度是最低的，而连母借此机会有件事想拜托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位女生面红耳赤？只见老古董拿着手机躺在徒弟美玲的大腿上，这让一旁的金史贤有些无语。美玲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完全不敢动，但心脏却跳得非常厉害，她也见怪不怪。继续翻看新闻，发现老古董3个小时前在 A 国消灭攀登者的消息。因为好奇，他还是问起老古董在没有魔法阵的情况下是怎么从 T 国去到 A 国的，谁知他却说自己是游了游，跑了跑就到了，这让金史贤惊呆了。他现在还能称为人吗？而在后续聊天中，他们聊了很多，还得知老古董经过天魔指导后又变强了。于是金史贤问道自己能不能去请教天魔，
而这段谈话让舒言想起金世贤刚刚对自己说过的话。在找到金世贤后，舒言就教育了他一顿，而后得知他是因为自己太弱，所以心情不太好。舒言则安慰道：“青狮是攀登者，打不过非常正常，可他还是不得劲，因为霸龙就能杀死攀登者，自己却不行。”这让舒言哑口无言。老古董是很强没错，也有能力保护大家，但是他打算亲自守护这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变强。当时舒言还以为是临时感触而已，可他低估了金世贤要变强的决心。老古董其实很想答应他，毕竟有这样的想法是好事，可经过观察，他也不能保证天魔这小子会不会好好教，即便能教，是不是要杀金世贤上万次。最后老古董还是答应了。随后老古董做了起来，美玲还有些恋恋不舍。他打开属性面板，发现貌似也没有什么变化，属性值都没有提升。可有一个变化，自己现在居然118岁，吓得他来到阿布房间。权限的升级让系统空间更大了，老古董便把多余空间变成独立游戏房，可把阿布高兴坏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询问自己的年龄是什么情况，而这非常简单，应该是虚拟空间修炼的时间都被计算进去了。虽然外面只过去1个月，但在虚拟空间1天可能相当于1年甚至更久。他听完属时经到了，不知不觉打了100年。经过他一系列自检，他应该只是年龄变化，身体还是年轻的。除了一些中上级权限说明，阿布还有一条好消息，那就是找到了教学塔制造者的相关信息。经过他的仔细研究，发现教学塔的制造者就是制造者。好家伙，这完全说了个寂寞。就在这时，阿布想到了什么，怒拍桌子表示道：“只要给7天时间，自己一定能找到他在哪。”虽然从他表情来看不是很靠谱的样子，但他还是给阿布一次机会。你会在另一半不知道的情况下翻看他的物品吗？美玲因为擅自乱动他的东西，刚被一顿说教。看着美玲唯唯诺诺的样子，老古董没有继续说他，毕竟他没有乱动的话，说不定大家就不在了。对于突如其来的摸头杀，美玲可高兴了，师傅对自己真好。在国际猎人协会内，莲母此时非常头疼，因为 M 州要员阿泰莱波特来了，他的目的是拿走如意棒装备，而这油腻的家伙没实力没声望，只有堆积如山的钱，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阿提特装备，但这抢装备抢到老古董头上，算他倒霉。他原本只是放在这保管，让连母子不成全，可这才多久就被人盯上了。二话不说，先胖揍一顿，哟呵，还要召集媒体。对于这种家伙，老古董直接敲晕，叽叽喳喳有够烦人的。随后，老古董嘱咐他不要在意，一件小事而已，他会自己解决。拿到如意棒后，他便离开了这里。在第二天，某处地下室内，有个人上了长款豪车。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油腻男的随身管家。因为老古董的事，吩咐他到处造谣，进行抹黑打击。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人花了大价钱让他叛变。毕竟在诱惑面前，大部分人性是不能被考验的。而他的表现让买家还算满意。他们不出意外，都是2徒弟的人。老古董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还是伊鲁米蒂的首领。此时的夏南别墅，金世贤也在这里。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来拿恶天之源，前往天魔的虚拟空间。同时，他注意到老古董的魔法阵居然也搬过来了。而这一次，他要用魔法阵去 M 国查清楚另一个攀登继承者是谁。因为阿布告诉他，除了美玲 ，M 国还有一个继承者，而继承者是最匪夷所思的存在。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卫士保护世界，有的也会成为攀登者，继续完成攀登大业，甚至也会出现什么也不做的继承者，坐吃等死。所以说，继承者的出现不一定是坏事。而他通过观察得出结论，美玲应该不会成为攀登者，便把怪力乱神的精髓给了他。从美猴王的事情来看，阻止攀登者的人越多越好，而且他也相信美玲不是那种会毁灭世界的人。我是怎么都想不到，这个世界第一强者还会需要使用美魂技。他则挠挠肚皮表示，美玲绝不可能毁灭世界，搞不懂他在想些什么。随后，老古董站在魔法阵中，随着紫光升起，他便来到了 M 国，而这里果然是一片废墟。就在这时，出来了一个人，并告诉老古董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与此同时，金世贤拿到了天魔剑和恶天之源，没想到新公寓刚装修好，自己就要去修炼了。而他听说天魔非常难搞，性格烂到爆炸，但如果这样就怕了，还怎么变强？于是下一秒，他便来到了天魔虚拟空间。他背后的天魔见状，表示看不懂了，自己这里难道变成了旅游景点？金世贤闻声转头，发现真的是天魔，不自觉咽了咽口水，随后立马抱拳拜师，让天魔教自己武术。他原本还以为是巧合，但仔细想想绝不可能。得知是老古董让他来的，气得他一拳砸在柱子上，看着怒气冲冲的天魔，让他不自觉地后退起来。随后天魔说的话让他愣住，就你这样的废物，趁早回去待着吧。而这句话再一次刺激了他，内心感到非常不甘。自己虽然是个废物，但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变强。如果你不教，我就一辈子待在这。不愧是老古董介绍的，看来你已经做好了死亡准备。话音刚落，天魔就已来到他的面前，一拳打在脑壳上，倒飞出去。这把金世贤嘴都干冒烟了。对于突然出现的人，让他感到好奇，便开口问他老板是谁。
可他并没有透露。没有办法，他只好跟了过来。而这总部电梯装修居然通体黄金，还镶嵌大量宝石，而且这部电梯不是往上的，而是往下，地面之下居然还有这样一番天地景象。终于来到了底部，老古董刚出来，2排黑衣人齐刷刷俯身欢迎。这个场面让他想起初见美玲时的场景。二徒弟谋划许久，终于也等到了这一天。而老古董一眼就认出来了，在教学塔中，他一共教过2个徒弟，这就是他的2徒弟。而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和罗琳的队友想要趁人之危，恰好被老古董撞见，并将他救了下来。他的痴迷之心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因为遇到美玲有了经验，所以与2徒弟的相处之中，并没有太过严厉，反而更像是朋友关系。当然，就是因为2人的聊天，才有了这个地下城。他因为年少无知，随口说了几句话，旁边的徒弟却信以为真。为了实现这一切，他将整个一周的所有国家占领，并且各国都建有别墅，还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他听完直接吐了，当时随口一说，他居然全都做到了。这又是送房送车送钱的，老古董都不知道怎么拒绝好。于是他打算对2徒弟使用心理技能，看看他的皮囊之下是不是有天大的阴谋。可看完才知道自己又遇到了变态，这2徒弟跟美玲一模一样。为了更了解徒弟，他还查询了属性值面板，发现也跟美玲的差不多。还有这个继承者，就是他来 M 国的目的，没想到误打误撞找到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弄清楚2徒弟会不会变成攀登者，于是便审问他到底会用这个能力做些什么。可他自己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毕竟他是师傅的人，师傅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老古董在后续中得知攀登者就是他杀死的，并在后续实验中利用新能力加固有技能叠加才消除的白象。最重要的是，现在整个州都是他的，师傅想建多少别墅都行。看着2徒弟满脸笑容，他非常无奈，自己摊上的2个徒弟都不正常，这上哪说理去？而他之所以现在出现，是因为刚把一切准备好，不然都没脸见师傅。这绝对是妥妥的舔狗，简直绝了！他实在想不通，自己明明很正常，但2个徒弟却是这个样子。想不通便不再想，只见他起身准备离开这里。而2徒弟准备的别墅和钱，老古董继续敷衍他，以后有空再来看看。而他不像美玲那样纠缠不休，而是送他来到传送阵，并表示自己跟他一起回去。而伊鲁米蒂他不在也能正常运转，这感觉还真是似曾相识。于是他挽着老古董臂膀，跟师傅一起回家看看。而这魔法阵经过安亚改良，只要注入魔力就能使用。此时 K 国某栋别墅内有一颗红色宝石正在说话，交谈内容是美玲使用怪力乱神力量的条件。美玲目前没有答应，毕竟她还不清楚怪力乱神打的什么坏主意。条件1，需要共享美玲的所有视野和感觉。条件2，在遇到怪神时把身体的支配权交给他。可他想不通，这2个条件说是白嫖自己能力都不为过，哪里还需要考虑？而美玲想的是要共享自己的全部感觉，难不成他想做那个？尽管怪力乱神极力劝说，他还是没有答应，完全猜不透他要干嘛。就在这时，师傅居然回来了。怪力乱神见状有些后悔，这继承者总感觉不太对劲。而美玲接下来又将经历什么？当原配撞见小三，那画面会有多糟糕？而他们现在的情况完全可以这么说：美玲见师傅带了个女人，而且还这么亲密，这让美玲心都碎了，并大声质问师傅：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何罗琳见状反而抱得更紧。美玲哪见过这场面，此刻叫得超大声。为了避免误会，她向美玲解释道：这是自己的2徒弟，叫何罗琳。闻听此言，她不再大喊大叫，而是问起师傅以前怎么从未听他说过。2徒弟见状略施小计，装作很害怕的样子，抱紧师傅就要贴贴。美玲此刻已经呆滞，如同掉入深渊一般，久久回不过神。就在这时，怪力乱神听到了一句话，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他居然答应了。而美玲的条件就是要他帮自己教训个人。此时阿布房间内可真是一言难尽，除了玩游戏，房间就不会收拾一下。而这打游戏不理人的态度，他直接掏出遥控器，吓得阿布赶忙阻止，并跪求老古董不要没收游戏机。由于权限不足，他并没有找到制造者现在的位置，但是他找到了其他线索，那就是有一个阿提特道具能够查询制造者的位置。后来的几天非常热闹，2人除了切磋啥也不干，而且2人谁也不服谁，都要做师傅唯一的徒弟。所以这不是切磋，完全就是决一死战。老古董见怪不怪，毕竟都打了好几天，他一开始也试过劝阻，可他们不听，反而越打越激烈，没有办法，他只好亲自出手给2人长长记性。2人见状表示不服，这场切磋还没有分出胜负，老古董才不管，让2人都进去好好反省。这可把美玲委屈坏了。舒言倒是知道美玲，可这紫发少女到底是谁？得知是他的2徒弟，让他一时间有些诧异，原来是2徒弟。当他反应过来，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就自己3脚猫的功夫，哪里管得住2人？随后他来到阿布游戏房，挖耳屎的同时问他阿提特在哪，就是能找到制造者位置的阿提特，而这个东西就在8到35级。简单来说，每级它本身都存在多个维度，
反正他是一点都听不懂，便问阿布怎么去第8级，而这需要集齐5种阿提特才能找到去那的路。他听完血压一下上来了，这又得找多久？阿布赶忙解释，这5个阿提特他已经找到了位置。只见他接过平板看了看，露出一抹微笑。原来这个大冤种手里就同时拥有3个阿提特。这2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景象，会让你对女生有了新的认知。紫发女此时在摆弄肩上的骷髅面具，这可是师傅最珍贵的面具，你有吗？美玲则大吼道：“师傅教了自己霸王流武术。”而美玲正中他的下怀，那你就当一辈子师傅的徒弟，而我就当师傅的小棉袄。他听完心态直接炸裂，发誓一定要撕掉这个绿茶的嘴。就在他们要干起来时，师傅回来了。他原本觉得2人性格差不多会非常和谐，可几天观察后，这2人凑一起能把家给拆掉。不管那么多，他便交代2人带回阿提特的任务。看样子又有好戏看了。2徒弟率先问道有没有其他要求，而他只有一个要求，要跟对方和平解决。此刻大冤种家里突然发生爆炸，把他吓得嚎啕大叫。老古董直接把别人家拆了，这算哪门的和平？他口中的和平解决，怕不是对和平2字有什么误解。大冤种原本打算报警，可在他的手中全是他黑历史的证据，而他会知道这些全都是因为这个内鬼。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他此时知道自己完蛋了，只要随便曝光一条，他都将在牢里待一辈子。可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只要你把阿提特送给我，你的所有黑历史我都能洗成白的。此时美玲这边一切都还算和平，毕竟师傅的话大于天。可如果对方不配合，他不介意换个比较和平的方式解决，因为他打算3个小时内完成任务，让师傅知道谁才是他的小棉袄。此时的阿布房间内5个阿提特都齐了，他原本以为老古董需要1个星期，居然就用2天找齐了。而他这么快的原因，多亏了2个徒弟，2徒弟1个小时都不用就把东西带回来了。而美玲也值得表扬，2人都很快。而接下来就是阿布的个人表演时间，他将所有阿提特放好后，只见他上上下下左右 BA。 老古董虽然看不懂，但能感受到这操作绝对不简单。随后白光照亮整个房间，让老古董完全看不清。而这就是阿提特，名叫盲人的指南针。没想到5个阿提特还能合成1个新的阿提特，这可把他骄傲坏了。自己可不只会打游戏，而想要使用它，需要前往迷宫内，阿提特就会自动寻找前往第8级的路。我是怎么都想不通，他有2个貌美如花的徒弟，却放着不用。可2徒弟不死心，表示带自己1个人就足够。而美玲师姐就适合待在这守家，可美玲不愿意，自己才是和师傅一起浪迹天涯的人。男人此刻被2人夹在中间，难受的要死，带谁走都要出事。于是他独自来到了地下迷宫，还是1个人比较舒服。他此时已经不知道来了多久，因为这里暗无天日，就连食物也要吃完。又打了一会儿，他出手就秒1片，而且他发现这些怪物越来越弱，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离出口正越来越近。此刻的第8集中，世界正遭遇攀登者袭击。他作为亚特兰特帝国的公爵兼第1件事，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并鼓励一旁的队友。可刚才还好好的队友被攀登者一斧头全部劈死。就在他准备大开杀戒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白光，只见攀登者瞬间被秒杀。那个无敌的男人他来了，这把众人吓坏了。这从天降的出现方式，一定是神人不会错。而在鲜为人知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个男人。他不愿再如此不堪一击，头顶废物称号。尽管他的对手很强，还在一直嘲讽他，可是他不甘，非常不甘。明明那个男人可以做到，自己一定也行。可天魔的嘴从来不会因怜悯变得温柔。你已经死了几千次，却连1招也撑不过，不用再打了，你就是个废物。他此刻濒临绝望，自己果然还是个废物。只见他一拳打在自己面门，鲜血直流，只为让自己清醒。与其回去当个废物，不如修炼至死。天魔见此情况也清楚，世界上的疯子从现在开始又多了1个。女生们相比较于2个男人稍稍轻松一些。舒颜原本来找老古董，谁料这家伙去了迷宫也不说，便把咖啡给了安亚小姐姐。而他注意到金史贤的天魔剑也在这，听说去找天魔修炼了。安亚此刻有些犹豫，因为他想知道金史贤什么时候回家。舒颜听完整个人都石化了，原来这2人有一腿，可他自己也不清楚，便开始转移话题。通过他口中得知，地牢管理都还不错，还学习了好多管理经验。而舒颜的关注点是，为什么工会2侧都在建高楼，而且还有别墅？而这说来话长，左边是霸道工会的分部，而右边的工会是新成立的，但天天跟霸道工会叫板，吵死了。这让舒颜愣了愣，原来如此，能跟霸道工会吵架的，他用屁股想都知道，绝逼是他。在这个世界存在灵物，是同时拥有灵力和灵气的异兽，而他们不仅拥有上万年的寿命，还能不断学习成长，甚至拥有超过人类的智慧。眼前这个九尾妖狐已经活了1800年，并成为毁灭世界的攀登者，而强大的他准备攀登第9级塔。刚把手伸进去，他就感受到非常强大的魔力，而且不止1股，有好多股魔力，这把他吓得瑟瑟发抖。但为了得到宝座，他还是进去了。
他刚出来就发现2个人正在战斗，而2人打架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谁才有资格活捉攀登者。他整个人都懵了，自己初来乍到，这欢迎仪式也太隆重了。他原本可以逃走，却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并且还叫了一声，成功吸引2人的注意力。这只狐狸能爬到第9层，也真是绝了。老古董原本以为查询制造者的真实之球会有多难找，谁想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国家的陛下手里。那么现在就是跟陛下讨要真实之球。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的议政大厅。为了以示尊重，他特意将此次改为单独会见。对于陛下的场面话，他并没有听，而是在想2个徒弟是不是打起来。而有一句话老古董听进去了，很遗憾，真实之球不能给你。这让老古董血压一下子上来了，但是也不是真不能给，条件就是老古董解决北方叛乱，说不定就有希望。此话一出，老古董怎么可能答应？而且这气氛透露着一丝古怪，于是他对陛下使用了心理技能，气得他把地板都干碎了。这个陛下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老古董。他当下握紧拳头，准备暴力解决。他不信这陛下比阿瑞斯还硬，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让开。还有你这什么狗屁陛下，在坑人之前不先了解清楚吗？万一要是惹不起的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又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老古董正手举真实之球，原来只是个玻璃球而已。通过属性面板得知，需要在28天后才能使用，这也太久了。他此刻注意到自己身后还有个跟屁虫，是亚特兰特帝国的第1件事，而他会过来，不是陛下的授意，而是他本人单纯来给老古董道歉。他也没想到陛下会这么做。老古董还以为是什么大事，随后让他不要再用，并丢给他一袋东西。这个东西可好吃了，记得省点吃。第1件事刚准备问他这是什么，他就骑着如意棒回去了。不愧是神人，而他手里的东西就是压缩饼干。对于一个处于中世纪的世界，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美食。你知道一个男人为了变强会付出多大的努力吗？这个男人为了变强已经被天魔杀了1万次，即便死了那么多次，可以说是毫无进步。只见他站起来说道，自己再死个10万次左右，一定可以跟你一决高下。天魔见他如此，便开始教他其他东西。通过1万次的观察，金史贤其实不适合修炼雷令神功，像你这样一无是处的人，还是有适合你的武术。而这个技能只有唯一的一个动作，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动作，却让那个男人强得可怕。这便是天明剑一神。在迷宫内有一队猎人正在里面，虽然都是 S 级猎人，但白色骷髅的怪物异常凶险。此时此刻，女猎人注意到怪物的表情貌似不太对，他们好像被吓到了，正在疯狂逃离此处，这让她更害怕了，后面一定有更可怕的怪物。于是命令众人赶紧后撤。可话音未落，一根巨大的东西从他们面前急速飞过，而这根东西就是老古董的如意棒。他成功回到了地球，回到美林别墅，他才知道已经过去了2周，远比他想象的更久。美林还有东西要给师傅，是九尾狐的灵气珠，一件 S 加级的阿提特。除了装备，还有攀登者九尾妖狐。2人并没有杀死，而是选择绑了回来，这让老古董感到好奇，攀登者是如何被抓住的。谁知2人都说是自己亲手抓回来的。无奈的老古董只好让美林先说说怎么回事。而他们会去是因为国际猎人协会来求助，并在抓捕过程中稍微损坏了点东西。可2人因为争夺攀登者归属权，把屁国打得有够呛，果真是师傅的小棉袄，惹是第1名。接下来只要处理攀登者就行。他听完急了，立马求饶起来，让老古董放过自己。他见此情况感到诧异，攀登者也会求饶的吗？这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好歹是个女性攀登者，撒起娇来，老古董也不好下手，便转头问2人为什么不处理他。都是美玲师姐拦着不让杀，好一个恶人先告状，美玲怎么能忍？于是2人又吵了起来。果然，这一定是2人吵架才有的结果。面对师傅的质疑声，2人顿时哑口无言。明明都是雄霸一方的人物，可现在却因为一件芝麻小事争论不休。老古董很好奇，2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幼稚？这是只毁灭世界的狐狸，可刚来到地球就被地球上的广东人活捉，所以是清蒸还是红烧？为了得到更多信息，这个男人并不打算处理他，但前提是说出有用信息。攀登者之所以会毁灭世界，是为了坐上宝座，有了成就就能兑换一种能力，即便是最低的哥布林怪物，如果拥有了剑神成就，就相当于获得了剑神的一切，而这一切包括记忆、想法、习惯，而这所谓的成就是变成了真正的剑神。仔细想想，这确实充满诱惑力。九尾狐此刻变成嘤嘤怪，祈求老古董放过他，可他根本不打算放人。此时圆桌会议内，首领刚听完老古董的情况，没想到他离真相居然这么近，真是有趣。黑袍人则没有这么乐观，这些敌军如果登上来，这可一点都不有趣。虽然小弟言行对自己不敬，但是说的很有道理，那便派下一名征服者，将地球毁灭就行。阿布经过确认，这确实是真实之球没错，可冷却时间的存在，他只能等。除了真实之球，老古董还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攀登者不杀死会怎样。阿布虽然不知道会怎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九尾妖狐现在非常弱，
但为了以防万一，建议使用烙印阿提特，就是这条狗链阿提特。而这件阿提特也需要5种阿提特合成。老古董听完愁死了，可阿布表示这次的阿提特非常好找，因为这5个阿提特都在一个人的手里，真不愧为大冤种之名。老古董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薅他羊毛。在虚拟空间，天魔此刻有些许发愁，因为金史贤已完全掌握了天明剑意识。我能教的都教了，赶紧滚！虽然嘴很臭，但金史贤听得不亦乐乎，并感谢天魔这段时间不遗余力的摧残自己。那么师傅再见！一道蓝光闪过，他的徒弟再次消失。天魔此刻有些感慨，这老二倒是比老大有礼貌多了。而金史贤刚出来就遇到了麻烦，眼前这个鬼神是名叫尸迹无泥的攀登者。只见他高高跃起，就朝金史贤冲了过来。他这才想起自己没带武器，于是捡起身旁的剑，紧握剑柄，手持刀锋，准备使用天明剑一式。相传武林之中有个人非常蠢，可就是因为蠢，所以他非常强。开始之初，他由于没有修炼天赋，直接被逐出师门。可他没有放弃，而是无休止练习一个招式，也是他在宗门学过的唯一招式。于是，在50年后，仅凭一招，他就登顶金字塔顶端。而这一招的名字，他称之为极斩。一剑之下，可斩星辰，断日月，撼山河，无坚不摧。而他的称号就叫一剑无敌。突然弹出的信息面板把他吓到了。自己刚来到这，攀登者怎么被消除？就在这时，附近的吵闹声引起他的注意，那边什么时候围满了记者？而这群记者说是来采访金史贤的。他用力一蹬，高高跃起的同时，定睛一看，居然真的是金史贤。他落地后便准备询问发生了什么，可他发现这家伙从天魔手里貌似学到不得了的武术。于是他从金史贤口中得知，死了1万次之后，天魔就没有继续杀他，而是教他天明剑一式。这也把他气炸了，这待遇差的可真不少。所以天魔一边杀自己一边教武术，就是为了好玩是吧？除此之外，天魔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而天魔他说你是傻逼。原来如此。金史贤见他这么生气，便替天魔打起掩护。他应该是因为害羞才这么说，毕竟他看起来挺开心的。不说还好，他现在感觉全身不自在。就这画面，想想不要太恶心。虽然老古董表现出非常不在意的样子，可金史贤看得出老古董还是挺高兴的。而客厅内的妹子让金史贤有些好奇，这还玩起捆绑来了。得知是攀登者，把他吓了一跳。只见他淡淡说着，刚开始是为了打听有关攀登者的消息，现在嘛，就养养看，说不定以后有用。而且他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巨大响声，原来是2个徒弟回来了。金史贤见状表示信息量有点大，便问老古董左边的紫发少女是谁，而这就是二徒弟。这把金史贤惊到了，这么强的徒弟居然还有2个。而在接下来的日子，因为阿提特道具的合成，九尾妖狐已成功驯服。老古董没想到他还能变回狐狸模样，而他脖子上的项圈就是烙印阿提特，而他现在能命令九尾妖狐做任何事，而且这个烙印还能查看对方想法。可他不管怎么看，这个攀登者都不像是来毁灭世界的，更像来地球度假，这绝对是养了个废物。别的攀登者都是不死不休，他倒好，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偶尔散个步。这个御姐模样的女人是一位 S 级猎人魔法师，而这只可爱的小狐狸其实是化为人形的九尾妖狐。2人碰面便聊了起来，聊的内容可不是衣服、化妆品、吃什么、男人，而是聊魔法。而舒言会突然开始学习，很可能是因为金史贤就连他都变强了。当你的身边都是强者时，你又怎么好意思甘于人后？此时突然弹出的信息面板让他开心极了，这下终于能知道是谁制造的教学塔。由于真实之球的原因，阿布早已等候老古董多时。阿布没打游戏让他感到意外，这么靠谱还真不习惯。接过真实之球，阿布便口吐奇怪语言，叽里咕噜说个不停。随着一阵紫光闪过，真实之球的隐藏能力完全开放。老古董只需把问题说出来，真实之球就会回复他的问题。他便咬牙问道：将他关在教学塔内的家伙到底是谁？只见真实之球动了一下，又很快安静下来。难道是说话的姿势不对？老古董见他毫无反应，便举起真实之球，准备要他好看。可突然出现的闪光让他来到异次元当中，虽然还在阿布的房间当中，但又不完全是。而老古董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准确来说是一个虚影，而他就是老古董要找的制造者。他此次前来是要告诉老古董去找到他制造的塔，然后通过恶天之源就能够找到他。找到他后，他就会告诉老古董的真实情况，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说完不行吗？非要玩捉迷藏，真是气死个人。对于老古董的突然晕倒，吓坏了。就在他准备动手时，老古董刚好醒了过来。阿布经过了解，他也不清楚是什么，而且制造者口中的真实情况也不知道是指什么。看样子只有再试一次，可这冷却时间真是决绝。阿布转头望去，看样子他心情又不好了。老古董此刻已经打算好，不管真实情况是什么，这个制造者死定了。随后嘱咐阿布找到有用线索就立马召唤自己，说完便准备离开这。
可阿布还有一件事叫住了他，有一个成功灯塔坐上宝座，也就是征服者，正朝着地球而来。一座天空雅亭之上，除了有一个男人，背后还有飞袍人。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消除老古董，只要能消除他，就能获得新成就。而他就是因果报应的怪仙青龙成就的拥有者。青龙作为神仙，会为了羽化登仙而不断修行，并遵守自然的规律，绝不杀生。只不过有些人也并非如此。注意看，这个人正悬浮于城市上面。这是一位怪仙，只见他单手举起，整个城市便被乌云所笼罩，很快下起了雨，同时伴随低鸣雷声。而他降雨可不是来普度众生，突然几道惊雷落下，便将几栋建筑轰得粉碎，吓得人们四处逃窜。才过去1分钟，整个城市犹如人间炼狱，只有人们的惨叫声。这就是他身为怪神所拥有的能力之一。下方的高楼和人类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垃圾。此刻全世界纷纷围观起来，新闻也在报道这次事件，这让不少人抱怨为什么没有猎人出面解决。可遗憾的是，猎人协会派出去的人都死了。这栋大楼便是国际猎人协会总部。只见最高指挥官长叹一口气，这种无力感太过沉重，让他都有些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早就应该灭亡了。因为每次灾难发生，他们的希望全在这个人身上，而这可怕的想法几秒便烟消云散。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相信他。青龙原本打算等1个小时，可他为了打发时间，再次降下数道雷电，于是他打算毁灭整个世界。就在这时，有一个不知名物体正快速朝他冲来。只见棍头仙道，这个穿着拖鞋和运动装的男人，不要怀疑，他就是世界第1强者。只见他高高跳起，直直朝青龙神冲去。他面对这一拳丝毫不慌，一个瞬间移动便躲了过去。不愧是征服者，还是有些实力。只见他嘲笑道：“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躲过40米的大刀。”时隔多日，这把巨剑阿提特再次出现，他愣住了。第9级塔有这种东西吗？没等他多想，老古董挥剑砍下，直接将他打入地面废墟当中。由于尘烟滚滚，视野受限，老古董找了一圈也没能看到他的身影。而征服者没有偷袭，反而大声夸奖，不愧被称为敌军，你的实力远远超出了第9级。这让他有些好奇，敌军到底是什么？可征服者没有回答，而是一直在自言自语，完全没有顾及他的问题。没过几秒，老古董直接暴走，就没见过这么话痨的攀登者。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他直接冲了上去。只见重重一拳将他狠狠打在墙面。他没想到活了上千年，居然被一个毛头小子打得这么狼狈。而这毛头小子从不讲武德，拿着如意棒再次冲过来，但是这一棒被征服者挡了下来，并一剑挥出，将老古董击退。两人终将鹿死谁手。注意看，这个男人是地球的守护神，而他是毁灭世界的青龙神。两人刚见面就打了起来。由于初次交战，两人都在试探未用全力，而青龙神率先发动技能，是一个分身技能，但貌似只能分3个，跟齐天大圣的分身完全没得比。可还是有点棘手，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他用力踏下，便跃至天空，暂时拉开距离。只不过青龙神早在天空用意念布下道术，就等老古董跳起触发。只见一条条锁链伸出，这就是5行星气拘束阵，很快就将他牢牢锁住。与此同时，青龙还召唤了2条龙，一条雷龙和一条水龙。经过研究，这2条龙组合在一起是最强的。雷能过大，直接引发巨大爆炸。可他发现这一招都不能杀死他，并毫发无损飞了出来，极快来到青龙身前，一脚踢下，直接把楼撞了个对穿。他平稳落下，青龙3个分身便从废墟冲出，而且他们的身体还能自由变换大小。可经过老古董观察，这些家伙只不过是幻术而已。青龙也没想到他居然发现的这么快。此时他移动至身后，又是一拳打出，将青龙直接打飞。就在老古董得意的时候，天空却下起了雨，而且还越来越大。于是他用如意棒朝天空飞去，这雨绝对不简单。没等他上去，就来了一群分身阻拦他的去路，而他的本体正在吟唱咒语。随后周围逐渐暴躁的魔力让他意识到危险，便快速挥舞手中如意棒，想要赶快解决这些分身。可等他来到青龙身前，已经晚了。这股巨大魔力直接将他弹飞出去。他想要继续往前冲，可他发现自己的意识居然暂时被阻隔一般，不听使唤。现在的青龙已完全释放青龙成就，变成了真正的青龙。随后老古董恢复意识，俯身平稳落在地面。与此同时，青龙也冲至他的身前，为了占据主动权，他率先打出一拳，可自己却受伤了。青龙抓住时机，一只手将他牢牢抓住的同时，另一只手朝他腹部打去。只见一股热泉从他口中涌出，而这并没有结束。来到身后的青龙对老古董进行了疯狂攻击，来回打的他毫无还手之力。老古董气不过，奋力挥出一拳，却被后仰躲过，随后一脚踢在胸口，使他朝后方倒去。此时青龙开口嘲讽道：“在刚才的战斗中，我共有32次机会把你除掉，
现在也玩够了，那就给你个痛快。然后他将一道雷电打入云层之中，雷电居然融入雨水，让每一滴雨都蕴含巨大雷电之力，而这雷雨的威力居然比单纯的雷电更加强大。尽管他想用金箍棒挡下雷雨，可这完全挡不住，雷雨淋湿他的全身。被电麻后，他居然无法发出声音，使用出入功能。由于吸收了太多雷电，也让他一时间无法行动。而他发现自己为什么还能保持清醒？难道自己遗漏了什么东西？这个男人是拥有青龙的神，青龙降临，便朝着这个男人飞去。眼看自己要被打得灰飞烟灭，他便举起手中的如意棒，准备做最后的抵抗。可突然一个声音的出现，他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他慌了，猛地站起，四处张望。青龙去哪里了？伤口也消失了，难不成这里是天堂？身后的正是齐天大圣美猴王。只见他嘲讽道：“区区一条蛇就被打成这样，真是有够废。”而这里是美猴王的心神世界，在这的时间远超外面的时间流速。老古董原本以为美猴王要借力量给他，可美猴王并没有这样的打算。美猴王之所以会叫他来星神世界，只是为了嘲讽他而已。眼看嘲讽目的达到，他便转身离开。可老古董不但没有祈求，反而表示不需要，毕竟一个手下败将的力量也没有任何用处。闻听此言，让美猴王抓狂起来。如果不是因为只有美猴王成就被认可，打你跟玩一样。说的这么厉害，总得让我试一试才知道吧。这该死的自尊心可把美猴王头疼坏了。看着强大无比的青龙成就，让他本人都感到惊讶。毕竟第一次用这招，没想到威力如此惊人。可这强大的青龙却被一团红光瞬间打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烟雾之中，老古董不仅毫发无损，更是变了。美猴王果然还是答应了，他其实很早就能召唤老古董，为的就是生死一瞬，谈条件会更加容易。可这家伙完全不理会这些，不过他能确定这家伙就是敌军。面对横生的变故，他一眼就认了出来，该死的猴子。随后一点寒芒先到，老古董便来到他的身后，可他没有攻击，而是飞上云层。来到平流层，他便开始东张西望，因为猴哥告诉他，青龙的秘密就在云之上。不愧是猴哥，在平流层果然有道法阵石。此刻青龙也追赶至此，并让他住手，可他毫不理会，一棒就把阵石捅碎。没有道法加持的青龙，战力直接大打折扣。而且他发现，有了黄金锁子甲，这些雷电弱了很多，可以说是毫无感觉。老古董追上来后，紧接着又是一棍。青龙此刻有些后悔，就不应该贪这个成。没有雷电的他只好用刀对拼，而在老古董眼里，这剑术实在太差，比起天魔，青龙的剑术完全不够看。毕竟那100年可不是白活的。此时的青龙已遍体鳞伤，因为老古董为了还人情，原本能杀他100次，而多出来的68次就当额外赠送。可即便死亡，他也要带走他。于是他飞至上空，再次发动青龙成就，他要让老古董知道自己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只见他笑了笑，身后凝练出一条黑龙，可谓是霸气侧漏，加之周围魔力膨胀，青龙此刻无法移动。而这蛟龙抬头，不知道青龙能否扛住。只见黑龙冲入云层之上，发生了剧烈爆炸，而这强烈火光让老古董都闭上了眼睛。你猜这两个人在办公室做了什么事？随着攀登者消除信息弹出，这个男人再一次拯救了地球，可他也身受重伤，全身无力的他重重砸在地面。他举起手，发现自己的身体果然又不行了。刚才的大战让整座城市变成废墟，他强忍着不让自己晕过去。毕竟青龙掉落了装备，而这个青色玻璃球居然是青龙的成就。看着面板清一色的权限不足，果然没有一个装备是自己能看懂的。到头来还得问阿布。查看完装备，他便安心睡去。3天后，他的徒弟和罗琳来接他，而大师姐美玲被他用计策支走，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随后老古董便进入后座，何罗琳也跟了上去，坐在他的身旁。他终于有机会跟师傅单独在一起，不然回去美玲又要跟他抢师傅。他还串通司机让他多绕几圈再回去，想到要单独相处这么久，让人怪不好意思。可老古董突然说道自己要离开一会儿，让车直接开就行。说完便原地消失，扔下和罗琳一个人，这让开车的司机都感到无奈。于是他询问现在出发吗？出发是肯定要，毕竟师傅叮嘱过，但出发去哪还是自己说了算。阿布手举青龙成就，看了老半天也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看样子消息又断了。不过制造者的塔查到了一点消息，根据线索来看，应该在第9级以上。虽然查到了这个信息，但其余信息目前找不到，所以还无法知道这个塔的具体位置。这一次果然又听了个记住。阿布见状表示，只要给他3周时间，应该没问题。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如果把恶天之源放在青龙成就上，说不定能查到些信息。说干就干，老古董立马回到了车内，发现怎么还没到工会，而且还多了一股香水味，这什么情况？可他却说路上太堵，所以才这么慢。得知是这样，他也没有继续纠结。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来到了自己工会楼下，15分钟的车程就这样绕了1个半小时。看到这个招牌，他感到有些愧疚，因为他几乎不来工会，也从未过问工会情况，所以今天就很突然
只见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从脸上的口红印可知，如果再晚来一阵子，两人怕是要跳起双人舞。只见老古董尴尬说道：“要不要给你们5分钟时间？”随后老古董好奇问两人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而两人的关系是他揍大冤种那段时间确定的。故事的起因则是在医院天台自暴自弃的时候，老古董原本只是随便问问，谁知现在却像审问一样，而且谈恋爱又不是什么坏事，你们也没必要瞒着大家。虽然安亚以前是杀手，但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已经不是敌人。但是在办公室还得注意一下分寸，运动太过激烈，被人撞见可不好。还好这次我们来得早。两人因为在办公室打情骂俏，被工会会长一顿教育。为了摆脱这个尴尬的话题，他赶忙拿出一叠资料。好家伙，居然是全国知名运动品牌阿迪斯找会长当代言模特。徒弟听完吓了一跳，立马抓住师傅的手。这种知名跨国公司15%的销售额，收益可是非常可观的。于是他建议师傅接下来。这把旁边两人看得一愣一愣。自从老古董成为世界第1强者，并把工会毒瘤阿瑞斯拔除，使得地牢垄断体制土崩瓦解，猎人行业焕发生机，并出现了许多小规模工会。于是三人连夜出台，完善整个猎人圈子的新制度。不得不说，金史贤说的真是有模有样。虽然现在的运营方式赚得少，但犯罪率明显降低。而他这时注意到，舒言居然随身带着攀登者，而且还用猫的零食喂养它，完全把攀登者当宠物来养。通过了解，他是为了方便学习道术，所以才随身带着它。在如意区，这里是某摄影棚，他正配合阿迪斯人员拍写真照，可他总感觉怪怪的，这些人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好？好歹是拿钱办事，老古董还是非常认真的。就这样，他拍了不少姿势，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而站在一旁的2个徒弟看得眼睛直冒光，拍了几个小时，他终于拍完了，并询问这套衣服能不能直接穿走。他得知没有问题，转身就走。不愧是通过努力赚取的钱，让人感到非常愉悦。可刚上车，看到2个徒弟又在吵架，整个人都不好了。于是他望向窗外，心想明天去趟迷宫，把乐天之源充满。不过这件事还是不带2人比较好。此时一个小出租屋内，他正在挑选老古董的照片，可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并掏出了一把大砍刀。他到底是劫财还是劫色？在第2天的地下迷宫内，老古董拿着如意棒正大杀特杀，可美猴王却出言嘲讽，居然把如意棒用成这个熊样，并说自己会教他如何使用如意棒的棒术。而学习棒术是为了更好发挥成就的威力，如果不会棒术，就算借用美猴王的成就也发挥不出多少威力。了解完借用成就的原理，他只好答应学习棒术。最主要是这个棒术还不简单的样子，但这都无所谓，刚好拿迷宫练练手。此刻的夏南别墅内，为了让师傅以后有地方坐，于是他又造了一个龙椅。就在此刻，身后的贴身杀手回报，并递上一个信封，可还没打开，里面的东西就让他异常兴奋。突然间，怪力乱神出言嘲笑他：“瞧你那没出息的样！”随后便不再说话。而这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女生的花痴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她手中的信封里居然全是师傅的写真照。看到照片那一刻，她感觉自己都要窒息了。而她准备把写真 P 成双人照，就比如这样的户外写真，这样的床上写真，还有这样的雨景氛围写真，光是想想就激动，必须凑齐9宫格，买个置顶热搜。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不速之客，正是2徒弟和罗琳。美玲见状，直接发动能力，不请自来一定有问题。只见他双手摊开，表示自己不是来打架的，而是有关他手里的照片。猴哥此刻目不转睛，观察他使用如意棒的手法，可才学了没多久，他便使用的非常熟练，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明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非常生疏，现在却精准掌握如意棒的攻击范围，而掌控距离是棒术的核心，也是最难学习的。若拿远一些，就如同手持长矛；若拿近一些，甚至能与短剑一较高下。正因为如此，想要全面掌握棒术的话，只能投入大量的时间练习。可是这个家伙只是简单跟他说了几句，现在就能随心所欲，甚至完美的控制如意棒。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才？他见周围没有怪物，便伸起懒腰，心中暗自庆幸，还好被天魔教导。虽然表面上他一直被天魔杀死，但学到了很多东西，小到该怎么移动步伐保持距离，大到躲避四面八方的攻击。只要你熬过了最难的时候，等你再遇到困难时，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随后老古董问道：“还有什么要教的吗？”可猴哥表示这样就足够了。于是他掏出乐天之源，发现进度条就要充满，便问猴哥：“接下来不使用如意棒行不行？”毕竟他赶时间。猴哥也看出他想做什么，便把自己的猜想告诉他。回到工会，老古董立马使用起乐天之源，却弹出无法使用的系统提示。没想到猴哥的猜想是正确的。就在这时，安亚走了过来，又拿出了一叠资料，而这份是关于男装的品牌代言。看样子某人不满足于一个9宫格，
不管是从品牌产品还是分成比例，都比阿迪斯更好。可老古董拒绝拍摄，毕竟他不缺钱。何罗琳见状劝解师傅，这个项目值得一试，而且师傅曾经说过，在能赚钱的时候就要狠狠的赚。这让老古董有些无奈，自己以前真有说过这句话吗？随后他问起美玲，自己应该去拍吗？而美玲想都不用想，那必须去拍个9宫格回来。这让老古董有些好奇，两人明明水火不容，今天怎么出奇的一致？拥有一个不喜欢打扫卫生的女儿是种什么体验？由于2个徒弟一直纠缠不休，他再次躲入了阿布房间。可房间内随处可见的垃圾使他无奈叫醒了阿布。得知他是因为查找信息才会这么乱，老古董便没有处罚他，还顺带清除了垃圾。通过调查，制造者的塔共分为12级，可12级塔其实是一个整体，只要到达12级塔就能看到整座塔的样貌。这让他想到了盲人指南针，可这个指南针无法保证到达12级的时间，可能会需要好几年，所以这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身为地球的守护神，如果离开的时间太久，地球很可能会毁灭。虽然他还有2个徒弟，并且实力都还不错，但如果是征服者来到地球，那地球就危险了。于是他问道还有没其他办法，可阿布明确表示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一个字都抠不出来，这把他气坏了。那个制造者绝对是故意的。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这家伙说不定知道些什么。随后他来到美猴王的星神世界，问他刚才的问题。可猴哥表示自己能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塔内存在限制，就比如这样。猴哥虽然讲了非常多的有用信息，可老古董根本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猴哥也猜到会这样，无奈长叹一口气，随后便叫他过来。猴哥则在地上写起了有关塔的事，可好端端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一片空白。他也没想到塔的屁事这么多，这一下是真完犊子了。可猴哥立马补充道，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你还是可以知道的，就比如你要问的。这把老古董脑血栓差点气出来，而老古董借用美猴王成就的事早就被看得一清二楚。一个所谓的敌军居然接二连三打破必死的绝境，现在已经不是有趣这么简单。而他作为塔的拥有者，决定给老古董一点准备时间，他倒要看看这家伙能成长到什么程度。他得到答案后感到不可置信，不管问几遍，猴哥的答案只有一个：从地球前往第12级的时间需要整整500天。当然还有一个方法，但是你没办法用，那就是完成攀登者的清除任务。可话说一半，老古董又听不懂了。没想到这个信息也有限制，猴哥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反正他也用不上。按照目前去第12级的方法，对于地球来说太不危险，说不定等他回来，地球就不在。猴哥看他如此重情重义，便勉为其难，再告诉他一个去12级的方法，那就是利用筋斗。这是个1拖2的男人，身后2个女生是他的徒弟。他们原本以为师傅会答应拍写真照，可师傅不愿意，这让2人极度不开心。而他不拍的原因是没时间，因为他要去找筋斗云。有了筋斗云，他就能用5天时间到达第12级。可他转头发现自己的2个徒弟怎么感觉怪怪的，于是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安亚，把那个男装品牌代言写真照的文件发过来。2个徒弟听完高兴坏了，看样子钢铁直男也会有暂时开窍的一天。当然他还有件事需要2人去办，那就是去找一件阿提特，这可是找到筋斗云的关键。老古董话还没说完，又来了一名攀登者，1小时后在埃国恩市出现。虽然他随手就能解决，但这样突然出现打破计划就非常的烦人。没有办法，那就拿他出气。攀登者去往下1级塔的路往往都是通过迷宫，就这一脸狂笑的表情，看样子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刚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非常嚣张，作为一个高级攀登者，什么时候被这样无视过？于是他率先挥动武器，引起一阵飞沙走石。他原本还打算劝他自己走回去，可看到他这副马样是不可能了，他便随手打出一拳，将他打飞数十米之远。发觉这个男人不好对付，于是他站起身，立马发动预见未来的能力。可他发现未来的自己不管是用什么招式，在他手里通通活不过1秒。这怎么可能？难道是系统出现故障，或者是自己在做梦？得知攀登者这么惨，老古董便大发慈悲，让他活过3秒。处理完攀登者，老古董原本是不收钱的，可埃国非要送钱，那就勉为其难收下好了。此刻门外2个徒弟也回来了，还抱着一个背包，而这个背包里就是找筋斗云的阿提特。确认是这个东西没错，他便嘱咐2人自己会出去一趟，随后把乐天之源放在阿提特上，再次消失。来到阿提特的虚拟空间，他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跟猴哥说的不一样？只见他用力跳起，准备找找看，可这里全都是树，让他一时间找不到头绪。没过多久，他发现远方有一处洞穴，说不定就是那了。俯身一个相位俯冲，他便很快来到洞口，发现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树木的品种都不一样。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人，难道他就是猴哥口中好吃懒做的移山大圣？这个男人是移山大圣。
而他叫老古董。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向移山大圣索要筋斗云，无奈被当作空气，迫不得已，他只好破口大骂，这才让移山大圣察觉到他。只不过在拿到筋斗云之前，他想知道齐天大圣，也就是他弟弟的近况。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弟弟不仅被老古董杀死，居然还缔结契约，想继续登塔。他原本想找弟弟聊聊，可金箍棒阿提特无法带入这里，他只能放弃。后续他说了很多，可有一点老古董不明白，美猴王来地球的时候明明有4个人，为什么说是独自登塔？而这要从7个兄弟说起，人称7大圣。美猴王作为妖猴，在妖界自然有一些兄弟，其余6个兄弟跟他一样，都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妖怪，而实力强劲的7大圣几乎都不登塔了，除了这只猴子还在坚持，这让他感到好奇，除了猴哥外，其他人都在干嘛？而其余6大圣都跟移山大圣一般，在虚拟空间坐吃等死。可这就很奇怪，6大圣为什么不登塔？究其原因是他们知道的真相，不管他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找回所有成就。最重要的是，话说一半，他便不再多说，毕竟弟弟还这么努力，自己这个做哥哥的不应该落井下石。他也不纠结这个，反倒让移山大圣赶紧交出筋斗云。只见他没好气道：“如果你拿得走，就尽管拿去。”可这不是不想给，而是他说了不算。想要带走筋斗云，就必须获得这个成就。就比如青龙成就，因为老古董没有获取，即便他捡到青龙成就，也没办法使用。所以老古董要做的就是完美复制美猴王的筋斗云成就。他听完愣住了，这是又要修炼的节奏。此刻的工会大楼内，美玲和罗琳正在商讨一件事，因为和罗琳的计划想要美玲帮自己。他原本打算独自重建 M 城，可最近出现的一批组织严重阻碍他的计划。由于制度的限制，他没办法除掉他们。但如果能获得美玲的帮助，那这一切就会容易很多。到时候重建 M 城，就跟师傅说是自己建造出来的，彻底把美玲挤下去。可美玲也不是傻子，抢回来的地大家1人1半，虽然很不情愿，他还是答应。于是 M 城的地还没拿下，两人就已经在规划所有土地的分配情况。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这么一部小说，里面的男主和女主的名字和你认识的朋友一样，而且这两人居然还是情侣设定，这样的小说你会看吗？就是这样的小说让舒言感到震惊。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发现了一部关于师傅和徒弟的恋爱小说。最重要的是，里面男主和女主的名字居然是老古董和美玲。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他却很好奇后面的内容。而且小说这一章，金史贤出现了，突然的开门声把他吓坏了，手机直接丢了出去。因为金史贤真的来了，这小说绝对有毒。老古董这边他正请教移山大圣要怎么获取筋斗云成就，而他要做的就是学习筋斗云术。而这筋斗云术移山大圣也不会，意思很明显，老古董只能自学成才，就没见过这么坑爹的。一气之下，整个山头都崩塌了。他随后表示，就算会也不会教，因为美猴王就是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自己领悟的。那么也就是说，老古董也必须自己领悟，才能获得筋斗云的认可。他不再多说，接下来只能靠老古董自己。就在他准备睡觉时，还提醒老古董，天上的云彩就是筋斗云。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把山头打烂了，因为现在他已经练习了3年，变成了121岁。这让他想起学习雷令神功的时候都用了100年，而这筋斗云术还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道术。3年里，他还试过舒言的五行阵，可他不懂放弃。于是他决定采用物理手段站在云彩上试试，可这物理方法是一点用都没有。随后他还试图用魔力控制云彩，也以失败告终。直到现在，他还因此领悟了虚空踏步武技，让他能够脚踏虚空。只不过这都没有用，这让他一度想要放弃。自己领悟简直难如登天，这能够踩在云彩上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突然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一旁的移山大圣还以为他真的开窍，这次应该不是虚张声势。当我没说，摔了几年他也不在乎这次，便再次踏青云而上，势必要征服筋斗云。于是老古董的反复蹦极成为了移山大圣不可多得的消遣节目。他已经不记得老古董失败第几次了，真是搞不懂他到底在坚持什么。而弟弟又在坚持什么？为什么会把找回成就的希望放在这家伙身上？没等他多想，他发现老古董又在玩花的。只见他脱下衣服，这又是闹哪样？这家伙不是疯了吧？注意看，这个男人并不是变态，他只是在修炼而已。他的训练目标是征服筋斗云，只要能站在筋斗云上面不掉下去就算成功。而这一次尝试，他居然真的成功了。这一招是他根据武侠小说训练的，而这个武林至尊有一招能把身体变轻，这便是轻身术，修炼至极能够让身体轻如鸿毛。由于筋斗云密度无法改变，那他只能想办法改变自己，而这一招就非常适合这里，因为轻身术越来越熟练，他待在筋斗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此刻已忘记时间，沉迷于修炼当中。移山大圣见状连连叫好，我就知道这家伙一定能行。修炼了好一阵，他已经完全驾驭了云彩。由于筋斗云成就条件达成，所有云彩都凝聚在老古董脚下，而这才是真正的筋斗云。等他下来，移山大圣早已准备好衣服，让他赶紧穿上。于是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看属性面板。
这把他吓坏了。131岁是个什么鬼？而这10年里，他一直光着身子训练，想想就尴尬。这么说的话，移山大圣也看了10年，移山大圣才不好那口。随后递来一枚戒指，这就是筋斗云。平时为了方便携带，还能变成戒指形态，而他操作非常方便，形随心动，筋斗云立马变成云彩形态。不得不说，这筋斗云是真不错。那么接下来，老古董该回去了。移山大圣见状，嘱咐他替自己传一句话给弟弟。此时 M 国的某座游乐场内，两人因为土地争夺再次干了起来。而他们的师傅刚好在这时回来，可他发现这里不是废墟吗？怎么变成了游乐场？这让老古董有些生气。2个徒弟又在浪费金钱。教训完2个徒弟，他便来到美猴王的星神世界，却被猴哥一顿说教。我让你取筋斗云，可没让你浪费时间学习筋斗云术。这让老古董感到疑惑，难道不需要学习吗？只见猴哥明确点点头，可把他气坏了。这个移山大圣果然坑爹，居然让自己白白浪费10几年的时间训练。只不过移山大圣是真不知道，因为猴哥告诉他筋斗云使用方法时，他完全没有概念。虽然离大谱，但筋斗云总算拿到手。现在有了它，一切就好办多了，因为这样就不需要通过迷宫走上去，可以从另一条特殊通道直直往上，而这条路就是征服者的专属通路。由于老古董自己获得筋斗云成就，已经不需要借助猴哥成就，中途休息时间都省了，现在只要1天就能到达。老古董原本打算训练完2个徒弟再离开，现在看来也不需要。可他突然想到，自己又不是征服者，那要怎么使用通路？而这个问题他完全不用担心，青龙城就是征服者的象征，自然也有通行权。那么现在就还差一个问题，把乐天之源充满就能出发了。正所谓树大招风，他这次又被针对了。黑袍人因为担心老古董发育太快，特地来找征服者帮忙。既然来都来了，他也不好直接让黑袍人走。而这个手举长矛的家伙就是征服者。当得知黑袍人找他是要杀个人，让他有些好奇，杀什么人需要来找征服者？而这个人就是第9级的敌军，这让他想起了什么？不会是青龙拥有者要杀的那位吧？得知青龙已经被消除，他便不再多说，因为他打算拒绝这个请求。而且这个任务又不是塔拥有者发出的任务，他可不打算接没有好处的私活。于是自顾自修炼起来，这让黑袍人感到无语，这人也太现实了。没有办法，他只好拿出点真家伙。如果你能够杀死敌军，就能拥有更大的成就。有好处的私活就是不一样，他直接原地消失，立马前往第9级塔。他心里虽然很不爽，但如果征服者能除掉敌军，这一趟值了。毕竟他可是被称作天下第1人，有点傲气也算正常。而他就是北天神功成就的拥有者，北天神功，一个将自创武功当做自己名字的人。3天后，敌军老古董已经在沙漠里找了3天，终于他用盲人的指南针找到了征服者通路。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骑着筋斗云，手拿青龙成就，沿着光柱方向一直往上飞就行。当时为了赶时间，他并没有跟2个徒弟说明自己要去哪，不过问题不大，反正5天内应该就能回到地球。只见他一路往上直冲云霄，青龙城就很快就有了反应。于是他身体逐渐消失，来到了征服者专属通路。他此刻心中暗想，这次绝对不能让制造者跑了。只不过这一路属实有些无聊，四周除了通天壁以外什么都没有，而且没有任何意外。1天过后，他毫发无损来到了顶部，眼前这扇大铁门就是第12级塔的出口。随着青龙成就触碰到大门，大门打开，而这里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放眼望去，所有级别的塔都能看到，包括第9级的地球。而这独树一帜的石柱就是怨恨之塔。他没有立马进去，而是取出如意棒，将棒身狠狠插入塔内。因为使用乐天之源，身上的阿提特无法带进去。在地球上，九尾狐正在传授书言道术，而这一堂课非常重要，以5行为基础，学习意志和天机2种道术。而这个道术能预测运势，用地球上的通俗语言表达就是算命。感到好奇的舒言问他能不能示范一次。只见九尾狐双手合拢，口吐一连串奇怪语言，随后魔法阵紫光升起，2重阵纹升起的同时，还形成一个紫色光球，而这就是所谓的天机。随后天机开启，把2人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九尾狐这次演算的是地球最近的运势。这个人由于猎人实力排名第1，阿迪斯和阿尼玛男装国际大品牌都要找他当代言模特，还掀起一场时尚热潮，并且连续3天霸占热搜榜前10，而他的秘书都看麻木了，小场面问题不大。而今天又来了一位国际大品牌代表，想要他们工会会长老古董代言，可他很清楚会长不会再接代言，因为他不缺钱，而且会长代言的阿迪斯和阿尼玛产品实在太火，刚生产出来就被抢光，导致会长的身价不断攀升，但他却高兴不起来，毕竟工会身价在高度与女无挂，还有这一堆品牌代言文件让他非常头疼，又要加班的节奏。此时的老古董已经来到怨恨之塔内部，而他的面前出现了一艘巨大的轮船，于是他绕着轮船走了一圈，发现只有这边有一扇门。走进去后，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玻璃珠，而玻璃珠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画面，就好像监视器画面一样。突然在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欢迎来到诺亚方舟。这位双眼无神好像肾虚的中年人就是制造者。
从制造者口中得知，这是一艘装载了人类所有文明的诺亚方舟。他不仅是制造者，更是这艘船的主人，名叫诺亚赫。可对于这些信息，他并没有认真听，因为他来这里的目的只是找制造者，然后就是揍一顿。这让制造者有些无奈，不就是关在塔里12年吗？又不是抢你女朋友，再说你也没有。不管怎么劝，老古董都没有任何收手的意思。护盾很快就被打破，并抓住制造者的衣领。只见老古董抬手保证道：“一定会留他一命。”没过多久，制造者就被打得鼻青脸肿。老古董见状，这才消了气，随后问起自己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切需要从关在塔里的12年说起。制造者之所以会把他关在塔里12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老古董对自己最狠。他听完是一头雾水，这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对此情况，制造者早有预料。在12级塔中，每一级都有自己的特征，而第9级的地球特征就是回归属性。只要攀登者毁灭完地球，地球就会重新复活。现在的地球正处在第21次回归当中，也就是说，老古董已经复活了20次。他之所以选择老古董，是因为他在第6次回归当中，以平凡猎人的身份除掉了攀登者，成功保护地球。于是第9级塔的命运得到了巨大改变。原本整座塔的作用是来给攀登者做实验用的，而第9级塔的难度，只要是中级攀登者就一定能够通过。可老古董却打破了规则束缚。在这个世界，地球已经轮回了21次，而他也轮回了21次，还是没能拯救地球一次。但他创造了不止一次的奇迹，所以制造者才会选择将他关在塔里12年。而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第12次回归，当时的老古董已经失去了2臂，周围的队友全部倒下，只剩下他苦苦支撑。可他依旧没有放弃，最后利用自爆阿提克成功将终极攀登者炸死。老古董听完让他不要再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说了也是白说。简单来说，制造者是想让他变得更强，所以才会强行关他12年。每一级塔的原住民只有在教学塔中才能快速积累成就，虽然出了教学塔也能成长，但教学塔就像游戏里面能够经验加倍的存在。老古董要做的就是改变整个塔，因为现在的塔正在被错误的使用，而整座塔是由5个人建造而成，有负责最初设计的设计者，建立塔中枢操控系统的技术者，打造塔内细微造型的协调者，利用设计好的系统打造教学塔的制造者，最后就是操控塔的负责者。但在之后，协调者、技术者、设计者3人变心，并抢夺负责者的能力，之后还想除掉制造者。虽然制造者逃过一劫，但几乎用尽所有力量。随后3人利用塔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欲望就是话刚说一半，他沉默，因为第9级塔出事了。有一名征服者正在去第9级塔的路上，征服者来到地球后便打开魔力感知，可老古董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找都找不到。此时的下方聚集了不少人围观，还有一位天津大爷。 Listen to 伯伯 ，Listen to 伯伯，你听伯伯的，听伯伯的啊！小伙子，你下来啊！你这是干嘛呢？没有用，为一女的你至于吗？你至于吗？啊！这让征服者有些烦闷，本来只想除掉敌军老古董，可实在太蠢，他直接发动成就，将下方全部冻成冰雕，包括这位天津大爷。随着长矛挥下，下方冰雕整个碎裂，周身俨然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他不幸如此大肆破坏，老古董还能继续赌下去。时间来到晚上7点，哀国的灾难已经人尽皆知，而且征服者正朝着 F 城方向移动。根据征服者的出手情况，九尾狐可以断定，他们2人还没出手就会被他杀死。从现场直播冰块样貌来看，让九尾狐有些惊讶，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冰块，因为上面没有丝毫魔力气息。能达到这样水平成就的人，只有一种可能。这是一块大型冰雕，冰雕之上，这个男人正在破坏地球。由于实力太强，世界排名前3的2位女猎人，即便连起手来都感到非常吃力。激烈的战斗更是让2人汗流不止。在刚才的战斗中，美玲7进7出，差一点就丧命于此。还好有和罗琳在身旁，使用炎令成就牵制了征服者。可牵制了一会儿，炎令之书差点就被冻住。反观征服者倒是悠闲自在，还时不时点评2人的攻击。没想到第9级塔除了敌军，还有2名实力不错的继承者。虽然他很想玩一下，但是他改变了主意。怪力乱神发觉异常后，赶忙提醒美玲注意脚下。只见一根巨大冰晶拔地而起，被美玲及时跳起躲过。可征服者的突然消失让他头顶发凉，完蛋，这次要领盒饭了。此刻的专属通路内，有人正在高速移动，真是杀千刀的，非要在这种时候出现。好不容易回到第9级，他立马掏出青龙成就，打开了大门。通过感知，迅速朝北边飞去。拜托，大家一定不要有事。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2个徒弟果然都在这儿。这要是晚来1刻，多久不活了。老古董见到如此景象，感到非常生气。我自己的徒弟只有我能教训，你算哪根葱？征服者轻轻一跳，便躲了过去。他的出现让征服者感到意外，居然能将气息隐藏得这么好，直到现在才暴露。虽然征服者叨叨个没完，可他并没有在听，并且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打烂这家伙。得知筋斗云能够送他们离开，他便命令筋斗云将2个徒弟带回公会。征服者也没想到敌军还有筋斗云这样的成就，老古董则越看越生气，这该死的征服者是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
虽然有些唬人，但他可以确定，就这点能力的话，是不可能将青龙除掉。老古董当然知道这一点，直接发动美猴王成就，势必要好好教训他一顿。面对突然换装的老古董，征服者立马抬手抵挡，并发动冰晶攻击，却被轻松躲过。眼看老古董就要发动攻击，他便再次催动冰晶，朝着他背部砸去。原本以为攻击奏效不死也惨，可这一击打了个寂寞，冰晶全被雷令神功抵消，只是愣神的功夫，老古董就将他打飞出去，并在征服者倒飞过程中使用如意棒，又粗又长的如意棒瞬息而至，可把他吓坏了，好在一个侧身躲了过去。没等征服者缓过来，他已经原地发动修罗无滑击，但是3朵曼陀罗居然被冻住结冰，这冰可不是普通的冰，而是征服者的成就万年冰晶。这人是神话之中北海冰宫的初代家主，人称万年冰晶。平常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研究人体艺术。眼看美猴王继承者就要被冻成人体冰雕，这让制造者有些担忧。这次的征服者偏偏是个神话体质，而且他已经没有办法帮他，将他关在塔里12年，就用尽了所有力量。但他离开时，制造者给了他一件阿提特。老古董利用美猴王的雷电打在自己身上，这才打碎周身冰块。虽然危机解除，但猴哥的雷电震得他肝疼。面对征服者的贴脸攻击，他抬棍硬接下来，可刺骨的寒气让他身体感觉要碎裂。于是他发动天雷，想要拉开身位，同时变大如意棒。趁着空隙，他问猴哥有没解决办法，但猴哥也没交过手，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没等他吐槽，征服者就已出现至身后，手中长矛直插老古董心脏。虽然堪堪接下这一招，但有够呛。现在不仅肝疼肾也疼，而征服者早就原地发动万年冰舞，这是要被打成筛子的节奏。就在他后跳躲避时，原来只是佯攻，这个老六已经来到身后，趁着他左臂被冻住，征服者再次挥出长矛，看样子成就到手。可他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古董用天雷打破冰块后，便双手死死抓住长矛，限制他的攻击，同时凝聚修罗无滑击，将无滑击汇聚于右拳当中，狠狠打在征服者面门之上。正所谓有烟无伤，最为致命。他不仅屁事没有，还使用了第2成就，名叫疫病君主的成就。这成就几乎没人看过，你应该感到荣幸。果不其然，还有压箱底的招数没用。面对满屏的乌鸦侵袭，老古董很快就招架不住，被乌鸦攻击的部位很快就冻霜结冰，远比万年冰晶更加霸道。就在他转身离开时，老古董却开口大笑起来：“我是真的会显，还真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信息。”紧接着出现一道道无情铁链，将征服者手臂牢牢锁住。当然不只是手臂，整个4肢都被无情铁链锁住，而这就是他的压箱底后手，制造者给的宝物阿提特。随后征服者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黑洞，而这铁链将他无情拉入黑洞，抠都抠不出来。黑洞消失后，满天的乌鸦开始融化，化作一道道细雨绵绵而下。他见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因为5天后他就会被释放出来。还好先去了一趟诺亚方舟，没有这个阿提特的话，现在就躺地上了。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一座医院内，这个女生因为一场大战导致身体受创，躺了不知多久，终于醒了过来。这把她吓得立马坐起，并询问贴身杀手是不是师傅赢了。可神仙打架，小弟哪敢靠近，自然是不清楚。于是他问起怪力乱神，可他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因为2人的气息打着打着就没了，就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一样。虽然并不清楚情况如何，但能够确定师傅没事。可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失望，居然被所谓的征服者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怪力乱神见状，非常开心地问道：“你想不想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在和罗琳这边，他发现周围漆黑一片，就如同深陷泥潭之中。而他记得自己最后的记忆定格在长矛刺入身体那一刻，这让他感到绝望。明明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过，居然就死了。言令之书看他又在想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便告诉他还活着。而这里是言令之书的内心世界，赐予他力量的不是梅森，而是类似精灵的言令之书。而攀登者梅森的力量只不过是言令之书施舍给他的。而他通过观察发现和罗琳对力量的理解力非常出色，所以他才会选择现身，因为和罗琳有成为古书长的可能性。2个徒弟都非常安全，最累的还是老古董。征服者消失后，他便前往诺亚方舟，询问神话体质是什么东西，那些乌鸦为什么跟无敌的一样，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神话属性顾名思义，在现实之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这让他愁死了。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只见制造者端着个架子说道：“这个办法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他和征服者现在的差距就好比白装打神器，根本毫无胜算。但如果老古董也拥有神话成就，就有希望。而青龙成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话刚说完，青龙成就的玻璃珠便亮了起来。因为制造者允许青龙成就进来，所以才会突然出现在这。只不过手下败将的成就让老古董非常怀疑，你确定这垃圾能用吗？当得知压缩成就的装置是他制造的，
让老古董倍感意外。那也就是说，成就随便用，而事实也可以这么说，打开成就的能力他还是有。随后3道阵纹亮起，成就的保护机制很快就解开。可老古董还是有些怀疑，雷也不克冰，确定会有效果吗？制造者听闻没好气的，你忘记了自己还有其他成就吗？等青龙成就彻底稳定后，他便交给了老古董，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进入青龙成就，然后打败青龙。这人是世界的制造者，他原本以为背靠大佬能嘎嘎乱杀，谁知想要获得成就，还得亲自击杀这条青龙才行。老古董因为没得选，只能进入成就当中，制造者也是没办法，能力所致，现在唯有靠他自己。而且他只有3天时间获取青龙成就，刚进来就遇到了青龙，而青龙一眼就认出了他杀死青龙神的家伙。不仅如此，他还记得老古董使用了猴子成就，此话一出，美猴王直接气炸了。你全家都是猴子，我可是齐天大圣美猴王，这让青龙感到无奈，说了大半天还是只猴子。老古董没想到的是，两人居然还认识。得知说来话长，老古董便打断他们，等两人说完，地球都毁灭。可他发现这雨为什么下个不停，还一直在打雷。谁知青龙却说，反正等下就要打起来，自己在热身而已。而获得青龙成就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抢夺，第2种是认可。第一种抢夺俗称白给，不用通过任何考验就能获得1半的成就力量。第2种认可需要通过考验，考验达成的多少决定成就力量的大小。老古董想都不用想，当然是选择第2种，毕竟傻子才选第1种。其实第2种方法的考验非常简单，那就是在没有外界的帮助下，仅凭自身的力量通过考验。这句话老古董明白，就是不带装备的意思。二话不说就把如意棒放下。青龙看他一脸傲气的表情，有些担心。虽然说起来简单，但考验可没有这么难。毕竟自己的实力可比猴子强一点。随后两人又吵了起来，可他听完更狂了，我打败了美猴王，那这个考验不就随便过吗？只不过是在塔里打败的美猴王。青龙听闻立马解释，如果是塔外真正的美猴王，你根本打不过，因为塔里的美猴王还不及真正美猴王1半的。他现在才确定美猴王没有说，果然是自己迷之自信草率。青龙该说的都说了，那么现在考验正式开始，只要他能坚持5分钟，考验就算通过。他听完笑了，没想到如此简单。随后用力跳起，直接贴脸，使用雷令神功。青龙见状都不好意思嘲笑他的无知。此时的某处异空间内，攀登者正被五花大绑，完全挣不脱，就连自己的成就也无法撼动体炼。不仅如此，这里完全与外界阻绝，就连成就也开始不受控制。而这样煎熬的时刻才过去22个小时，他此刻发誓，只要4天后出去，一定立马除掉。会隐身的闪电，你见过吗？对于青龙的考验，制造者感到非常担忧，因为他发现这是完整的成就，在当初设计阶段，玻璃球连成就1半的力量都无法承受，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这3个家伙后续进行了改良，而这有好有坏，现在就说不定是个机会，这样老古董就能获得更多力量。老古董此刻已经被秒了好多次，这让他不禁吐槽，这简直就是诈骗。青龙本体与青龙成就拥有者的差距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当时被闪电击中几次都没事，现在直接秒了，这可怎么办？最主要的是，这闪电完全看不见。青龙神见状鼓励他，其他人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雷电击中就死了。你好歹知道自己被击中后才去世，已经很强了，这算哪门子强？半斤八两，当我傻吗？被连续电了几次，他意识到不能继续在原地等死。正所谓36计，走为上计，那就先跑为敬。沉默许久的猴哥终于打算开口了，因为他看得出来，青龙很想把成就给他，于是好奇青龙为什么要这么做。而青龙的答案是，因为猴哥的选择，在青龙的朋友里，他是唯一一个还在挣扎的人，可他却把夺回成就的希望放在老古董身上，而青龙相信他的选择，所以也想赌一把，希望这个小家伙日后真的有可能做到那件事。下方的老古董一直在思考如何避开雷电，不管是用跳的还是用跑的，别说是5分钟，就连30秒都坚持不下去。而他记得一句话，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这辈子都不可能认输。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发现闪电的速度变慢了，但其实不是变慢了，而是老古董已经开始适应起来。随着感觉越来越敏锐，他现在能够躲开每道闪电，于是他飘了，别说是30秒，5分钟随便躲。话刚说完，青龙就开始作妖，这次不再是单道雷电，而是3道。老古董当场去世，这让他有些气愤，好不容易坚持29秒，你是故意的吧？谁知青龙却说这是终极套餐。面对嚣张的青龙，他毫无办法。而接下来就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终极套餐，虽然他还是活不过5分钟，但他现在能够坚持最少2分钟，最后死于终极套餐之下。随着死亡次数不断攀升，他逐渐发现了终极套餐的规律。随后又是一道雷电降下，极快朝着他面门冲去，可他并未死地，而是抬手接下。而这一次他并没有死亡，反倒将雷电抵消，这让他心中暗喜，果然成功了。这是个悲伤的故事，他从小父母双亡，在孤儿院长大。当你知道自己无路可走，只能依靠自己，并且不再害怕失败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无敌的。他作为地球的守护神，已无路可走，
而这一次他也必须成功。对此，青龙还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明知道自己一定会失败不知多少次，却还在坚持，毫无退意的坚持。而这坚定的眼神让青龙明白，这是个心智坚定的小家伙，还真是难得。老古董此刻心里只有一件事，这5分钟老子一定能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让他再次接下一道雷电，1道、2道、3道雷电，他此刻已不记得接下了多少道。就在这时，云层突然平静下来，这让老古董有些疑惑，而这当然是因为5分钟考验通过。但老古董还是不解，这青龙成就怎么没有感觉到变化？比如掉落阿提特，或者是弹出信息窗口之类的。随后，青龙告诉他，现在只是获得成就力量，掌握了使用方法才能使用成就力量。这让他想起猴哥也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才学习的棒数。获得成就是基础，接下来便开始学习使用成就。小家伙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在征服者的虚拟空间内，禁锢时间还剩下5分钟。随着时间流逝，铁链也随之消散，这让他异常兴奋，信誓旦旦说着那家伙死定了。可他刚出来，发现这家伙不仅没有跑，还跟自己一样开心。难不成是知道打不过，已经吓疯了？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他要杀死老古董的想法。只见他率先发动第2成就能力，无数乌鸦侵袭而来，他也不甘示弱，发动美猴王成就。面对征服者的质疑，他默默竖起国际手势，同时发动青龙成就，1道道雷电便从周身涌出，将征服者的乌鸦电得粉碎。征服者见状感到不可思议，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接下这一棍后，他立马发动万里冰封，势必要把他冻成冰雕。老古董一点不慌，毕竟手中的如意棒长度可是无限的。随着如意棒挥出，周围被砸得稀巴烂。老古董原本还有些担心，因为在跟青龙学习道术时，他的天赋实在太差，于是他没有学习道术，而是学习道理。因为青龙说，只要有道理，成就力量就没有限制，道术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他当时还以为青龙是为了安慰自己，所以才这样说的。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妥妥的嘎嘎乱杀，征服者的冷气完全没有感觉。他拯救了地球，女儿却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获得青龙成就，老古董现在打他跟玩一样。征服者怎么都想不明白，这家伙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怎么可能5天就获得青龙成就？于是他再次发动成就，万里冰封。看着这些冰晶，老古董抬手使用青龙雷阵之力，便轻松化解接连攻击。作为征服者，自然是傲骨铮铮，他此刻不管不顾释放全部力量，就算死也要除掉。而他所谓的全部力量，只是在长矛上镀了一层冰晶。老古董见状不禁嘲笑起来，而征服者没有说话，举起手中长矛冲了上去。面对暴走的征服者，虽然不难对付，但谁又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后果？而且青龙成就时间也要结束，不能再跟他耗了。老古董抓住长矛后，没等他反应，征服者便被举高高，然后狠狠砸入地面。看着暂时失去意识的征服者，他没有犹豫，直接使用青龙教给他的能力，这便是瞬雷之术，一个用身体爆发雷能的强大招式。这次没有意外，雷电将征服者全部直至消失，只留下一个造型奇异的阿提特。而此刻弹出的信息窗口让他感到惊讶，惊讶的不是杀死征服者，而是自己的权限终于升为高级权限。他一开始满世界对付攀登者就是为了这个，虽然他已经不需要了，但为了纪念今天，他决定去找阿布分享一下。可不管他怎么喊出入功能，周围都没有任何变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阿布出了什么事？随后他被送到了医院，因为瞬雷超负荷运用出现了后遗症。2个徒弟知道情况后，立马来到医院，并带来一些灵药。师傅的身体可不能有问题，只不过这个灵药属实有些敷衍了，还非常苦的灵药，要不是看在2个徒弟身上，对于2个徒弟的所作所为，他觉得有些多此一举，却还是奖励他们一个摸头杀。虽然有时候确实挺烦人，但2人是真挺好。他5天后顺利出院，还参加了一场祭奠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金史贤便过来接他，直到现在他还是不能进入系统房间。于是他跟舒言、石原哥、金史贤3人吃完午饭，便前往迷宫补充乐天之源。再次来到诺亚方舟，他发现这里大变样，每个角落都被擦得发亮，突然这么干净，还真有些不习惯。而他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这个阿提特自己能不能够使用。通过制造者分析，这个阿提特完全不能用，因为使用这个成就的基础条件就是年龄超过1000岁。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自己为什么不能进入系统房间？当你得知与你朝夕相处的人是不存在的，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当老古董询问制造者关于阿布的事情时，他的回答却是没有这种东西。可老古董不信，跟阿布玩了这么久，怎么可能没有？闻听此言，让制造者陷入沉思当中。经过仔细回想后，他还是非常明确的回答，自己没有制造过这种东西，更不可能制造阿布这样的少女。这让老古董背后一凉，自己跟他玩了这么久，现在却说没有这样的人，难不成阿布是自己幻想出来的角色吗？随后制造者让他淡定，并告诉他第9级塔布只有一个卫士，成为卫士的人都会拥有卫士的特权，也就是这样的搜索技能。可老古董表示自己没有。
所以这就有些奇怪。按道理来说，那3人掌控了塔，不可能会制造出这样的系统空间，所以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叫做阿布的少女是与制造者一起制造出搜索窗，担任总管者的女同事。老古董听完有些许呆滞，这样一个不讲卫生、喜欢打游戏还喜欢撒娇的家伙，不管从哪里看都没有一点领导人的样子。随后他问起制造者能不能找到进去的办法，而他的答案是不会太久，只要这个东西存在的话。既然阿布的问题有了答案，两人便接着说上次因为征服者出现没说完的话题。在圆桌会议内，塔的掌控者在大发雷霆，因为黑袍人自作主张的事已经被他知道。可掌控者不仅没有处罚他，态度还发生巨大转变，还让他放手干，不管对敌军用出什么手段都行，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1个月后再出手。如果给他1个月时间发育，他就能躲过黑袍人所有的手段，那或许会诞生最棒的晚餐。而制造者之前所说错误使用塔的意思，是指塔现在的作用已经纯粹变成攀登者的试验场所，而攀登者之所以会登塔，是因为成就被强制剥夺。于是攀登者为了拿回成就，不惜毁掉自己生活的地方也要登塔，后来变成抢夺他人成就而登塔，利用王座获取他人成就。于是制造者提议要不要和他一起把掌控塔的人揍晕。如果你抓到这样一只人形狐狸，而且它什么也不会，就会吃饭和睡觉，你还会养它吗？老古董从诺亚方舟回来后，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除了这只狐狸，自己回来这么吵，居然都没能吵醒他。于是老古董用手摁了摁，再不起床就把你红烧了。这把九尾狐吓得立马爬起，而老古董叫醒他的原因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登塔。毕竟他这无欲无求的状态就不像是会登塔的狐狸，而他会登塔是因为生活的地方消失了，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人，将他世界里所有人的成就通通抢走，并告诉他们只要成功登塔就会把成就还给他们。而老古董发现九尾狐说的某段话里也出现部分内容被屏蔽掉。九尾狐现在之所以不登塔，是因为他的成就莫名其妙找了回来，而且在这里有吃有喝挺好的，所以就不登塔了。随后他说的差不多，便哀求老古董能不能给他一样东西。没等老古董答应，他便自己动了起来。他要拜托老古董的东西就是眼前的宠物猫零食，因为舒言说过，如果偷吃零食被发现，就会被老古董打屁股。闻听此言，老古董便递了过去，并表示你以后想吃就说，我会给你买。说完，老古董便出去了，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进入美猴王的心神世界。可他发现美猴王因为青龙不小心压死一棵树，所以跟他吵了起来。老古董见状便上前当起和事佬，可一点卵用都没有。后面两人打累了，他顺势问起猴哥和青龙的故事，这让两人一头雾水。故事有很多，几千年也讲不完，你确定要听吗？而老古董要听的故事是两人为什么要登塔。这个答案很简单，两人都是为了处置塔顶那个家伙才会选择登塔，这让青龙抱怨起来，都是因为那个家伙，不然也不会跟一只猴子待在一起。于是两人又打了起来，不知打了多久。美猴王开口问起老古董为什么问两人这个问题，而他会来问跟制造者的提议有关。如果仅凭他和制造者的力量，成功的几率太低，但如果得到青龙和美猴王的支持，那推翻塔的掌控者就会更加容易。经过制造者分析，如果想要改变塔，就要从塔的根本开始。简单来说，就是先除掉协调者，而协调者负责调节塔的平衡，现在在地底，只要杀死他，应该就能获得那个东西。当你的徒弟突然跑过来跟你说他有个问题，一定要你去他房间里解决，而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老古董得知要去地底找协调者，便问两人知不知道地底。对于这个问题，美猴王当然知道，好歹登过一次塔，并表示这个协调者应该很容易解决。老古董原本以为协调者很厉害，现在倒是轻松不少，只不过在去找协调者的路上会遇到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地底不属于这座塔，是一个边外阶级，就连征服者的专属通路都无法到达那个地方。而且美猴王只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但具体要怎么去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他知道那里的路上有尸体，需要非常小心，而这些尸体都是攀登者，每一个攀登者死亡后，尸体都会传送到这里，意识则来到虚拟空间，就比如天魔那样的。当然这只是有用攀登者的处理方法，毫无用处的攀登者，肉体和灵魂将一起毁灭。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美猴王也不太清楚，不过美猴王可以确定，用筋斗云前往第一级塔需要10天时间，看样子具体要怎么前往地底，还得制造者去研究。老古董随后回到了现实，他原本并不觉得乐天之源用起来麻烦，可现在使用次数越来越频繁，让他感到非常不耐烦。这3天2头去迷宫刷怪也不是个事儿。就在他思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时，美玲却走了进来，但他发现又不完全是美玲，而是怪力乱神。他过来到底想做什么？
这让老古董警惕起来，屁股不由朝后方移动。随后他直接上手了，紧紧抓住他的双脚，往下死死摁住，并问他究竟想做什么。这一下直接把怪力乱神弄疼了。经过一番辩解，老古董这才松手，差点就弄断了。而这骚操作让怪力乱神非常生气。就这样，两人吵了5分钟，一点都不妨碍九尾狐睡觉。他此刻非常郁闷，美玲怎么会对这种人感兴趣？他现在之所以能接替美玲的身体，是因为美玲正在修炼。老古董通过了解怪力乱神会选择美玲的原因，是因为美玲的灵魂波长跟他的基本一致。可更具体的原因，怪力乱神并不打算现在告诉他。而美玲会修炼，是因为征服者打击太大。对此，他作为师傅还是非常乐意的。以后自己不在的时候，就不用这么担心。而怪力乱神来这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现在的身体虽然看似怪力乱神的意识在支配，但说到底，这个身体还是美玲的。有些事情怪力乱神也没办法控制，所以不是他想来这里，而是美玲想过来。老古董听到这有些不耐烦，绕来绕去的，能不能说重点？而他的想法就是今晚邀请老古董一起打扑克。他作为师傅，怎么可能会答应徒弟共度一晚的请求？没错，他整个人都不好了，自己的徒弟是不是又疯了？随后他问起制造者有没有直接来这里的方法，每次都要去迷宫补通乐天之源，实在是有些烦。制造者抬头想了想，还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单独制造一个阿提克，不过需要时间，大概2到3周。除了这件事，老古董还有一件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到达地底世界？不然再来一个征服者，他还真不一定能扛得来。而这个方法还真有，但是这个东西就在协调者手里，所以在找到协调者之前，只能运用其他办法过去。话刚说完，制造者就开始找了起来，果不其然，找不到有关协调者那件东西的任何资料。老古董见状有些许烦闷，用筋斗云可需要10天才能到第1层。随后制造者继续说道，应该还有一个办法能到地底。在设计之初，他建造了一条通往地底的秘密隧道，甚至还有能去那条隧道的阿提克。这便是制造者的未知移动装备。虽然装备介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制造者非常担心移动场所是否存在老化。如果传送的地点已经崩塌，就会掉入虚拟空间。而这个虚拟空间并不是类似攀登者的虚拟空间，而是塔外的另一个空间，几乎没有办法回来，将会在虚拟空间飘荡，直到永远。老古董都服了，一个秘密隧道都建得这么多事。而虚拟空间并不是制造者想出来的，是3人当中的其中1人制造。现在老古董有2个选择，一是启动位置移动阿提克，2是走征服者专属通路下去。只不过一个转眼就到，但危险系数极大；另一个就是时间太长，地球容易扑街。在2徒弟和罗琳的公会大楼内，他并没有答应炎令之书开启星神世界的修炼，这让炎令之书非常纳闷，这小毛孩究竟在纠结什么东西？要是换做别人，早就出卖灵魂换取炎令教导。因为太吵，他直接将炎令拍在桌上，同时说道自己会好好学习炎令，毕竟师傅告诉了他世界真相，是该变强才行。而且那个家伙已经开始修炼了，但是师傅现在是独自一人，如果趁着美玲不在跟师傅生米煮成熟饭，这可比修炼有意思多了。于是他决定就先这么做，等煮完米饭再回来修炼炎令之书。这个女生被怪物附体后，对师傅说了一些虎狼之词，现在还害羞的不敢出来。于是她便让怪力乱神出来，跟师傅讨要恶天之源。因为后面的修炼会需要用到恶天之源进入某个地方，而这修炼是为了让美玲100%获得她的成就力量。虽然美玲出来了几秒钟，确认是修炼需要，但她还是有些怀疑怪力乱神是不是有其他目的。除了要恶天之源，怪力乱神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跟老古董道歉。因为美玲知道后发脾气，只见她2手一摊，表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因为美玲还是装个样子让他消消气，并嘱咐老古董这次出去可要小心。当然这是替美玲说的，还有就是替怪力乱神向那条大蛇问候。这让老古董愣了一下，他指的大蛇难道是指青龙吗？原本还打算问问，但从他的表情来看就是青龙没错了。当得知这个女人叫做怪力乱神，可把他吓了一跳。难道这个女人也得到了那个成就？美猴王见他一惊一乍，便建议青龙直接问那个女人，何必猜来猜去。可老古董表示以后再说，现在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用筋斗云测试移动装置能不能使用。通过老古董本身的筋斗云成就和美猴王的成就叠加，能更加轻松地使用起筋斗云成就。如果筋斗云不幸掉入虚拟空间，虽然会失去这个成就，但比失去生命好多。对不住了，筋斗云开启移动装置后，筋斗云就被吸了进去，直至消失。筋斗云此刻已成功传送过去，那么接下来就是通过成就同屏获取筋斗云所在的画面。老古董睁开眼睛后，成功获取了筋斗云画面，而且非常幸运，这里的通道完好无损。在地底世界当中，这里躺着数不清的攀登者尸体，而在尸山之上居然有一个活物，而这个活物的屁股以及背部长有几根粗大的触手。只见他哈腰低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不知找了多久，他终于找到了，是一小块紫色的结晶石。确认是这个东西没错，让他不由得感到开心，因为找到这个小东西就还差另外一样，他就可以开始自己的计划。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女妖居然是女海王，让我们来看一看女海王是怎样炼成的。在虚拟空间内，这个女生正在修炼，看似随意的动作，杀死怪物不在话下。由于怪物实在太多，她更是一个蓄力招式，炸飞一片怪物，只不过还是漏了一个，直接将她顶飞出去。就在她要被打趴下时，所有鬼神突然消失，原来是怪力乱神回来了。而美玲见她的第一时间就是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她却说道歉也说了，你还想我怎样？况且我又没做错什么，反倒还帮你说出不肯说的事。你每天除了犯花痴，正是一个没做。还有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所以怪力乱神也很明白，美玲好歹作为继承人，她当然会推她一把。可美玲觉得这是师傅，怎么能对师傅做出伦理不当的事？怪力乱神听完没好气道：“你每天晚上都说梦话，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美玲能怎么办？人家只是个弱女子。随后，怪力乱神问她要不要学习必杀技，一个100%俘获男人心灵的技能。他见美玲不相信，便让美玲猜猜自己活了多少年，以及拥有过多少男人。万万没想到，怪力乱神居然是个女海王，而她还有一个响亮称号，那便是天下一绝的妖女。不管是得道高僧，还是各国的皇帝，都跪在地上舔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不平何以得天下？虽然老古董确实像块石头，但他信誓旦旦保证，只要学会这个必杀技，你的师傅连1秒都撑不过，就会立马臣服在你的脚下。而美玲作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怎么可能会用邪术诱惑师傅？但学习一下还是可以的，正所谓技多不压身。不过这技能有个前提，需要先获得百鬼夜行的成就，才有学习必杀技的基础条件。不出意外，老古董找到了地底世界的入口，只见他重重一拳就把这条看门狗干废，简直弱爆了。随后他翻找起来，果然有一把钥匙，这就是打开地底世界大门的关键。将钥匙插入后，地底世界大门不出意外的打开。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他能否找到协调者？这满是图书的地方，便是言令之书的内心世界。和罗琳正沐浴在群书当中，看着他认真学习的样子，让言令之书感到非常欣慰。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将言令之书的运用进行到第3阶段。尽管这是好事没错，但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去找师傅时，师傅居然不在。明明这么好的机会，真是白瞎了。言令之书见状，问他是不是想勾引师傅，并表示自己有解决办法。何罗琳也是没好气，你就一本破书，哪会什么勾引？可言令之书所言不虚，只要将言令学习到最后一个阶段，成为古书长，就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师傅。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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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就连一本书都会蛊惑人心。反应过来的何罗琳发现言令之书居然蛊惑自己玩弄师傅，这让他非常生气，眼看就要撕起来。言令之书赶忙补充，这招是为了控制美玲而学。听到这个提议，他确实心动了。到时候让美玲离家出走，师傅就是属于他一个人。而言令之书推断，不一定要成为古书长，说不定第5阶段就可以操控美玲。心动不如行动，于是他开始拼命修炼，而他现在的实力就已经达到第3阶段。老古董到达地底后，已经找了好几天协调者，可除了这些臭到窒息的攀登者尸体，连个鬼影都看不见。随后他浮至高空，想看看有没特别的地方。你别说，还真有一个看起来特别的废墟。而在这里，攀登者的尸体有些不一样。猴哥便提醒他，这里的攀登者尸体拥有的魔力比外面那些更强大。老古董见状没有躲避，而是选择硬碰硬，因为动静实在太大，其余尸体也相继动了起来。又一声巨响过后，老古董周身地面整个凹陷下去，这些攀登者则毫发无损。没想到这些家伙都比高级攀登者更胜一筹。只见美猴王催促他不要再玩了，因为这几天青龙教了不少东西，他的实力再次提升，对付这种攀登者就跟玩一样。由于认知达到巅峰，他现在操控身体会更加容易。只见他小刀一抽，直接将附近的攀登者全部清除。两人看此情形毫无波澜，小场面问题不大。可接下来一股恶臭席卷而来，气味来源正是之前尸山上的女人。这让猴哥和青龙都感到恶心，因为他的脚踝、整根右腿、这条手臂以及背上的肢体都是从腐烂攀登者嫁接到自己身上的器官。他走过来的同时，直接承认自己就是协调者，而他这副身体刚好需要实验对象，老古董就出现了。废话不多说，协调者率先发动攻击，将身上2根大宝贝扯下。这把老古董惊呆了，这难道是什么献祭大招？虽然出手的攻击并不快，但很可能威力巨大，所以他非常小心。随后找准时机，他便来到协调者身前，想要用这一拳牵制他的攻击。可一拳过后，他直接不动了。别说是老古董，这两憨憨都看懵了，这协调者什么时候变成纸糊的了？身体居然一打就碎。话刚说完，意外就发生了，整个地底剧烈震动起来，而躺在地上的协调者转眼就变成一只彻头彻尾的怪物，这究竟是什么鬼？
这个女人到底有多恶心？她为了成为世界主宰，收集所有强者的尸体，然后挑选有用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最终变成怪物模样。下方的老古董，他本打算嘲讽一波打探情报，可青龙提醒他，这怪物不按套路出牌。只见一道雷电打在老古董面前，虽然躲了过去，可他的脚被冰晶限制住了。随后等待他的是妥妥10万伏特大礼包，一阵电击疗法，把老古董的美猴王成就都逼了出来。老古董见状一阵抱怨，这就是你说的协调者，很容易对付。猴哥也没想到这协调者如此丧心病狂，他的身上不仅有猴哥占有玄武的气息，还有牛兄的气息，甚至还有蠢蛇的力量。而青龙道法加持，察觉协调者远不止如此。虽然只是移植了一部分攀登者身体，但仅仅只是一部分，他就能使用这个攀登者的所有力量。不过可以确定，协调者拥有青龙以及万年冰晶的成就。他看老古董如此惊讶，便介绍自己是所有失败者的女王，而他打算把老古董也移植到身上。青龙见状，直接原地教学一波，这个协调者可能运用了哪些道术，才把上百个攀登者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就在提到弱点时，猴哥一把推开，因为此刻的协调者同时发动了大量成就，使得老古董周围顿时被包围起来。老古董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使用青龙成就，这才脱离险境，并使用如意棒朝协调者方向捅去。趁着协调者躲避空隙，他赶忙移动至身后，同时蓄力发动修罗无滑击，抬起拳头朝着背部狠狠砸去。一阵巨响过后，协调者直接被干成2半，同时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起来。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协调者碎裂的身体再次恢复如初。意识到不对劲的老古董立马跃至协调者头顶，可这当头一棒被一堵透明的墙壁挡下。同一时间，在怪力乱神的星神世界，美玲正在疯狂修炼。由于是第一次承载所有妖怪的理智，美玲最终走火入魔。面对突然出现的透明墙体，美猴王能够确定这应该是玄武的土地，并在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攀登者的透明成就，才有了透明土地。可最棘手的是，这个再生成就变成2半都能接回去，可把老古董头疼坏了。但如果打成粉末，说不定就无法再恢复。没等老古董出手，愤怒的协调者率先表示自己要变成最终的样子，把他干得粉碎。说完，他便咬向自己刚复原的身躯。于是，在众人面前，协调者将自己的大部分身体吃掉，最终变成球状的独眼怪物，还真是越丑越强。随后从这个怪物体内伸出许多触手，疯狂敲打着洞穴。老古董在躲避的同时，也尝试着攻击协调者，但普通的攻击都无法打烂土地。没有办法，那就给他来一发猛的。随着雷令神功踢下，协调者身体再一次被打烂，可这个程度还在协调者的可再生范围内。虽然身体可以恢复，但被破坏的痛苦比常人更加巨大，这让协调者非常恼怒，可就是打不死这家伙。随后的老古董再一次将协调者打烂，并把他轰得粉碎。即便如此，协调者依旧能够复原，这跟魔人布欧有啥区别？这也太犯规了。于是接下来，老古董一边逃跑，一边思考解决协调者的对策。好在只是再生能力强的离谱，其他成就威力倒还能接受。而协调者简单的攻击方式，让老古董一度以为自己再打回合制游戏。就目前这个情况，说不定他把智商也用在增强再生能力上，这根本就是一个打不死的弱智。于是老古董寻求猴哥和青龙的帮助，可看了老半天，两人也看不出有什么弱点。随后两人嘱咐老古董再跟协调者多玩一会儿。终于猴哥察觉到了什么，表示协调者成就来源不在本体上，而是来自其他地方。对于这个结论，青龙听完表示认同，可猴哥的一句话，两人不出意外又吵了起来。老古董都无奈了，这种时候也能吵架？眼看老古董体力不断消耗，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就在这时，青龙开口了，虽然不是很确定，但在不远处的悬崖和石柱之间可以感受到很奇妙的成就气息。不得不说，这根石柱的样子确实奇奇怪怪的。在美玲这，由于失败了1000次，让他有些失望，可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仅失败1000次就获得百鬼夜行7成的成就，而获得百鬼夜行的过程就是不断挑战各种妖怪，并将击败的妖怪吞噬。所以大部分人在获得这个成就的过程中，就因无法承受妖怪的力量而彻底疯狂。怪力乱神通过1000次观察，说不定美玲有超过自己的潜力。这根东西贼硬，周围都被鱼尾打得破烂不堪，唯独这根柱子屹立不倒，固若金汤。老古董虽不确定，但还是朝柱子方向冲了过去。协调者立马慌了，自己的那根大宝贝居然被发现了。老古董原本还不确定，可看到协调者如此阻拦自己，看样子稳了。于是他来到后，立马将这根大宝贝踢断，而断裂的石柱中央出现了一枚紫色宝石。青龙闻了闻，发现这就是协调者成就的根源。协调者见事情败露，想要抢走根源，老古董怎会给他机会？抓住根源，用力一握，使根源开始出现裂痕，最终爆裂开来。
随后协调者一下子萎了，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这也让协调者非常愤怒。自己花费数十年才抢来的成就，现在直接碎了一地。虽然成就根源已经消失，但老古董的成就使用时间即将见底，必须在此之前解决协调者。可正常攻击已经行不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能试试这一招。随着道术被催动，只见周遭上空开始凝聚黑云，这让协调者大惊失色。而这一招是老古董最近无聊时青龙传授给他的道术。原本在青龙的教导下，他试了多次都未曾成功过，毕竟这可不是平时刮风下雨而是让诸神都闻之色变的惊天雷。面对协调者的愤怒暴击，他悟了。画面一转，美玲正在嘎嘎乱杀。根据美玲目前的状态来看，虽然看似走火入魔，但又不完全是，因为她的心神之中始终保留着一丝理智。可美玲剩下的一丝理智还在劝说自己放弃，为什么要继续折磨自己呢？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而现在的力量应该就能帮到师傅。说到师傅，让他想起了以前师傅对他的教导。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出身，那就把他忘掉；如果是因为一些不好的经历，那就创造辉煌将它掩盖。师傅为了让他忘记之前的不悦，至此改名为美玲。记住，谁都可以不相信你，但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两个女人在讨论如何钓一个男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美玲此刻已获得怪力乱神的完整成就，随着成就发动，各种妖魔鬼怪纷纷跑了出来，并且都臣服于美玲的旗袍之下。测试完成就，她便收回所有鬼怪。怪力乱神见状开心坏了，没想到比自己预想的还快，于是怪力乱神打开心神通道，让他出去好好休息。可美玲看了半天并没有出去，这让他有些疑惑，难道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而美玲确实有事需要请教，那就是必杀技的事。说好获得成就后就要教自己对付师傅必杀技，而这所谓的必杀技怪力乱神还不止一种，需要根据男人的性格、空间、场景去改变战略。比如在公共场合，你应该做那样的事；而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就应该做这样的事。关于两个女人讨论怎么钓男人这件事，咱也不敢说不敢问。怪力乱神还表示，一定要可纯可骚，不然男人哪里来的感觉？可具体怎么做，美玲还是不清楚。于是他推荐美玲2种方法。像老古董这种硬到离谱的钢铁直男，可以考虑打持久战，在日常生活一点点的拿下他。持久战的重要核心就是日久生情，你听懂了吗？看着美玲呆萌的表情，怪力乱神知道他听了个毛线，说了个计谋。于是他说出第2种方法，虽然会有风险，但非常有效，简称一发就中。可美玲还是没听懂，这把怪力乱神气的直接捏了起来。说实话，我也想捏捏看。美玲面对怪力乱神必杀技指导，他会选择哪一种方法呢？在老古董这边的大战，随着惊天雷落下，协调者被电得内焦里嫩，身体完全不能动。老古董看着下方协调者的情况，感到出乎意料，这道术的效果居然这么好。而且经过观察，协调者被破坏的身体没有再生迹象，那么这就容易多了。只见他将如意棒强行塞进协调者嘴里，一看就没憋什么好屁。随着如意棒无限伸长，协调者直接被搅得稀碎。一声巨响过后，系统传来协调者的死亡通知，而他终于能好好喘口气。随后他的身旁出现一枚锥状物体，是一件用来打开某扇门的阿提特道具，并处在冷却时间当中。对于这个东西，老古董一点头绪都没有，看样子又要请教诺亚方舟的制造者解答才行。于是他召唤出筋斗云，准备离开地底世界。可他发现自己来这里并没有做任何标记，周围也因为打斗变得破烂不堪，便询问青龙之不知道出口在哪里。青龙听闻便告诉他，这个出口可能在东西南北边。老古董此刻终于知道猴哥为什么老是揍青龙了，这家伙确实欠揍。猴哥没有理会青龙，而是建议老古董绕一圈看看，毕竟筋斗云速度很快。经研究表明，女生好色程度是男生的6倍。除此之外，好色的女生往往颜值更高，男人看了都没用。因为好色会刺激雌性激素分泌，使皮肤增强弹性，延缓衰老。而以上出现的画面都是舒妍看的同人小说剧情，她果然还是没能忍住自己的欲望，把老古董和美玲的同人小说看到了最新章节。2人接吻的画面，她想想就不堪入目。美玲现实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好女孩，可在这篇小说里，美玲实在是太骚了，这让舒妍不得不佩服，这个作者也太会写了。于是她看了一路小说，导致满脸通红。终于，舒妍和九尾狐来到了美玲的霸道公会分部，刚进门就遇到一众假面武士。从他们鞠躬欢迎的情况来看，舒妍这才敢进去。2人进来后，舒妍便让九尾狐先去瞬间移动魔法阵，自己则去上个厕所。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美玲正搔首弄姿，只见她挺胸提臀，诱惑指数大大提升，也不知道老古董在往后的日子里到底吃不吃得消。舒妍则石化般呆呆看了5分钟，于是，在美玲一个转头姿势下，她这才发现舒妍站在自己身后。而这漫长的5分钟，舒妍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看小说，做着白日梦。几秒过后，美玲立马变脸，因为这些姿势只有师傅才能看，而她召唤出来的猛虎叫做库巴，拥有消除他人记忆的能力。看着库巴越来越近，舒妍差点吓尿。尽管美玲说只是取走记忆，她还是非常害怕。
可下一秒的库巴却停在原地不动，因为怪力乱神建议不要消除舒颜刚才的记忆，而舒颜的出现刚好能帮美玲做些事。在另一边的二徒弟何罗琳也在为师傅的幸福努力，只要认真修炼到最高级别，成为了董书长，他就能100%占有师傅。只见所有书籍被定格在空中，随后一声回归原位，又纷纷回到各自区域。只不过这一次，严令的第4阶段训练再次以失败告终。通过严令之书观察，何罗琳需熟练控制空间之力，就能突破到下一个阶段。而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美玲离家出走的场景。此时，第1级塔的入口出现了一位攀登者，但是他发现第1级塔的考官已经不省人事，而身后突然出现的老古董让他警惕起来。还是第一次听说第1级有2名考官。由于比较赶时间，他直接使用全力调动体内魔力。老古董也很无奈，说自己是路过，他就是不信能怎么办？而他此刻有些纠结，是先去找制造者，还是回趟家看看徒弟在干嘛？公司不让谈恋爱是有原因的。安雅与金世贤是情侣，就在他递过一叠资料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金世贤的手，这碰一下不要紧，两人都有了一些想法。可这里是工会，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于是两人保持着一段距离。谁知安雅想了想，说道：“工会基本上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气氛烘托到这，金世贤不主动一些可说不过去。可就在这时，舒颜老妹与石原哥刚好过来看看，两人心态崩了，因为这已经是第2次被老熟人撞见。舒颜吃完狗粮，便回到自己的阿郎工会训练场。每天的这个时候，是他向九尾狐学习道术的时间。每上完1节课，九尾狐都能获得1条猫粮。通过2周的不断学习，舒颜的各方面属性居然有了提升迹象，特别是魔力属性由原先的 S 加提升为 S 加加。在舒颜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离开了教学塔，自身属性会很难提升。突然，九尾狐叫住了他，因为两人去霸道工会的时候，美玲给了舒颜一个任务，一个舒颜不想提起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究竟是怎样的？在另一边的诺亚方舟，两人在分析有关协调者的事，得知协调者重组攀登者的成就，让制造者有些许惊讶。一个好好的大美女，却非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怪物，可真是暴殄天物。随后老古董询问仓库的钥匙有什么用，毕竟是从协调者身上掉落的阿提特，而这把阿提特的信息，制造者打算等他去了一趟仓库后再做解释。就在他拿出钥匙准备看看冷却时间剩多少时，这把钥匙刚好刷新完成。于是老古董立刻说出了使用口令，一片蓝光出现后，他离开了诺亚方舟，来到一处巨大洞穴，而在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其中不乏一些老面孔，让老古董不自觉给了一个大逼斗。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这里居然还有天魔的雕像。外面的制造者见状解释道，这些就是攀登者的尸体，虽然看上去是一些很硬的雕像，但从上面成就残存的气息来看，一定是攀登者的尸体。而且老古董还发现孙悟空、田宇智、万年冰晶也在这里。就在老古董找不到青龙雕像时，青龙便提醒他，自己的雕像当然是在天上。知道了仓库里有什么东西，老古董便回到了诺亚方舟。可他不明白攀登者的雕像对自己有什么帮助，而制造者的计划就是让攀登者成为友军，一起推翻教学塔的统治者，而他手里的绿色玻璃球就是计划的关键。老古董听到这开心坏了，这样的话能轻松不少。可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说服攀登者成为自己的友军，但老古董不善言辞，便问能不能用武力解决。得知不行，他打算先学会复活攀登者的方法，而复活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前往攀登者所在的虚拟空间，将意识装入玻璃球带到仓库就能复活，但前提是说服攀登者。老古董无奈了，说了半天还是得动嘴。老古董此刻非常烦恼，因为他要劝说被自己杀死的敌人加入自己的团伙。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如果救活青龙和孙悟空，他们肯定会答应的。而制造者表示并没什么用，因为孙悟空复活后借给老古董的成就就会回到孙悟空身上，所以复活孙悟空并没什么卵用。而青龙是把成就给了老古董，那么青龙复活之后没有成就，也只能在一旁打酱油。当然，老古董愿意把成就还给青龙就不一样了。搞了半天，这是要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节奏。他见状安慰老古董，说服攀登者的方法会帮他一起想想看。而阿布的系统房间目前还没找到，但之前提到的诺亚方舟传送装置已经顺利制造完成，是第9级塔的专属道具。冷却时间12小时，补充魔力还能最大减少15%的冷却时间，好歹算解决了一件事。随后老古董回到家中，便把诺亚方舟的聊天内容跟青龙、孙悟空确认真实性，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虽然希望破灭，但可以确定诺亚方舟对攀登者有信息屏蔽的作用。随后老古董还不死心，问有没有其他方法，既能复活他们，又能使用他们的能力。而这方法还真有一个，那就是学会所有成就跟获得筋斗云成就一样。说了半天，这还不如说服攀登者更简单一些。不靠谱的青龙这时候发话，说不定真有一个办法。话还没说完，舒颜和九尾狐来了，这让老古董有些疑惑，两人突然过来会有什么事？而舒颜因为短时间内能力值得到了提升，所以来问问老古董知不知道原因。其实在来之前，他先找了金史贤，可他也不清楚，而且金史贤的能力值也突然提升了，于是老古董猜测会不会跟协调者死亡有关，可这跟两人提升能力值的时间不太相符。趁此机会，舒颜还问了老古董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理想型女生到底长什么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老古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再次确认舒言的问题，得到还是刚才的问题。老古董彻底蒙圈了，便怀疑舒言老妹不会是喜欢自己吧？舒言也猜到老古董会这样怀疑，便威胁他站不说就说，哪里那么多废话。老古董顿时头疼坏了，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理想型长什么样。这个话题一下引起两人的兴趣，而孙悟空表示自己的理想型是七仙女。青龙看不下去了，全身长毛的家伙哪里配得上七仙女？男生究竟都喜欢怎样的女生？而美猴王表示自己的理想型是七仙女，并且其中的老四还主动找自己玩。他见一旁的青龙装纯洁，不禁嘲讽道：“谁不知道你跟织女打得火热？还有传闻说你让女子来做祭品。”不出意外，两人又吵了起来。外面的老古董非常无奈，这时舒言打断了他，再次问老古董的理想型女生到底长什么样。但老古董递过来的图片，他看完吓了一跳。在诺亚方舟内，制造者其实找到了阿布。只见他走上前，在通道处左滑3圈，右滑3圈，通道便解开了。可他却问阿布为什么不见老古董。只见阿布留下一段话：时机到了自然会去找他，并让制造者保密。在一栋别墅内，美玲还在纠结要不要用怪力乱神所谓的必杀技，而怪力乱神已经猜到美玲之所以纠结，是害怕搞砸后师徒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就好像告白失败后连朋友都没得当。他见美玲如此犹豫，便提议美玲把身体借给他就可以用美玲的身份去攻略老古董。美玲想想就害羞的不行，于是他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舒言跑了过来，因为舒言打听的理想型就是美玲吩咐的。当美玲看完图片，她也懵了，自己的师傅确定喜欢这样的类型吗？在教学塔统治者这里，根据情报，第12集和13集已被完全封锁，而拥有封锁阶级能力的家伙，他已经猜到是谁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活着，并且与敌军为伍。只见他抬起手朝旁边发起了攻击，而这是对黑袍人的警告，因为他自作主张让万年冰晶干掉老古董。而某人之所以封锁阶级，是防止黑袍人亲自下去给老古董争取时间发育。于是他决定从其他地方下手。在舒言离开后，他继续问青龙关于成就的事，而他的办法就是同时学习所有成就。这可真是一个好办法，让老古董差点没忍住。但青龙所说并不是简单的同时学习，而是在时空阵里学习。这是一种扭曲时间和空间的阵法，能让身体分离的同时学习多个成就。但不是老古董以为的身体分离，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这样就可以同时学习多个成就。当然，这个方法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孙悟空则提醒道，这意味着精神消耗成几倍式增长，精神上的折磨可比肉体更难化解。简单来说，这还得看老古董的精神力有多强。而孙悟空建议老古董最好从2个开始，毕竟2人的成就学起来可不容易。齐天大圣也会有八卦的一天，比起老古董的修炼，孙悟空更在意他理想型的事。从老古董给舒言的图片来看，连孙悟空都感叹到年轻人的口味就是独特。而老古董给出去的图片当然是用来搪塞舒言的，因为那张图片是一张游戏截图罢了。但两人想了半天还是有些不信，因为那张图片看起来有点像老古董的2个徒弟。于是两人猜测老古董的师徒关系不简单。3天过去了，舒言正在看着小说，不出意外是美玲和老古董的恋爱小说。于是他猜测美玲和老古董不会真的有一腿吧。而老古董给他的图片，他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情况，但为了交差，最后还是给了美玲。反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他是不管了。此刻的美玲别墅内，老古董震撼流不止，如坐针毡，因为他的徒弟又开始奇奇怪怪了。除了满桌可见的红酒，还有就是徒弟的装扮，他怎么看都不对劲。于是他怀疑自己的徒弟是不是喜欢上了 cosplay， 还是说美玲受到了什么刺激。随后的美玲还一个劲的给老古董倒酒，但这样莫名其妙的事让老古董压力巨大。而星神世界的怪力乱神此刻头痛不已，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美玲陷入困境时，老古董想了想，大家都是成年人，喝点酒也没什么，难道是因为最近太累，美玲想放松一下？可这杯酒的度数看上去就很高，于是他决定喝完这杯酒就不喝了。而美玲因为是第一次买酒，不出意外的难喝。随着酒水下肚，这让怪力乱神看到一个机会，于是催促美玲赶紧倒酒，并适当找些话题。可看到美玲吞吞吐吐的样子，怪力乱神放弃了指导。而现在摆在美玲面前共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弃，因为就目前情况来看，希望非常渺茫。第二就是美玲喝酒，不管是美玲先喝醉还是老古董喝醉，都是最好的情况。但如果选择放弃，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毕竟那个2徒弟可比美玲会得多。想到这，一下就激发了美玲的斗志。随后他让师傅在这里等自己3分钟，便转身离开了。而好巧不巧，阿布这时发来了召唤邀请，随着一束蓝光出现，他便被强制召唤到系统房间。一切的一切都跟以前一样，阿布终于回来了。老古董已经几个月没见阿布，为了确认不是做梦，他刚见面就抡了一拳，确认阿布是真的，他这才安慰起阿布别生气。而且这么久没见，老古董有很多话想跟他说，这让阿布怪不好意思。没想到老古董这么想念自己。
其实老古董是有很多问题想问他。等老古董坐下，他便开始解释自己的身份，以及老古董以前想知道但又无法说明的事。阿布便是管理所有平行世界平衡的负责人。此时此刻的第一级塔正悄然发生一件大事，只见狼人身前赫然出现一座石碑。他定睛一看，发现是教学塔统治者的通信手段，翻译成中文就是取消第1级考试，直接从第9级开始。这个消息把狼人惊呆了。恰巧这时身后的攀登者终于醒过来，并且在寻找老古董，势必要跟他决一死战。于是狼人守卫好心提醒他，那家伙应该去了上层塔。老古董随后通过一番了解，知道了阿布消失的原因，那就是封锁阶级。因为老古董权限升到高级，才使得阿布找回记忆。找回记忆后，他立马了解了教学塔所有信息，发现第9级沦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为了第9级的安全，阿布把第9级塔封锁了2个月左右。这让老古董感到压力巨大，毕竟2个月太短了。可这已经是阿布的极限。为了逃离追杀，他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并用剩余的力量封印记忆保护自己。而他现在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老古董沉思片刻，简单来说就是2个月后会出现成群结队的征服者。随后阿布表示，现在也不是绝对安全，因为攀登者还是可以上来，而且数量非常多。因为统治者开通了第1级到第9级的直达通道，差点忘了，还有别墅内的美玲。通过3分钟的心理建设，他已经做好一醉方休的准备。可他回来才发现，师傅早就不在别墅里了。被自己喜欢的人拒绝会有多难受？就在刚刚，美玲已经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可她回来发现师傅居然逃跑了，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师徒关系果然还是破裂了。正所谓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此刻美玲只能借助酒精来麻痹千疮百孔的心，怪力乱神则在一旁劝酒。可这东西你越是劝，他越是喝个不停。而暗影部队之所以出现，是侦测到攀登者的踪迹，并且在2个小时后出现。美玲听完咧嘴一笑，把攀登者揍一顿，说不定心情就好起来了。此刻的迷宫深处，这个攀登者已经迫不及待要把老古董杀死。可当他出来才发现，这里有一股很强的魔力波动，而且这气场完全碾压自己。出来的时候果然还是草率。只见美玲嘱咐攀登者最好能多坚持几分钟。他听完懵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美玲就捏紧拳头冲了过去。在系统房间的老古董得知接下来每天都会出现大量攀登者，他一时间写错了。而现在能对付攀登者的人选有2徒弟何罗林、大徒弟美玲，获得天魔指导的史贤老弟，以及拥有道术的9尾妖狐。但这点人明显不够，因为每天登塔的攀登者预计有10名左右，而且第1天会更多，毕竟正在登塔的也上来了。幸运的是老古董干掉了协调者，不然那些尸体都会复活登塔，因为塔内的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失败的攀登者。这让老古董想起了天魔，原来他当时说的等待是指这个意思。在地球的某处，美玲玩得不亦乐乎，他随手发出的一击，攀登者用尽全力才能勉强躲过。可这才刚刚开始，美玲都还没发力，攀登者就直呼受不了。太残暴了！随着一阵动静响彻云霄，攀登者很快就倒地不起，而美玲的酒也醒得差不多。可他心里还是不得劲，并责怪怪力乱神，如果不是这个馊主意，师傅也不会跑掉。于是怪力乱神开始胡说八道起来。他之所以会跑掉，其实是更在意你。你想想看，原本他对你没有任何兴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跑掉？所以真相只有一个。根据老古董以前的种种表现，不管美玲如何讨好师傅，他都会选择视而不见。可今天的他却第一次逃走了。虽然老古董是一个大直男没错，但不排除今天开窍的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异性之间做了一些之前不会做的事，这就意味他开始在意你。美玲听完小脸一红，这么说还有机会。美玲是开心了，但她脚下的攀登者那是真的惨。由于美玲越想越开心，导致跺脚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真是一个敢说，另一个敢听。这个男人为了拯救世界，躺在床上玩起手机，因为他打算找一些靠谱的朋友顶替自己的工作。但他找了半天，发现这点朋友根本不够，于是他打电话给国际猎人协会，从连姆口中得知，最近协会开发了一件新装备，能够探测灾难发生的信息，但第一次开启就发现7个坐标有反应，而第一个灾难将于8小时后发生。幸运的是，全世界的猎人能力都有很大提升。听到这，他才知道不只是输赢，全世界的猎人都得到了加强，这应该跟直达通道开启有关，让地球察觉到了危险，所以产生了防御机制。看样子情况还不算太糟。随后老古董第一次召开工会的会议，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回。等老古董赶到，金史贤便立马询问他发生了什么大事。可美玲的突然出现让众人感到一丝不对劲，毕竟以前的美玲几乎不苟言笑，而金史贤猜测这一定跟老古董有关。当老古董宣布自己要闭关修炼，并且要他们阻挡1个月的攀登者时，果不其然，这个会议准没好事。在严令的星神世界，何罗林还在修炼，而这修炼速度让严令之书沉默了，即便是龙也需要花费1000年时间。可他
现在却做到了。趁着何罗琳休息，严令便告诉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第4阶段的中间水平，可他并不在乎，因为他心里有种莫名的危机感，总感觉美玲对师傅做了什么。随后他询问下一个阶段该怎么做，毕竟他想早点回到师傅身边，但严令却说自己需要准备一下，刚好这段时间他可以出去缓缓。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见到师傅，可他刚回来就得知师傅前往了诺亚方舟，而他要跟美玲一起守护地球，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当然还有大冤种史贤老弟，以及重新拿起法杖的安亚，人家以前好歹是世界第1魔法师，虽然时空阵有精神崩溃的可能，但他还是决定这样做，而制造者也做好了准备。这便是复活攀登者的誓约证书，双方如果违反写下的内容，一切能力都将被剥夺，并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对于复活的人选，老古董已经有了答案，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家伙。来到另一方世界，花费数小时后，老古董终于画好了魔法阵，可老古董担心1个月根本不够。这时青龙提醒道，不用担心，说不定时空阵内部还能再拉长时间。总之现在先启动魔法阵。随后在青龙的引导下，老古董这才凝聚出道理，随着眼前一闪而过，他成功了。眼前的老古董把他吓了一跳，没想到跟自己一模一样，而另一个自己的出现让两人感觉怪怪的。随后孙悟空和青龙便出现了，而在两人的身后就是成就的训练空间。2个精神体学习完成，再合2为1就算结束。两人没有多说废话，很快就选好了各自房间进行修炼。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个女人到底有多么的强悍。面对窗外多到头皮发麻的蝙蝠怪，她仅仅是动了动嘴，所有蝙蝠怪就爆体而亡，血花四溅。可蝙蝠怪的血液居然还能融合，没过多久就凝聚成一只巨大的红色怪物。画面一转，来到老古董的其中一个精神体，他正处在一个极度黑暗的空间。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终于领悟其中的成就要领，只要将道力集中在眼睛，即便在黑暗的地方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而他现在终于知道是什么鬼东西一直在攻击自己了。虽然这些家伙好几次差点要了他的命，但他明白这个成就是青龙为了实现用眼睛控制道力而锻炼出来的。可成就空间并未就此消失，那就说明还没结束。于是老古董决定消灭所有怪物试试看。此刻的成就试炼房外面，孙悟空和青龙正在闲聊，而青龙为了帮老古董争取时间，他已经最大限度地拉长时空阵的时间维度，但为了避免老古董精神崩溃，他一直在注意时空阵的变化。当孙悟空得知青龙拉长了10倍的时间，便让青龙再拉长一些，因为这点时间还是有些紧迫。可青龙表示不需要，这点时间应该足够老古董学会成就，毕竟他现在的起点可比两人当时高很多。而事实是否会如青龙所想的一样，在成就空间内，他正一拳又一拳地清理怪物，不知打了多久，现在的怪物就只剩下100只左右。而老古董的道力也要用光了，虽然仅凭这点除掉剩余的怪物绰绰有余，但他在思索如何能获得更多的道力。就在老古董干掉最后一只怪物后，他立马跳出了成就空间，这让青龙倍感意外，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王者萧唐的成就。正如青龙所说，他的成就不止一种，还有许多成就等着老古董去完成，其中王者萧唐只是青龙成就的敲门砖，这可把老古董愁坏了。学习那么久，居然还只是刚刚开始。随后青龙还告诉老古董，猴哥已经去查看另一个分身的情况，所以具体的进展青龙也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接下来要学习青龙成就中占比较高的苦行成就，因为这个成就最重要的是领域，所以青龙不会再给出任何提示，除非到达了关键的时机。在老古董的修炼期间，地球上出现了许多攀登者，每天也死去大量优秀的高级猎人，他们的能力尽管提升了许多，还是无法与之抗衡。但好在老古董离开时，还复活了一些值得信赖的家伙。不得不说，天魔这厮确实帅气逼人。相传在古时候出现了一位天赋极高的剑客，以人类之躯屹立在世界之巅，而他因为参悟宇宙，领悟了黑洞中毁天灭地的皮毛，自创以毁灭而生的雷令神功功法。而他今天刚刚复活，就遇到企图毁灭世界的攀登者。虽然他自己也是攀登者没错，但无奈与某人签订了守护地球的契约，突然一个闪现，他便以极快的速度来到攀登者身后，不出3秒钟，无数道剑影便从攀登者的身体路过。见此情况，让他有些失望，这年头真是什么货色都能当攀登者了。而天魔的复活让孙悟空和青龙放心许多，没想到一个人类能达到如此高度。原本孙悟空还建议复活自己的哥哥移山大圣，可移山大圣觉得打打杀杀太累，就拒绝了复活。这个哥哥果然不靠谱，但学习美猴王成就的精神体还算不错，才用99天就到达了万恶山入口。虽然青龙这也没有任何异常，但他总感觉内心不安。苦行成就说难也难，说不难也很简单。在99天前，老古董就学会了苦行成就的基础条件，这便是把雷属性注入道力当中。就在他准备进入苦行成就大门时，青龙严肃提醒道，苦行成就没有规律可循，一切造化全凭自身感悟。他听完立马怀疑苦修成就的实用性，这跟进去面壁思过有什么区别？青龙听闻没有再说什么，毕竟会得到什么全看老古董自己。随后他便在里面待了10天，什么感觉都没有。于是他来到另一处瀑布下待了33天，又换了一片竹林待了32天，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可他没有放弃，依旧尝试在各种环境下冥想。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下过去300天的时间，并且时间还在不断拉大。510天过去，还是一点领悟都没有。就在他选择继续更换场景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最初的修炼场所。画面一转，来到正常的时空，攀登
登者侵略地球的情况已持续3周时间。为了更好的应对攀登者，舒颜来到了约定地点。还没等他走进会议室里面，就发现里面吵个不停。原来是九尾狐在跟天魔争论种族优劣。九尾妖狐作为灵物自然超脱世俗，可老古董作为天魔的徒弟，被收服的九尾妖狐自然是天魔的徒孙。舒颜因为不认识天魔，便没有上前阻止。于是他看向美玲与何罗琳。美玲因为大师姐的身份，时常教何罗琳做事，这让他非常不爽，便挑衅美玲跟自己打一架。而美玲也学会了阴阳怪气，说自己跟师父已经趁他不再发生了什么。而何罗琳不出意外，已经在脑补各种不可描述的画面。于是舒颜有了找安亚抱团取暖的想法，可他早已躲入金史贤的怀里，时不时还撒个娇。一旁的舒颜都听麻了。这个男人有多爽？被关在塔里12年，出来就一跃成为世界第1强者，并收服2个女生当自己的徒弟。而两人为了在师父面前争宠，见面的第一反应就是干一架。即便是在世界都要灭亡的情况下，两人还是谁也不服谁。而两人的师父老古董为了打败入侵世界的攀登者，开启了能延长时间的时空阵，为的就是有更多时间修炼变强。可时间花费了近乎2年，还是一点领悟都没有。于是他找到本次的动作指导青龙，质问他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就这样做着，确定能提升实力吗？看着老古董接近崩溃的表情，青龙还是弱弱说道：“是你自己不行，关我什么事？”可老古董不依不饶，还是要青龙给自己成就提示。但青龙还是没有松口，因为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这个苦行成就将大大缩水。老古董对于这些当然清楚，可要再这样下去的话，等自己出去的时候，地球都可能已经毁灭了。青龙看他是真的见底，便开口道：“使眼见为使，佛眼见为佛。”青龙见老古董听不懂文言文，无奈翻译起来，意思是猪的眼睛里只能看到猪，佛祖的眼里只能看到佛祖，那么你的眼睛里又能看到什么？话已至此，老古董便立马返回修炼空间内，希望这一次他能有所感悟，不然回到地球真的可以吃席了。只见他端坐于冰天雪地的空间内，细细回想青龙所说的每一个字。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什么。他一开始的修炼目的是为了变成青龙那样，可他却忽略了本我。不管是什么成就，一味追求别人的模样，只会变成一个傀儡。而成长最重要的修炼就是找到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而老古董得到这样的答案后，苦行成就的空间便开始消散，这让老古董有些意外。一个怪物也没遇到就获得了成就。可青龙表示，克服自我就是最难的修炼，比起肉体上的折磨，精神层面的突破更加困难。而老古董先前之所以迟迟不能突破，就是以青龙为最终目标，所以迷失了自我。但现在没有了束缚，自然也就有所突破。就在这时，一旁的孙悟空有事宣布，原本修炼孙悟空成就的精神体并没有任何异常，可就在刚刚，另一个老古董出现了意外，虽说没有生命危险，也变得比之前更强了，但他此刻已经变成了妖怪。他为了更快变强，居然让自己变成了妖怪，这可把美猴王头疼坏了。但一旁的老古董不解所说的妖怪是什么情况，于是青龙解释美猴王与老古董的相性接近，所以是有可能变成妖怪的，毕竟美猴王本身就是个妖怪。老古董看着两人为了此事吵个不停，便缓和到变成妖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从两人的表情来看，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如果精神中掺杂着妖怪的感情，那老古董会变成一个至恶之人。但青龙表示还有解决的办法，随后便问美猴王那个妖怪现在在哪里，而他已经在跟牛魔王激烈交战中，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于是青龙便让老古董去那里干掉他。老古董听完都懵了，这是什么手足相残的操作？杀掉另一个老古董岂不是白白修炼那么久？而青龙表示并不会，只是分裂的人格会消失而已，但成就是堂堂正正获得的，所以不会消失。这时青龙还补充了最重要的一点，只不过到时会有大量的信息疯狂涌入老古董的大脑，可能会出现精神崩溃的情况而已。不愧是青龙，总是给人希望再让人绝望。随后老古董便问另一个精神体在哪，因为他决定去干掉这个不省心的家伙。此刻的万恶山上，妖怪老古董已经彻底打败了牛魔王。面对求饶的牛魔王，他二话不说就是一脚踩下，看着老牛还在垂死挣扎，他感到非常舒适。就在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个穿着拖鞋的家伙，这让他非常不爽，质问另一个老古董为什么来打扰自己。可他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不是某人在这里瞎搞，他才懒得过来。黑袍人已经不知在这里等了多久，今天的他再一次使出全力，便让通道内剧烈晃动，可还是没能打破封锁之力。不过问题不大，毕竟第9级塔的地球毁灭只是时间问题。黑袍人原本是叫了4个征服者，可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没办法出战。就在不久后，通道内的封锁终于开始松动了。此刻的舒颜已经两眼无光，双腿发软，因为大量的攀登者已经连续出现了35天，早已把众人摧残的精疲力尽。看着国际猎人协会再次打来电话，舒颜已经生无可恋。毁灭吧，赶紧来！另一个维度的地球正发生巨变，由于结界破碎导致征服者到达地球，这人便是灾难之神。突然在他的身后，一道金光疾驰而过，但被手中大锤轻松挡下。抬头望去，原来是2个不知死活的人类。这2人便是赶来的何罗琳和美玲。大战一触即发，美玲实力丝毫不在灾难之神下面。很快美玲便主动发起攻击。征服者见状居然感到一丝危险，可他却一动不能动。原来是何罗琳的言令之术让他无法动弹，而现在能动已经晚了。灾难之神被美玲正中面门，立马就朝着后方倒飞出去。
看着灾难之神灰头土脸的模样，不免让美玲有些失望。没想到征服者能力这么弱，面对人类无情嘲讽，他是一刻都忍不下去，直接打开封存已久的力量。两人见状不禁吐槽，这鲶鱼还不如原先好看，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二话不说举起大锤发动最强一击，可结果就是他的身体再次无法动弹。而美玲也没闲着，发动了怪力乱神的十步杀，把灾难之神压得喘不过气。但仅仅3步，鲶鱼怪就即将倒下。在老古董的时空阵，妖怪老古董看到青龙那边的自己过来时，他就猜到孙悟空说的都是真的，只要自己变成妖怪，另一个老古董就会出现消除崩坏的人格。可他并不理解，虽然自己变成了妖怪，但实力变强为什么还是不能共存？既然不能一起活着，妖怪老古董便打算除掉对面的自己，而正常老古董可不想变成这副鬼样子，看样子只能动手了。妖怪老古董不禁嘲讽起来，这原地冥想2年的成就怎么跟自己打？从表面上来看，妖怪老古董在万恶山战斗2年，正常老古董原地冥想做了2年，而这场战斗将鹿死谁手。此刻外面的孙悟空急坏了，追问青龙为什么阻止自己进去帮助老古董。这时青龙淡淡说道，如果只是担心老古董会输，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毕竟那可是占了绝大部分的苦行成就。万恶山上巨大的打斗声正响彻万恶之巅，战斗起初一直是妖怪老古董占据优势，一个不小心就被偷袭成功。妖怪老古董也是铁了心要占据肉身，一拳直击要害，鲜血淋漓。看着毫无还手之力的自己，妖怪老古董非常嚣张，还以为你在青龙那有好好修炼，没想到是个废物。老古董刚爬起身，妖怪老古董这边就消失在原地，随着头顶一黑，他已来到老古董头顶之上。看着熟悉的招式是霸王怪神脚，正所谓有烟无伤，老古董用雷令神功接住，但妖怪老古董一点都不意外，毕竟这东西自己也有，而且比他更强。于是他出言调侃道，我这有一个可以让你活下去的提议。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他一口拒绝。既然如此，妖怪老古董也没必要再留守下去。可他一点不慌，毕竟热身已经结束，太久没活动还真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才行。对面的傻逼，你说是不是呢？妖怪老古董听完气炸了，自己居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旁的老古董淡淡说道，哪怕你再努力一点拿到黄金锁子甲成就也不至于如此。可他不服，明明修炼时间一样，怎么会是这样？而他忽略了一点，老古董获得的苦行成就占青龙成就的80%，说是完整成就也不为过，而妖怪老古董只是获得一小部分。我去你的完整成就！妖怪老古董此刻已经彻底疯狂，居然变身成巨大的金刚，这让老古董有些意外。没想到另一个自己真变成了妖怪，虽然速度是比之前更加迅速，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妖怪老古董还是被轻松打倒。逐渐进入状态的老古董选择不再留守，毕竟他可不想变成这副模样。随后一道天雷落下，终将是结束了这场闹剧。在另外一边的天魔就没这么轻松，天魔被眼前的征服者征服在地，可他对天魔没有太大兴趣，反而对地上的九尾狐感兴趣。一旁的天魔怎会坐视不理，再次挡在九尾狐身前，一道雷令神功挥出，顿时毁掉一座山头。可即便是这样的攻击，也对征服者毫无用处。没有耐心的征服者一气之下，天魔被踢得5荤8素，这让远处赶来的某人看不下去，原来是复活的孙悟空过来了。2000 years， 这看似无敌的征服者居然被孙悟空一次又一次踢翻在地，征服者气不过，直接拿出刚获得不久的8热星君成就。可孙悟空依旧嘲讽道，这不热不冷的火焰还比不上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孙悟空之所以如此淡定，是因为老古董给了他一个东西，正是之前获得的疫病君主成就。征服者顿时就慌了，难道说这个成就刚好是他的克星？在美玲的霸道公会，舒颜和安亚直接被榨干，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两人准备进屋内休息时，门外出现了不速之客。这两人究竟是谁？而其中一人正是征服者。门外一声巨响过后，大门便被推开，推门而入的正是黑袍人。不一会儿，霸道公会血花四溅，除了安亚和舒颜，其他人都死了。因为黑袍人需要知道老古董的去处。舒颜见状吓坏了，即便他想说也说不出来，鬼知道那家伙去了哪里，总是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于是他无奈道：“你怎么不去问老古董他在哪里？”有道理，直接给黑袍人整无语了。而没有了利用价值，舒颜自然没了活路。可就在这时，那个男人突然出现了。这个男人有多残忍？看着地上几百具尸体，他还感到不满意，就连仅剩下2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都不放过。但一个男人的出现阻止了这一切。黑袍人本打算调侃一番，但老古董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还愤怒地呵斥他闭嘴。在这里，除了老古董赶到，还有头顶的青龙也一起过来了。这个变数让黑袍人感到非常意外，他想不明白青龙是怎么复活的。从气息来看，青龙就连成就气息也非常强大，而且老古董一下就喊出黑袍人就是技术者的身份。于是技术者猜测，老古董已经从负责者那得到了不少信息。面对这重大变数，他便决定召回所有征服者，可用于联系征服者的阿提特竟全部碎裂。这一切的一切不用老古董多说，技术者也大概知道自己带过来的其余2名征服者，说不定已经被其他
他变数所消灭。虽然被摆了一道让他有些生气，但征服者死亡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有信心单杀老古董。一旁的食尸鬼征服者则负责拖住青龙，看着天上蠕动的巨大蚯蚓，让地面的食尸鬼食欲大增，迫不及待朝着青龙方向就冲了过去。老古董没有立刻开战，而是召唤出筋斗云，把受伤的两人送到医院进行治疗。而这一举动，技术者并没有阻止老古董的意思。技术者虽杀人如麻，但说好的单杀他也不希望有其他人搅局。他本来是打算用3分钟介绍自己的强大，谁料老古董一点耐心都没有。介绍个锤子，我让你说话了吗？技术者直接被一拳打飞数十米之远。他刚反应过来，老古董早已来到身前，紧接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但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古董的攻击就被数道坚硬的植物挡下。可植物哪里是老古董的对手？毕竟老古董这几个月几乎掌握青龙的所有成就，几根植物很快就被闪电烤得外焦里嫩。老古董随后双脚发力，把技术者贴着地面狠狠地拖行了几百米，最后重重抛出，把技术者都砸蒙圈了。这个男人有多霸气，将另一个男人拖行数百米之远，只因他1分钟内屠杀了数百人。老古董见技术者还想背后偷袭自己，表现出一脸的不屑，就这能碰到我一下算我输。随后一声惊雷精准落下，老古董周身的植物便全部化为粉末，但这只是技术者用来拖延时间罢了。只见技术者手持莲花座，此刻他已施展了自己的能力，化身梵天，身后更是有3座天尊守护。虽然技术者本身的战斗力不高，但他负责创造的能力能让他所创造出来的每一个对象都拥有媲美不低于征服者的力量。看着3座天尊，让老古董感到不寒而栗。说好的单挑，果然还是变成了群殴戏码。技术者不禁觉得有些好笑，跟坏人讲诚信，怕不是脑袋瓦特。看到城市中心传来的巨大动静，青龙也知道自己的徒弟陷入了苦战，以后还是让老古董在外面别说是自己的徒弟好了。这么才正所谓1日为师，终身为父，还是赶紧解决这只大鲶鱼，再救徒弟于水火之中。而且青龙发现食尸鬼所使用的成就非常眼熟，这不就是几千年前东海炼狱中黑金的黑金成就，靠着吞噬无尽亡灵所炼就的深渊巨口，所以食尸鬼才会一直吃不饱，因为他的肚子就犹如深渊一样无法填满。对于食尸鬼的口气攻击，青龙好心提醒他最好把臭嘴闭上，不然雷电入体，当心闪了舌头。可食尸鬼的嘴非常硬，因为他无尽吞噬的成就，还让他拥有恐怖的恢复能力，这点小伤分分钟就能复原。青龙见状一点不惯着他，这次2道闪电同时落下，原本嚣张的食尸鬼终于知道害怕了，因为接下来他足足被连续劈了100下。可青龙发现食尸鬼裂开的身体内还没有暴露核心。黑金听完吓了一跳，因为世界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体内核心是命门所在，而青龙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5000年前有个自称秒天秒地秒空气的二虎，在临死最后1秒才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家伙的名字叫做黑金。这个男人被另一个男人捆绑在5000米的高空，只要男人被杀死，整个世界都将毁灭。但一根棍子的出现阻止了这一切。原来是老古董的另一个师傅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到，这让技术者百思不得其解。孙悟空又是怎么复活的？而且孙悟空还手拿8寒星君的成就。技术者见状也明白，用来召唤征服者的阿提特碎裂跟孙悟空有关。这时食尸鬼来到了技术者头顶，他本以为青龙已经被解决，谁料这只是一具尸体而已。食尸鬼的核心被迫已经奄奄一息，技术者不禁感到有些愤怒，一个靠谱的都没有。看着下方巨大无比的天尊雕塑，青龙也知道技术者偷取了某人的伟业，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技术者根本无法发挥伟业的全部实力。而老古董在孙悟空的帮助下，顺利挣脱禁锢自己的枯树藤蔓。于是技术者不顾身体的承受极限，再次创造了天王和多闻天王2位天尊。老古董他们能否挡住5名天尊的攻击？而3人的计划非常简单，青龙和孙悟空负责拖住5名天尊的攻击，老古董则负责干掉身为本体的技术者。面对2名天尊的攻击，孙悟空用如意棒一棍就将其打飞出去，但随即出现手拿乐器的天尊，发出刺耳难听的琵琶声，让孙悟空感到头晕目眩。青龙见状立马化身雷电法王，把几位天尊电的是头皮发麻。一旁的老古董热闹看得差不多，便朝着技术者方向冲去，但被如来天尊挡住了去路。青龙见状嘱咐老古董直接冲过去，一个小小的如来天尊，青龙完全不放在眼里。技术者看自己的伟业溃不成军，气得直接破罐子破摔，用仅剩的1点力量造出了500名天兵天将。可召唤谁不会？单老古董交给孙悟空的疫病君主成就，就可以召唤无尽冰压，500名天兵天将瞬间就被冰压掩埋，眼看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老古董。技术者很快就被死死抓住，随着一道巨大能量发出，技术者终于从地球上消失，而技术者的尸体最终凝聚成一朵莲花，信息权限也从高级升为最高级。可即便是最高级权限，还是会有无法读取的信息，这把老古董气得直接躺平。
这个男人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就在刚刚，他阻止了毁灭地球的三体人。1周后，世界便召开了全球记者会。会议刚开始，现场就乱作一团，每个记者都迫切想拿到世界头条。老古董与入侵者战斗的视频点击量更是达到惊人的50亿。于是大众纷纷开始质疑老古董为什么会与之前毁灭世界的孙悟空一起并肩作战？难道这一切都是世界第一强者自导自演的战争？老古董听到这番言论，直接砸烂身前的桌子。本身守护地球就够累了，现在还要被大众质疑。于是老古董只留下一句话：如果还没活够，就该干嘛干嘛。老古董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记者会，但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来到一家医院，因为他听说九尾狐和天魔正在一个房间接受治疗，如果因为吵架而耽误治疗，那可就麻烦了。而结果不出所料，老古董刚来到门口就听到两人的争吵声。就在老古董准备进去劝架时，他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两人吵架怎么还亲上了？难道现在吵架流行亲嘴？而且看着男下女上的架势，貌似是女方占据主导地位。很快两人便注意到老古董的出现，便问道是不是有事。可老古董早已看呆，好奇两人是什么时候发展成这样的关系。早知道就不应该送两人来医院，而是酒店更加合适。而九尾狐之所以会性情大变，是因为天魔救了他一命。虽然这件事发生的有些荒谬，但这波狗粮让本就心烦的老古董更加烦闷。世界都要毁灭了，居然还有这种心思。随后老古董来到了系统房间寻找阿布，这家伙乱丢垃圾的习惯果然还没改掉。可阿布倔强说着自己刚准备收拾你就进来了。老古董没有多管，毕竟他过来可不是叮嘱这件事，而是想获取有关设计者的详细情况。谁料阿布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果然这最高权限还是个摆设。气得老古董手撕起阿布最喜欢的我超勇棍漫画图书，但这不是阿布不想说，实在是设计者太过小心，根本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个女人的能力有多逆天，能让所有人都听从自己的话，控制别人做任何事。于是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控制自己的师傅。随后他便来到一家医院，找到正在进行身体检查的师傅老古董。自从得知师傅跟大师姐美玲有了深入交流，他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支走所有人，这样就可以单独与师傅进行深入交流。老古董见状一脸懵逼，好奇自己的二徒弟又想整什么幺蛾子。谁料何罗琳毫不避讳，直接使用起言令之术，想要控制师傅。要是以前，老古董一定会立刻反抗，但刚才吃的狗粮让他非常不爽，于是他打算戏耍一下徒弟何罗琳。徒弟见控制非常成功，便问师傅是什么时候与大师姐美玲进行了深入交流。可答案出乎何罗琳的所有幻想，师傅居然没有跟美玲有过任何身体接触。何罗琳随后经过再三确认，得到一样的答案，便认定美玲一定是为了让自己师傅，所以才撒这样的谎。但现在的情况反而对自己更加有利，于是何罗琳打算控制师傅先美玲一步与师傅进行深入交流。他不禁抓住师傅的手问道，现在对自己有没有某些方面的冲动？谁料老古董哈哈大笑说道，一点都没有。这让何罗琳直接呆滞在原地，还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长得很丑。但他很快反应过来，这不是被控制该有的举动，于是他问道师傅到底怎么回事？而答案就是老古董只是刚一用力，何罗琳的招数就被破开，还解释自己心情不好，所以才想到被控制玩玩。但没想到何罗琳刚刚的表情还挺好玩的，现在心情一下好多了。何罗琳想到刚刚口无遮拦的打满言论，直接冲出了师傅的房间。老古董见状笑得更加大声，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宝贝徒弟。于是老古董趁着心情大好，准备去处理剩下的事情。在另外一边，美玲正在惩罚自己的一个部下。就在前几天，何罗琳用言令之术控制了这个部下，并跟美玲汇报有关老古董的事情，将其制止。想到何罗琳可能要对师傅动手动脚，美玲就气得咬牙切齿。大家都知道三体人的科技比地球强上许多，在这里他被称之为设计者，并与其他4位智者一起设计了整个宇宙。地球只是整个设计中的第9基塔。原本地球平静度过了数亿万年，也形成了自己所谓的科学技术。但就在2080年，设计者在地球上随意投放了数百座上千米的高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吸收固定的人数进入塔内，与各种各样的怪物厮杀。而成功活下来的人们将获得超人般的力量，根本不能用地球上的物理学去解释。于是这超自然现象被人类科学家重新定义为教学塔。除了教学塔的出现，设计者还在地球上投放了怪物副本以及攀登者。设计两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变强的人类去战斗，直到世界被怪物毁灭。而这个男人在塔里被困12年，意外造就一个超级强者，而他经过几年的战斗，已经离世界的真相越来越近。可设计者非但没有亲自出手解决，还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这个计划他称之为最后的晚餐。于是他找来了4名征服者，被称为4天的团队。4天白表示非常不屑，区区地球人居然需要他们出马，而且一起设计整个宇宙的技术者居然会被地球人杀死，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设计者见众人的态度并没有任何意外，他非但没有生气，还拿出了4个伟业打算送给4人。
四天看完吓了一跳，因为伟业给予的超能力可不是成就所能相提并论的，而且设计者表示没有使用条件，不管拿到伟业做任何事都行，比如称霸宇宙或者是除掉地球。无论怎样，整座塔到最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晚餐而已。他说完不自觉舔了舔舌头。四人虽不明白这番话的意思，但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设计者的玩具。在另外一边，心情大好的超级强者老古董来到了诺亚方舟，找到制造者询问有关设计者的事情，而制造者的唯一建议就是变强，毕竟他已经找到莲花梵天伟业的使用方法，而且这样才有战胜4天征服者的可能性。